要把我换成这副鬼样子。我告诉你们，就算我换上喜服，我也不嫁。我才不要嫁给那个狗头将军袁不屈呢，他都害死2个老婆了。放肆！你敢说不嫁？我不嫁。你。冰燕，你该上轿了。你爹也实在是没办法，为了我们杜家，委屈你了。小姐呀，你嫁的可是袁大将军，做个官太太不好吗？我管他圆的扁的，这官太太你爱当你当。哎呀，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袁大将军的婚配呀，算是2倍了。你瞧那东城杜甫，那才叫把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呢。你知道那杜老爷把自己的女儿杜冰燕嫁给了一个什么人吗？总不会嫁给一个快死的人吧？哎呦，你真聪明，说对了。有这种事儿？那个新郎官啊，就是一病秧子。杜小姐嫁过去是为了给他冲喜的。这样的爹娘也太过分了吧！我要是杜小姐，打死不嫁。我嫁。别说齐三公子是个病秧子，就算他是个死人，我也嫁。冰燕，我跟你说啊，这冲喜可神着呢，说不定你一嫁过去，齐三公子的病就好了呢。哎，齐家还应允我了，万一这齐三公子真有3长2短，他们就让你回来呢。哎呦，还有，你要是怀了齐家骨肉，老爷，你现在说这些做什么？今天，城北最大的富户杜府和咱们李府同时送亲嫁女，咱家老爷特意为小姐定制了和杜府同样的花轿、同样的嫁衣、同样的盖头。虽说咱们李府远远比不上杜府送嫁的排场，可咱们老爷自有妙计。杜府送嫁的队伍必定从咱们李府门前经过，到时候咱们就紧随其后，2股合成1股，让杜府为咱们鸣锣开道，借他人的光，造我们的势。不，改了，改了。在杜府的送嫁队伍快到而未到之时，你们抢先一步把花轿抬出去，不早不晚的走到他们前面，这就叫做借他们的势，摆我的阔。老爷英明。爹，哎，娘，为了杜家的家业不被齐家牵制，我嫁。为了报答爹娘的养育之恩，我也嫁。你要照顾好自己。你瞧瞧瞧瞧，这龙凤呈祥，你要是顶着这个出嫁，一定很美。对呀，我要是顶着这个出嫁，我给人笑死。
你看这盖头多漂亮啊！来，盖一下。我不要啊！我不要，盖着吧。丑死了！哭什么哭？哎呦，不好了，老爷呀！什么不慌？好了！哎呀，你们家玉壶小姐变卦了！什么？你看，她用她的剑把这红盖头劈成了4瓣，这可怎么得了啊？这个死丫头，太不像话了！哎呀，这个死丫头！老爷，杜甫的宋家队伍已经出动了。这张媒婆，你赶紧去买块新的红盖头。这都火烧眉毛了，我上哪儿去找这个龙凤呈祥啊？哎呀，什么龙凤不龙凤，只要是红盖头就行，快去买呀！行，我这就去啊！现如今，你生是袁大将军的人，死是袁大将军的鬼，你不去也得去。这婚事又不是我应下的，我打死你！打死我！你打死我吧！哎呀，怎么说着就发起火来了呢？气死我了！玉壶啊，你要是不嫁给袁大将军的话，那袁大将军能饶过你爹吗？老爷，快！杜甫的花轿已经到前街了。哎呀，玉壶啊，娘求你上轿啊！玉壶，娘给你跪下了。娘，你干嘛呀？爹也给你跪下。我嫁总行了吧？为了你们我嫁，为了是求你们我嫁。好啊！哎呦，来了，盖头来了！鸳鸯戏水，好。玉壶啊，你瞧瞧这头发都乱了，让娘给你整整。来，乖嘛！来，乖，来，快！哎，好。看，来了！快进去村子，小姐！哎呀，准备好啊！这杨威武管家的。来了，老爷，来了。来，快上轿！哎，快扶小姐上去！来，慢点。终于嫁出去了。红妆披下佳期，放眼晴空万里。扬州桃李，飘飘十里，满城共聚欢喜。相约骑着离奇，就算跨越千里，共度风雨，只有你能懂我心意。阴差阳错相遇，定下姻缘不易。人海中遇见对的你，无人能比拟。欢喜人家相依，欢。
许都是那命中注定。红妆披下佳期，放眼晴空万里，扬州桃李飘小十里，满城共聚欢喜，相遇曲折离奇，就算跨越千里，共度风雨，只有你能懂我心意。阴差阳错相遇，走快点，走快点，咱们走快点！人海中遇见对的你，无人能比拟。哎呦，前面有个庙，快！落轿，落轿！好，小姐，慢点，慢点啊，慢点。哎呦，小姐，快，咱们也进去避避啊！慢点啊，咱们慢点。来，哎呦，来，小心啊！小姐，慢点，抬脚。哎，小姐，抬脚。哎，好嘞，慢点啊！哎呀，小姐，外面雨太大了，咱们在这儿避避雨。您在这避避雨，我们先出去了啊。小姐，您歇会儿，我们出去了啊。大妹子，你看看这院子这么大，哎呦，空荡荡的，连个和尚都见不到。是啊。哎，要是我一个人路过这里，我可不敢进来。哎呦，阴森森的，怪吓人的。哎呦，这可不嘛。哎，你是李家的吧？嗯，我叫小喜，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梅香。梅香，你们把李小姐嫁给袁大将军，那大将军他在哪儿啊？将军在荆州。荆州？嗯。荆州在哪儿啊？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们往北走。哎，你们往北走，我们往南走。你们把李小姐嫁到荆州，我们把杜小姐嫁到灵州。杜小姐，杜小姐，你要是觉得闷，就把盖头掀了吧。这个地方只有我们2个人，你可以随意一些。你的衣服跟我的衣服一样，你还顶着这块破布干嘛？拿下来吧。这外面的雨可真大。李小姐，李小姐，对不起，是我失礼了。我是看你长得实在是太美了，我还以为我算是标致的了，可是跟你根本就比不上。你就是天上的大雁。
我就是水里的鸭子。不是的，李小姐，你长相娇俏，还带有一股英气，为人也洒脱。而我，只不过是常年在闺阁中没有见识的女子罢了。你放！我的意思是，你呀是千金大小姐，是我们扬州城数一数二的美女才女。听闻你的才气，那些男子赶着800匹马都追不上呢。我呢，大字不识几个，跟你比不上的。李小姐，今日我们同一天出阁，同一天告别扬州，又同在这仙女庙中避雨，真可谓是缘分。有缘有缘。要不坐下说？坐吧。杜小姐，听闻你要嫁给一个显贵公子。我倒是要恭喜你，要嫁给一个威武的将军才是。什么威武将军啊！我这是跳火坑了。这是怎么回事？外人只知道他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是当今皇上的宠臣爱将。可谁又知道他和我家的恩怨呢？那你跟我说说。当年啊，这袁不屈和小姐是指腹为婚的。后来这袁家搬到了杭州，一把大火把袁家烧了个精光。哎呀，这二老啊，急得急死，病得病死，就剩下这个少年郎，可怜呐。是啊，后来这袁不屈就来扬州投靠他的老丈人，可偏偏那个李馆主势利眼，一阵乱棍打了出去。那李小姐现在嫁过去，那还能有好果子吃啊？说的就是啊，他爹做了这缺德事儿，他做儿女的终归会遭殃的。现在袁不屈是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他若想报复你的父亲，十分容易，又何必花10大香聘礼把你给娶过去呢？所以我想，他是不会把怨恨牵到你的身上来的。哎呀，你不知道，他已经娶了2位夫人了，而且都是被他折磨死的。那你到了荆州后，要设法把此事弄清楚。若果真如此的话，你可得早做打算。放心吧，他可不敢欺负我。他要是欺负我，我就……好功夫。我们家小姐啊是个武人，她吧心直口快，在她心里啊永远是义气第一。哎，我们家小姐啊是个才女，从小饱读诗书，冰雪聪明，机敏聪慧。只是可惜，像我们家小姐这样一位才貌双全之人，居然要嫁给一个病入膏肓的男人去冲喜。说来，那齐三公子也怪可怜的。他们齐府3代单传，到了他这一代，好不容易生了3个儿子，可全都没有活过25岁，就只剩下他一个了。所以府里的老太君就把他像宝一样的捧着护着。可是他自幼便身体孱弱，他们都说他也活不过25岁。后来他们就命人查了我的生辰八字，他们说他的八字和我相合，便使了各种手段，一定要我嫁过去，为他冲喜，
以便为了祈福，能够传宗接代，炎炎香火。姐姐，我们同病相怜。那我们就在仙女娘娘面前一结金兰，希望她能够保佑我们。那我们俩现在是姐妹了。这个是袁将军送我的聘礼，碧玉剑。现在把它送给你。不行，这是将军给你的，我怎么能要？有什么不行的？既然是送我的聘礼，就是我的了。姐姐收着吧。雨停了，雨停了，雨停了！哎，一会儿是不是接着下呀？在这儿干嘛？来人了！哦，师傅，我们是来这儿避雨的。哎呀，赶紧走，赶紧走！再不走啊，你们会有血光之灾的！血光之灾？什么血光之灾啊？最近啊，我们这一带出现了一群江洋大盗，无恶不作，见人就抢，手段十分之凶残。3天以前，他们用刀子在我们庙门之上给我们留下一封信，让我们3天之内给他们送200两纹银去。否则啊，就把我们仙女庙屠个满门皆死。我身上有祈福为我特别定制的信物，它叫水晶燕。既然你将这个碧玉剑给了我，那我就把这水晶燕给你留作纪念吧。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这强盗说来就来。我跟你们说啊，大家还是赶紧逃命去吧。别走！你们干什么？走吧！你们先走啊！强盗！妹妹，外面的情况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是先把盖头盖上吧。哎呦，好了，小姐啊，小姐，龙凤呈祥，错不了。有鸳鸯戏水也没错，快梅香，小姐，小姐，来，小姐，慢点啊！小姐，抬脚，抬脚，慢点啊！哎呦，强盗来了，快，慢点啊！咱这排场不能丢啊！别慌，别乱，稳着点儿。来，抬脚，慢点啊，慢点。哎呀，慢点走。哎呀，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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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来，小姐，抬脚，哎，低头啊！我这个呀是龙凤呈祥，错不了。哎呀，我那个呀是鸳鸯戏水，也没错儿。错不了，错不了。起驾！哎呀，我们往这边了啊！去吧，回家。快着点儿！红妆披下佳期，放眼晴空万里。扬州桃李，飘瘦十里，满城共聚欢喜。相遇曲折离奇，就算跨越千里，
共度风雨，只有你能懂我心意。阴差阳错相遇，定下姻缘不易。人海中遇见对到你，无人能比拟。欢喜冤家相依，换来两人不离。或许都是那命中注定。放眼晴空万里，扬州桃李飘小十里，满城共聚欢喜。相遇曲折离奇，就算跨越千里，共度风雨，只有你能懂我心意。阴差阳错相遇，定下姻缘不易。人海中遇见对到你，无人能比拟。欢喜冤家相依，换来两人不离。或许都是那命中注定，许下这一生情，漫长岁月送福送喜的到了，快，请进，请进。好嘞，我说老板，有好吃好喝的，今晚上你瞧这一个个的都成什么样了？好，请，好走。贵客到，好酒好菜端上来。好嘞。哎呀，累死了，饿死了。梅香，弄点吃的来吧。小姐，我看你是饿糊涂了吧？我是小喜啊。哪儿来的小喜啊？哎呀，小姐，怎么连小喜都不认识了呢？你是谁啊？我是李玉湖。李家小姐，我这做媒啊也有20多年了，这扬州城里哪个不晓得我灵媒婆儿啊？全城啊有一半的夫妻，那都是我拉的线儿。都说扬州城里出美女，拜托林妈妈，你给我牵个红线吧。行啊，给你找一个。找个什么样的呢？哎呦，找个烧火丫头。哎，林妈妈不好了！什么事儿啊？不要慌，慢慢说。哎呀，错了！什么错了？怎么办呀？怎么办？林妈妈！哎呦，快走！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他。你是李小姐，杨威武管家的？没错，我就是扬州扬威武馆馆主的女儿，李玉湖。她怎么在这里？我还想问，你们怎么在这儿呢？哎呀！是这个盖头啊，龙凤的。小姐，外面雨太大了，咱们在这避避雨啊。小姐，快走，强盗来了！哎呀，错了，这可怎么办呀？哎呀，错了，这可怎么好啊？哎呦，这要是传到扬州去，哎呀，那可怎么得了啊？哎呀，我的天哪！哎呀，我的天！张妈妈，咱们连夜赶回去，把我们家小姐换回来。你说的倒轻巧，咱们向北走了一天，他们向南走了一天，这一南一北加起来是2天的路途啊！怎么追呀？咱们飞呀！哎呀，回去，这可怎么回扬州去？不能，千万不能回扬州。为什么？临上轿前，
杜老爷再三关照，冲喜的日子千万不能耽误。喜期一错过，齐三公子翘了辫子，谁担当得起啊？那怎么办嘛？那你们不会将错就错，把我送到荆州吧？哎呦，哪能啊！小姐，您先坐啊。哎呀，小姐，您都累了一天了，我跟梅香去给你弄点吃的。以后的事儿啊，以后再说。哎呦，我的杜小姐呀，我的杜小姐！哎呀，你们假哭什么？不就是上错了花轿吗？哎呦，我们在哭杜小姐呢。你哭冰燕姐姐干嘛？她又没死。哎呦，我们家小姐如花似玉，神仙一般的人，却要嫁给齐三公子那个病秧子去冲喜。我家小姐性情温和，心地善良，宁愿委屈了自己，也要成全了和齐家的婚事，来保全我们杜家的生意。太可怜了。齐父说，若那齐三公子死了，便可放小姐回来。可我们家小姐娇娇弱弱的，哪能熬到那个时候呢？也没有人能帮帮我们家小姐。是啊，我们女孩家真是可怜，连自个儿的命都无法左右，真是可气。李小姐，我听闻你是最重侠义之人，我求你救救我们家小姐吧。我也想救，可怎么救啊？哎，准时赶到灵州，齐公子一死，杜冰燕不就得救了吗？你的意思是让我冒充冰燕姐？那你还想把杜小姐弄回来，让她去冲喜，让她去跳这个火坑？那不行。现在这种情况啊，不如将错就错。你冒充杜小姐去冲喜，这花轿反正是上错了，不如啊，你就帮杜小姐闯过这一难关。待齐三公子眼一闭，脚一蹬，你再拍拍屁股走人。那时候杜小姐早就发现了错嫁，也许啊，早就回扬州城等着你啦。哎，这是个好办法呀！李小姐，我替我们家杜小姐求求你了。好，这齐府的龙潭虎穴，我就替冰燕姐去了。李小姐，你可真是活菩萨，我愿一辈子伺候你，报答你。快起来，我们女孩的命运自己做主。这一次，我就当回杜冰燕。你们不会将错就错，把我送到荆州吧？哎呦，哪能啊！小姐，我跟梅香去给你弄点吃的。以后的事儿啊，以后再说。这是睡眠散，要是玉虎在路上不听话的话，只要给他吃一点，他就能呼呼大睡。啊！来，拿着。好。哎呦，你可别怪我，我这也是没办法呀。下佳期，放眼晴空万里，扬州桃李飘小十里，满城共聚欢喜。相遇曲折离奇，就算跨越千里，共度风雨，只有你能懂我心意。阴差阳错相遇，定下姻缘不易。人海中遇见对到你，无人能比拟。欢喜人家相遇，新人迈步进二堂，大红
画两旁。新人迈步过采访，黄金白银用斗量。新人迈步过楼房，花开上苑吐凤凰。这齐家院子怎么这么大？走得我脚都疼了。新人迈步登大堂，富贵荣华万年长。鸟语花开春空气，为一缕香追忆。一拜天地，一团和气。清净出山风雨息，燕归落堂西。二拜高堂，金玉满堂。而叹忆往昔，两情纵满盈哭泣，时怪。三拜老太君，福寿宁康。夫妻对拜，相亲相爱，弃恨至此都不舍一世。同入洞房，情深意长。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果然是个病秧子，连站都站不稳，风一吹就倒了，真可怜。快扶进洞房！慢点啊！这儿。长什么样子呢？那我看看。哎，长得还挺好看的。可惜是个短命鬼。
长什么样子呢？那我看看。你不是在睡觉吗？吓死我了！看什么看？怎么，只许姑娘方才偷看我，就不让我看你了？这扬州来的姑娘，好生霸道。我看你呢，我看你是因为怕你是个病秧子。这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那姑娘方才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遍，我是否是一个病秧子短命鬼的长相呢？长得倒是挺俊俏。还行吧，五官还算端正，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说得好啊，确实是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没想到成个亲这么麻烦。我也一贯讨厌那些繁文缛节，又是拜堂又是磕头的，留着我们二人在这里守着什么规矩，像个木偶一样。我爱娘子在我这儿，不必拘束。饿了吗？来一块。都快饿死了。我告诉你啊，这个要就着酒才好吃。哎，你这个病秧子，当心喝太急了。怎么，瞧不起我们病秧子啊？那咱们来比试比试。你就是个病秧子，我会怕你？这酒也太辣了吧！一喝就不是什么好酒，没有我们扬州的酒清甜干爽。那好，那咱们就换一种喝法。这满柜子的书哪有好酒啊？你莫不是喝多了眼花？
这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书中还有好酒不成？娘子，猜对了。哎，且慢，娘子刚才不是说要比试比试吗？比什么？咱们就比比，用这青梅放在这2只碗中，若是娘子猜中了，那便我喝；但若是娘子没能猜中，那便娘子喝。我啊，可是火眼金睛，你输定了。好。来吧。这个。确定在这儿？这个。确定？就是它。娘子，你输了，喝吧。那肯定是这个。若是没能猜中，便要再喝一杯了。喝就喝。哎呦，不好玩，不好玩。我在家玩的都是投壶之类的游戏，真刀真枪的。你这些莲子果子，有什么意思吗？娘子喜欢玩投壶啊，那还不简单？你这也没有剑，也没有壶，怎么玩投壶啊？没有这些东西，我给你变出来就是。娘子，请吧。还挺有办法。中了，中了，中了！娘子，若我2只并头都中了，按照这投壶的规矩，可算是我赢。你投吧，我才不信你会中并蒂莲呢。那就看好了。哎呀，娘子，你又输了。哼，哎，今天运气真好啊！哎，原来没功夫呀！公子，公子，公子，你没事吧，公子？
公子，公子，你别死啊，公子！我不是故意的，你快醒醒，公子！怎么办呢？他是个穷兵之人，我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你是在为我伤心吗？娘子，你别哭了。娘子，是我错了，惹得你生气了。我才不是什么，我可不是那种任人欺负的弱女子。嫁过来给你冲洗，已经够气人了。这都怪我这身子连累了你。不过，你跟我想的不一样。你真是需要冲洗续命的孱弱公子。如假包换。看你又喝酒又投壶的，真是古怪。这人世间的事，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你反正已经嫁到戚府来，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不过你放心，我绝对不是冒牌的齐天磊。可是，我是冒牌的杜冰叶。倒是你，这扬州来的大家闺秀，怎会是如此做派？谁说大家闺秀就得摆着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习惯。就像你说的，这人世间的事儿，一句话两句话讲不清楚。我个性为何这样？日后跟你说。好，这样的性子倒也好。我也不喜欢那端着板着的大家闺秀做派。亥时二更，熄灯入梦。亥时二更，熄灯入梦。这时辰已晚了，你我就歇息吧。你自己先去睡吧。这洞房花烛夜，哪有一个人睡的道理？我刚来林州，水土不服，身子有些不适，所以还是各睡各的吧。定是他害怕与男子同床共枕。原来如此。这儿怎么只有一张床呢？这洞房内怎会放2张床榻？罢了。今晚我便睡在此处吧。那怎么行？要睡也是我睡。哎，我一个堂堂7尺男孩，怎么能让一个女孩子睡这儿呢？我堂堂一个巾帼女英雄，怎么能让病秧子睡榻上呢？不用再争了，我睡着。哼！微绿相追忆，一色流烟30里，竟无人怜惜。清尽出身风雨息，燕归落汤溪。一叹不知你归期，而叹忆往昔。两情纵难饮哭泣，时怪相思已无药可治。难忘当时为爱的坚持。两情纵难饮哭泣，时败在一念之间消失。弃恨至此都不是
和句子都不舍一叙。你不是睡觉吗？吓死我了！你就是个病秧子，我会怕你？你别哭！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堂堂一个巾帼女英雄，怎么能让病秧子睡榻上呢？你想干嘛？不干嘛。昨晚睡得如何？还行吧。还做了梦呢，梦到了扬州的灯会。倒是你，昨天晚上委屈你了。哪有？我在那儿睡得也挺舒服的。不过，倒是你们扬州这规矩有些古怪，你怎么穿着鞋子睡觉啊？当然是为了防你们林州人。防着林州人？愿闻其详。主要是防你。防我？我有什么可防的？防止你在我熟睡的时候往我身上塞小娃娃，那可就麻烦了。你这话是听谁说的？没人跟我说过，我自己知道。杜小姐，你尽管放心，若是我齐天烈趁人之危，你想怎样罚我皆可。那我就废了你。你要废了我？这自古女子出嫁从夫，不应该是温婉顺从才是吗？呸！烦都烦死了，出嫁从夫，真是不公平。自古以来，男子犯了错，女子得忍气吞声；女子犯了错，不管是多小的错，男子就任意妄为。娘子高论颇有见地。既然如此，那倘若我齐天烈犯了错，娘子就写封休夫书，把我扫地出门，如何？好啊，要是你犯了错，我就拿个大扫把把你扫地出门。好。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你，你是扬州本地人？当然了。那你会讲扬州话吗？扬州妹，品球喏，耍棍耍枪好把式，吃到小云霄，3文钱一亩。她一个大家闺秀，怎会知晓市井天桥的小吃价钱？快点，小姐她们已经要起床了。这是干嘛？手没事吧？没事，师傅给的灵丹妙药已经止住了。少爷，请吧。
请。小雪姐，快来一下。我自己会洗。窗台上有血迹，真的？我看看。快去告诉老太君，这样她可放心了。是。少爷、少奶奶，请你们俩用完早膳之后，去向老太君请安。好，知道了。会想，这将军府你不待，你要上哪儿去啊？我才不在这儿待呢，这比坐牢都难受。哎呦，说的也是。我听说呀，这府里都死了2位夫人了，吓得我呀，连夜都不敢过。哎呀，那陆小姐她怎么办呀？我呀，给她灌了睡眠散。他没有2天醒不来，能醒吗？怎么不行？哎，你走不走？自身都难保了，还管他干什么呀？走吧，走吧。奶奶，这齐府怎么清一色都是女人啊？阴盛阳衰。咦，你看看这个，刚刚还好好的，现在又咳嗽了。明艳，还不快跟奶奶奉茶？啊，天磊，快坐下啊！老太君慈眉善目，像是佛堂里的菩萨像。冰燕见了就想更恭顺一些，好好给您敬茶。老太君，请喝茶。哎，祝老太君福寿安康。小喜教我的词，我想不起来了，怎么办？
是吉祥话。祝老太君增福增寿增富贵，天光天彩天平安。好，我喜欢这句话。小巧，来，这是给你的。多谢老太君。奶奶，这新娘子头一回见你，自然是有些局促，还不快开口叫奶奶？多谢奶奶。哎，冰燕，那位便是母亲大人了。婆婆，请喝茶。祝婆婆福寿安康，青春永驻。好，娘也祝你们小两口啊，从今以后相敬如宾，举案齐眉。来，拿着。多谢婆婆。乖。还有那位，便是二娘。冰燕呐，你累了，去歇一会儿吧。有些礼数是不用的。那礼数也是不能少的。三少奶奶早生贵子。多谢二娘。快坐吧。生儿，不得对嫂嫂无礼。燕生，不许胡闹。小巧，你带他到外面去玩。是。二夫人，燕生虽然是个哑巴，但为人之母，你应尽守教养之责。如果任其这么疯疯癫癫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这一点，你应该明白。老太君教训的是，儿媳谨记。来，燕生。这老太君在里面说话呢，这里不好玩，到那边玩去。哎，燕生，听话，听话啊！柯少爷，柯少爷，您回来了，一路辛苦了。小巧，你怎么会在这儿？外祖母。哎，回来了，回来了，辛苦了。哦，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外孙柯世昭，这是你弟妹杜冰燕。世昭见过表弟妹，实在是因为昨日商务纠缠，所以没有赶上如此盛大的庆典，还望表弟和表弟妹能够见谅。表哥客气了。外祖母，齐家14家商行的账目均已理清楚，还望年老过目。老太君，请过目。好，这些都放到我房间去吧。世昭啊，坐。好。世昭和天磊都是我的心头肉啊。世昭父亲走得早，
母亲又不懂做生意，我就把她带到齐府里来教导。唉，天磊呢，身体不好，伤行的事又多，我就让世昭当了天磊的帮手。唉，我在想，总有一天，让世昭帮着天磊一起顶起我齐家的门户。世昭口齿伶俐，办事干练，这3年来为我齐家是尽心竭力，是个能堪大用的好孩子呀。您老过奖了，世昭不敢当。对了，世昭此次去福建，特意亲自选购了一件礼物，还望表弟与表弟妹能够笑纳。好漂亮。真是漂亮。漂亮。天磊，磊儿，天磊，天磊，天磊，慢点，没事吧？天磊怎么样啊？磊儿，天磊啊！这郎中可真奇怪，看病都不让人瞧。刘先生医术高明，只是看病的时候有个规矩，不许旁人瞧的。新夫人怎么还不醒啊？是啊，都睡了2天2夜了。新夫人真漂亮。是啊，真美啊。这是什么地方？夫人，这是荆州的将军府。梅香呢？张媒婆呢？不是说好了要回扬州的吗？夫人，他们已经回去了。回去了？是夫人，昨天走的。怎么就回去了呢？留我一个人。夫人真会说笑，花轿到了，他们自然就回了。夫人，请梳洗更衣吧。夫人，请梳洗更衣。你们不会将错就错，把我送到荆州去吧？哎呦，哪能啊！哎，小姐，您这一天水米未进的，我跟梅香去给你弄点吃的。以后的事儿啊，以后再说。不忙梳洗，也不必更衣。我要去见将军。夫人，将军此时不在府里。夫人，咱们府里规矩多，没有将军和李总管的允许，绝不可擅自乱闯。你们不必为难了，我自己去。夫人，夫人，你要去哪儿啊？夫人不可乱闯。他已经娶了2位夫人了，而且都是被他折磨死的。被总管知道怎么办呀？快去拦着夫人！
这可怎么办啊？必须马上告诉袁不屈，花轿抬错了，我不是李玉虎。快去拦着呀！夫人，别再跟着我了。怎么办？要不要追啊？快追啊！走，快走！天雷我儿啊，你可觉得好些了？母亲，孩儿有一事请求。只管说，你需要什么，娘立刻帮你办到。孩儿想在那张床榻上加置一床被褥。你们这新婚燕尔的，要2张床榻做甚？那娘何时才能抱上孙子呀？娘，孩儿需将养身体，仍需节制啊。将军，夫人认错了，我不是将军，是将军府的大总管李成。夫人，一路辛苦了。李总管，请问将军在何处？您暂时还见不到将军，他奉旨平西叛乱，戍守边城，已然出征去了。可我等不得呀。您是堂堂的将军夫人，自然应该在府中等候将军回来。将军临走时吩咐，让新夫人在府中静候，待他凯旋再行婚礼。可我根本就不是新夫人啊！此话怎讲？你们的新夫人是李玉虎李小姐，而我姓杜，叫杜冰燕。那天我们在扬州仙女庙上错了花轿。夫人，您当我是3岁的小孩吗？我没骗你，那天是李杜两家同时送嫁。好了，夫人，您不必多说，送夫人回房，要小心伺候。是。你，夫人请。你这是要干嘛？看招！嘿，这个你可玩不过我。哼，嘿，哎，以手持剑可是犯规啊！谁说我犯规？哼！哎呀，看来你的技术也不怎么样嘛。早着呢。嘿，嘿，我你这，你又来。干嘛？
看好。三少爷，谁啊？是我，我给您送药来了。三少奶奶，这线我自己玩呢。哦，哎，小小姐，你是奶奶屋子里的大丫鬟，又不是我屋里的人，怎么整天往我屋里跑啊？三少爷，药送来了。放那儿吧。三少奶奶，这药啊是一位名医的祖传秘方，18味药，味味珍贵。柯少爷为了弄到这些药啊，可费了不少劲儿呢。三少爷，您还是趁热把药喝了吧。三少爷。这是要三少奶奶喂呀。好，那我先把地给扫了吧。不用了，小喜会打扫的。出去吧。那我待会儿再来收药罐。你这是为何啊？这药啊，不可多吃，也不可不吃，有的药非吃不可，有的药不可去吃。什么意思啊？也没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呢，就是咱们出去散散心。好啊，好久没出去玩了。这儿呢。好漂亮啊！这什么地方啊？这是奶奶专门为我养病修建的花园。那个便是我为这花园题的字。季梯心花。你念什么？季梯心花呀！这么漂亮的园子，干嘛起这么古怪的名字？你笑什么？我说的不对吗？啊，对，你说的都对。去看看。4个字念错了一半儿，知书达理的杜小姐竟然成了白字先生，奇怪。不过，阿婷。
挺有意思。这亭子修的还不错。到了。这儿就是我的书房。如何？不错。对了，你看这4字怎么样？啊，可以。念念。金爵乐。这第3个字，它念台，金爵台乐，我认识，怎么可能有人连台都不认识呢？真好笑。是。你这个宅子这么漂亮，为什么建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多可惜啊！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在这儿呢，第一，可以看书写字；第二，这有一扇门，可以直接通到园子里观景。带你去看看。嗯。哇！你看，那儿便是观景阁。看见那个角了没？哼，真有意思，还有小鸟呢。还有这儿，便是我齐府的大门。走，过去看看。怎么了？这哪是风景，这叫煞风景。瞎说，此乃本楼一景，我特地将此楼修建在此。你这个人还真奇怪，喜欢看这些荒坟堆子。喜欢啊！我每观此景一次，便醒觉一次。面对此景，鄙人不敢有一刻松懈，所以，我才会在那边的牌匾上写上“金爵始乐”。不是台乐吗？哦，对，金爵台乐。对。你也过来歇会儿。你当真喜欢吃这梅子啊？身外黄金何足羡，一日清闲一日鲜。你有这干嘛呀？天机不可泄露。
红绫、红莲，夫人有何吩咐？今日花园赏景，你们不必处处相陪，让我随意一点，行吗？是，夫人。难道说这将军府对以前的2位夫人也是如此吗？夫人，请留步。红绫，你也是将军府的下人，怎这样没规矩，竟时刻管着当家夫人？夫人，您这是要到哪儿去啊？这个屋子是干什么的？我想进去看看。夫人，天色不早了，咱们该回去吃晚饭了。为什么害怕我进去？你们若是不说，我自己进去便是。夫人，总管大人交代，不许我们带你到这儿来。我就进去看一眼，若是总管大人问起来，全部由我一人承担。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他确实娶过2位夫人，据说都是被折磨死的。夫人，您不该出现在这里。李总管，我是怎么吩咐你们的？和他们无关，是我自己要硬闯进来的。夫人，您该回房歇息了。你，夫人请。哎，天磊，你现在是新婚燕尔，怎的，不与你的新夫人一起独处，却跑到我这儿来了？师父，现在确实是云遮雾障，疑点重重。此话怎讲？徒儿早就听说，这扬州的杜冰雁小姐与我同岁，自幼饱读诗书，温婉娴静。可现在这个新娘子，我这几天与她接触下来，发现了她不少破绽。她似乎比我小。虽说为人娇憨可爱，飒爽义气，不过肚子里却没有什么墨水。他居然把那寄唱心愿念成了寄啼心花，把惊觉始乐念成了惊觉台乐。这怂恿老太君逼我冲喜成婚，本就已经是居心不良了。你说他会不会又使了什么坏点子，把新娘子给调换了？哎呀，小喜，你快点儿！哎，小姐，你要端庄贤淑，你是大家闺秀杜冰雁呢，别露出马脚。知道了，我装样的功夫你还不知道吗？哎，小姐，哎呦，啰嗦！桑少奶奶，您来了，老太君在里面等着您呢，请。快，婆婆，特地在老太君边上给你留了位置，快坐。奶奶，哎，就等你了。今天呢，厨房备了谢宴，我们这些女眷啊，在这儿喝酒、对诗、拜拜月，好好的乐呵乐呵。天磊呢，身体不好，吃不了这些寒凉之物。世昭呢，商行的事又多，来不了，所以啊，这么多的螃蟹都归咱们用了。哦，对了，这螃蟹是从你家乡采买来的。正好让你回味回味家乡的味道。多谢奶奶。咱们冰雁啊，可是扬州第1才女，
要论起螃蟹的趣闻轶事，还得靠你来给我们好好讲一讲。婆婆、奶奶，冰燕愚笨，这奇闻异事的，我脑子里一时想不起来多少，但这民间流传的对子，我可知道不少。讲出来，您可别笑啊！哎，怎么会笑呢？都知道你是个大才女，从你嘴里说出来的，我都爱听。这圆瞪眼，口莫扬，煞是猖狂，皮有春秋，肚内黑黄，铁甲强熬，爪横芒，终不免包其折爪，拌葱姜。有意思吧？啊，有意思。从冰燕的嘴里说出来，那就是文采飞扬，别有一番风雅呀。是啊，奶奶，您快别夸我了。本姑娘幸好跟着爹爹经常去酒楼茶馆，这掌柜的吆喝声竟然也派上了用场。上谢八剑。狼牙锤、青龙勺、日月镊、凤池剪、青铜墩、乾坤斧、梨花针、柳叶瓜，七七八八的都是什么呀？这群人是不是吃饱了撑的？这用嘴吃，它不香吗？咱们齐家书香门第，如今老太君又得了冰燕这样的才女孙媳，不如咱们趁着佳节吃蟹饮酒，吟诗作赋，老太君可好啊？好啊，那咱们就以这席间蟹来作诗吧。要不我先来？好。到手就是稻子熟了，稻熟金秋蟹正肥，双熬如鲫挺清泥。好诗，好诗。那接下来谁来呀？老太君啊，不如就让三少奶奶先来吧，一边向我们展示展示扬州大家闺秀吃蟹的风雅，一边吟吟诗，作作对。方小巧啊，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冰燕姐姐，你可难死我了。腹有诗书气自华，咱们三少奶奶当然不让啊。这小斧头小锤子，这和杨威武馆里的家伙事儿没什么区别。那奶奶，冰燕献丑了。来，哼，白燕剪尾横扫腿，飞棍撞中，挺胸扣。垂手破敌，哼，穿心追。舌剑唇枪，蟹纵横。好，英气十足，有几分英雄气概。就是怎么草莽气重了点？哎呀，既是配着拆蟹嘛，
那自然应该草莽气些，狂放不羁些。哦，那怎么听着好像有那个武功的招数呢？啊？老太君，我们家老爷总是教导小姐，说这女孩子呀，也该有心胸宽广，有大江大河的气度，不可以太闺阁胭脂气了些。所以呀，才让我们家小姐自小读了许多边塞诗，这文风嘛，自然就好卖了些。对，奶奶，我可喜欢边塞诗了。想不到咱们三少奶奶还有些侠女气度。那是，巾帼不让须眉嘛。老太君，这屋外各类品相的菊花已经摆好，各位不如先移步屋外赏菊作画。好啊，那走，到门口去看看咱们家的菊花去。冰燕啊，老太君当年可是出了名的名书画匠，你也是扬州的大家闺秀，想必这琴棋书画应该也是样样精通的。今天啊，可得给我们好好的露一手。哎，你就画那朵白凤明珠吧。行。好，咱们各自画起来。好。当闺阁小姐可太难了，小姐，你可得挺住啊！这鲤鱼打挺我挺得住，这咬文嚼字，哎，我尽力吧。菊花呀菊花，你是白凤明珠，我就是晒太阳的小黑虫子。早知道爹爹让我上学堂的时候，我努力一些就好了。老太君，您这点绛唇真是惟妙惟肖，看着可真是雅致呢。三少奶奶也画完了。哦，那大家都来看看冰燕的画吧。奶奶，其实我不擅长画画。无妨无妨，都是一些逗乐子的玩意儿。让为娘先品一品。哎呦，冰燕呐，你这印章式的笔法可是如何画得的呀？您快瞧瞧。哎呦，哦，这风格奇特，与众不同，别有一番景色呀！好，好，拿近些，让我仔细瞧瞧。这，哎，奶奶，我都有些饿了。哦，哎呀，刚才净顾着画画对诗了，没让他吃东西。好，你想吃什么？奶奶带你去。我呀，想吃糖醋小排。
红烧肉。好，糖醋排骨、红烧肉，厨房上。生儿，快来，小心奶奶。哎，好嘞。父母大人，膝下敬禀者，二老万万不会想到，女儿被错嫁到荆州袁将军府，犹如陷进牢笼之中。不孝儿，冰咽叩首。就算没有生错花轿，被嫁去林州齐府，给一个活不了多久的病秧子冲洗，结果又会好到哪儿去呢？也不知玉湖妹妹那边怎样了，莫不是也和我一样，去了林州，也进了火坑？玉湖妹妹，你可还好啊？唉，真是太无聊了。再在这个府里待下去，我这满身的功夫就要白费了。唉，哎呀，小姐，小姐，你记住，你现在的身份是从小饱读诗书、温柔娴静的杜小姐，哪里会舞什么剑啊？我都好久没练功夫了，手脚痒痒。哎呀，手脚再痒也不行，这万一要是露出马脚了，可怎么办呀？真是太大意。哎呀，好了，我知道了，以后不练了，不练了，走。哎，你是小姐，我是丫鬟。行，我端着行吧？这还差不多。哎，我们去那边坐吧。丫鬟不像是丫鬟，小姐不像是小姐，有意思。小姐，咱们从扬州来到林州这么久了，你觉得这齐府怎么样？怪。那齐三公子呢？也怪。那个哑巴小谁啊？猜猜看。是湘云吗？不是。爱珠？也不是。宝珠？更不是了。哎呀，我猜不出来了。燕生小姐。多谢。这燕生小姐是个好姑娘，只是可惜了，是个哑巴。
小喜，我觉得这齐府上下怪得很。这当家的是老太君，府里唯一的小姐是个哑巴，但疯疯傻傻的还蛮可爱的。府中唯一的公子呢，又是个病秧子。可是他这病吧也古怪，说发就发，说晕倒就晕倒。你看着他快死了吧，可一转眼人就又好了，说起话来嬉皮笑脸的，不知道说的真话假话。小姐，你可真是快言快语呢。三少奶奶，三少爷说有急事儿找您。急事儿？有什么急事儿啊？此事呢，说急也急，说不急也不急。少卖关子了，赶紧说吧。是这样，你来咱们齐府呢也有段日子了，我们也理所应当派人去扬州一趟，一来是报平安，二来也是向岳父岳母表达一些敬意。你意下如何？可以啊，你安排吧。这礼物呢，我已经备好了，这是清单，你看看还需要增添点什么？这些差不多就行了。好。哦，还有，这信我也写好了，不过我着实不知道岳父岳母姓甚名谁，名字是哪几个字，所以还要劳你这个当女儿的亲自写了。写吧，小姐。请吧。请吧。少爷啊，在扬州的时候，我们家小姐读书写字，从来不叫别人伺候她的呀。她呀，只喜欢让我陪在她身边，因为呢，只有小喜一人知晓，我们家小姐她写字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墨研得浓浓的，这样写字才好看，你说是吧？我们家小姐啊，可写得一手好字呢。是吧，小姐？小喜，我看你就别啰嗦了，赶紧让小姐快点写吧。哎，别废话了，我写什么呀？哦，哎，小姐，这封信应该是你们夫妻两个写给扬州的第一封信吧？那依我看呢，这个信封应该你们夫妻两个一起写。小姐，你呢就写老爷杜之祥，少爷你呢就写夫人王桂花。什么祥？哎呀，不对，应该男的写男的，女的写女的。小姐，你呢就写夫人王桂花。少爷，你呢就写老爷杜之祥。哎呀，行了，小喜，知道了。哪能像你这么写信啊？我自己看着办吧。
杜之阳，这3个字写错2个。少爷，你找我？今天叫你来呢，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方才见你研墨，发现你是个聪明的姑娘，非一般丫头能比。我想以后就专门让你在书房伺候。啊，我在扬州的时候啊，就是在书房伺候的多。哦，那你识字？识啊。小姐教的？对啊。那你会写字吗？会啊。小姐教的？是。行，那我考考你，既然你是扬州来的丫头，你就背诵一首扬州的民歌吧。哎，唱起小调歌儿多，灯草调下砸坏锅。家里看见驴生蛋，外面看见马做窝。这讲的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个啊，是我们扬州的民歌，名字啊叫《撒谎经》。撒谎经？你们扬州城里有个撒谎经啊？小喜，我看你就是那个撒谎经吧？我怎么是撒谎精呢？你当然就是撒谎精。你左一个小姐教的，右一个小姐教的，可你家小姐写的字东倒西歪，你倒是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少爷，这是因为小姐那天啊，她出门的时候，她的手被门给夹了，所以她写这个的时候啊，那个手就哆哆嗦嗦的。住口！你很聪明，一边研墨一边告诉人家，杜小姐的父亲叫杜之祥，母亲叫王桂花，可人家偏偏不领情，把杜之祥3个字写错了2个。你说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女儿，连自己父母的名字都不知道，你告诉她还要写错？人家拿着竹片当宝剑，想在花园里舞一舞，你还跑过去劝阻，叫人家扭扭捏捏的走碎步。没想到我在旁边看得一清二楚啊！大胆丫头，竟然敢冒充杜老爷的人混进齐府！少爷，我不是冒充的，我是杜家的。杜小姐她不是杜家的。哎呀，我是说李小姐她不是杜家的。赶紧说出实情。哎呀，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扬州城杜府和李家同时嫁女，不知为何2支送嫁队伍跑了一起。更离奇的是，出了城门天就变脸，一场暴雨让2家的送嫁队伍不约而同地躲进了城郊的仙女庙。小姐，外面雨太大了，咱们在这避避雨啊！哎，小姐，快走，强盗来了！李小姐就是这样阴差阳错，错上花轿嫁到林州的。本来她是不肯来的，但是我们跟她说，她和冰燕小姐是同病相怜。李小姐是个豪爽脾气，见不得我家杜小姐遭罪，这才答应来这边做这个冒牌的3少奶奶，替我家小姐挡过一劫。少爷，李小姐是个侠义心肠的好人啊，我求你千万不要怪罪她。起来吧。是少爷。你方才所说之事，除了我之外，不可以告诉任何人。从今往后，你在府上少说话，
多做事，谨慎小心，不可露出任何马脚。是少爷。还有，此事也不可以告诉三少奶奶。你若是敢走漏半点风声，严惩不贷。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这杜冰雁是假的，但这新娘子却是真的。她来咱们齐府，替杜冰雁受罪也是真的。徒儿也的确是动了些私心，只是不知道这真的杜冰雁到底是被错送去了荆州，还是被送回了扬州。十有八九是去了荆州。如果送去了扬州，杜家应该早就把人送回来，要求重办婚礼了。师父所言在理，也不知道这真的杜冰雁被错嫁到了将军府，又会弄出些什么故事来。要想知道荆州那边的情况，倒也并不难。我的外甥沙平威正是原部区部下的一名小将，他多次来书信，要我北上荆州，帮他一起救助受伤的伤员。我原已决定近日北上荆州，既如此，等我到了那里，便将杜小姐的情况一探究竟。那可真是太好了。师父，若你有什么情况的话，请立马告诉我呀。那是当然。只是天雷，你切莫忘记我平时对你嘱咐的话：不图财，不图名，不近色，不可乱了分寸。是，徒儿谨遵教诲。好，那我即日启程。红莲、红玉，你们可知道将军的2位夫人是怎么死的？不知道，我们来的时候，将军夫人都不在了。那将军，你们总该见过吧？见过。你们害怕他吗？将军在外领兵打仗，我们平时很少见到他。我见过一次将军。那天我正在擦拭花瓶，将军怒气冲冲突然进了花厅，吓了我一跳。我一个没拿稳，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然后，红玉，往下说呀。我回房。是夫人。我这儿没什么事了，你们忙你们的去吧。是夫人。我得尽快见到袁将军，把错抬花轿的事情告诉他，让他把我送回扬州。进。夫人请用莲子羹。红玉，刚刚你说将军忽然进了花厅，吓得你把手中的花瓶都给打碎了。那然后呢？将军是罚你了，还是骂你了？
既没骂也没罚，只是说这丫头，我又不是老虎，怎么怕成这个样子？说完就走了。将军当真这么说？头一次见将军啊，谁都会害怕的。其实他外威里善，人挺好的。红玉，你可知道将军的军营离这儿远吗？我没有去过，只是听营里的将士说，骑上快马，当天可到。当天可到？是的。你先下去吧。是。当天可到。夫人，李总管让我们给你打开衣柜。夫人，请看，管家说这些都是将军吩咐给您准备的，让您任意挑选。这些是？都是将军往日穿的便装。夫人日后与将军同住，管家便命我们把将军和夫人的衣衫放在一处了，方便您和将军取用。红莲啊，帮我准备剪刀和针线，这件衣服的尺寸不对。夫人，您告诉我，我找师傅改。不用了，我自己来。是。观察了几日，该是这个时辰换职了。红莲，怎么了？这都大晌午了，夫人还是卧床不起，不知道是不是身子不适啊？快去看看。夫人，夫人，夫人。大总管，大总管，都带人巡过了，将军府上上下下都不见夫人的踪影。什么？房间、花园哪儿都找过了，可是夫人不见了。来人！大总管有何吩咐？骑快马，带上夫人的画像，往南边扬州方向，快追！是。路上干什么去？回娘家。回娘家。啊。走吧。哎，谢谢。来下一个，出城干什么去？回家看孩子。走。下一个。哎，出城干什么去？军爷，我去城外做点小买卖。小买卖。走吧。哎。下一位。叫什么名字？出城干什么去？小的名叫杜宾，家住城外，赶着回家呢。小娘子，邓兔子，看什么看？赶紧走，赶紧走！哦。下一个。哦。出城干什么去？我出城买些药。买药。啊。走吧。哎。客官，您请坐。谢谢。哎，您请。
大叔，请问这儿去边城该怎么走啊？出门向西，路不太难走。只是那边在打仗，你去那儿做什么呀？哦，我是去看望兄长的。我兄长在军营为国效力。听你这口音，像是扬州一带的人吧？大叔真是好耳力，在下正是扬州人士。我看你年纪轻轻，长得又十分文弱，独自一人出门，路上可一定要多加小心呢。多谢大叔关照。啊，到了。哎呦，哎呦，我的脚啊！哎，老人家，我这个可没碰到你啊！你在这讹谁呢你？这位娘子，不是我要讹你，是我的脚真的扭伤了。我家就在前面不远的2里地，你行行好，用马车送我一程好吗？不行不行，你得把话说明白了，不然让别人看见，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我这分明没碰到你嘛！你这脚扭伤可不关我的事啊！哎呦，我的脚啊！人老人家也不容易，你好言好语劝劝，给人送一程得了，别这么泼了。凭什么呀？啊？凭你倒霉呗，谁让人家倒在你前头了？能送就送呗。去，喝你的茶去，这有你什么事儿啊？有能耐你自己去送他，站着说话不腰疼。大叔，我先告辞了。好。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哎，不关我的事儿啊！婆婆，快起来！婆婆，我送你回去吧。那太谢谢小公子了。走吧，慢点。慢点啊！慢点。哎，前面2里地那村子，我经常去收粮食。这老人家我怎么没见过呀？是啊，我好像也没见过。走，这像女孩的书生要出事。哎呀，慢点啊，婆婆。这一路上多亏了你了。没事。这就是我家，小公子，快进去坐坐吧。不用了，婆婆，我还要赶路呢。你快进去吧。哎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哪有恩人到了家门口不进去的道理？真的不用了，婆婆。走吧。真的不用了，谢谢婆婆的好意，我就先走了。你进了我的院子，踩了我的地面，别想这么便宜的离开。小公子，你这细皮嫩肉的，我看像个女孩呢。婆婆，婆婆放过我。小公子，我劝你识相点，把银子都掏出来。我所有的银子都在这儿了。就这点儿，你糊弄谁呢？听到没有？银子呢？银子呢？你干什么的？路过的郎中。郎中？我看你是找死！当家的，大侠，大侠饶命啊！大侠，大侠，放过他们吧。你们2个以后不许再做恶事，滚！哎呦，当家的，
怎么，不认得我了？大叔，刚刚我还在提醒你，怎么这一会儿的功夫就掉到这狼窝里来了？惭愧。其实这也不能怪你，谁又能想到呢？那可怜的老妇人竟是这恶人所化。怪啊，就只能怪你太善良了。多谢大叔救命之恩，在下感激不尽。不必客气，但是需要谨记，日后出门在外，凡事要多加小心呢。哎，大叔，大叔，我这也不知道去边城还有多远，我一个人实在是有些害怕。公子不必担心，实不相瞒，我也是赶往边城的。真的？那大叔可否同意让在下与您一起同行呢？好。太好了。你去边城看望兄长，我去军营救死扶伤，我们两个结伴而行，路上还能有个照应。我有个大外甥啊，是袁将军部下的一名小将，他把我介绍给了袁大将军。我每年都会去往军营住上一阵子，路上呢又遇到了你，咱们两个也算是有缘分了。哎，不知公子尊姓大名？哦，我姓杜，单字斌，文武斌，您叫我杜斌就行。杜公子，在下刘若谦。哦，刘大叔，刘大叔，我听说军营的戒备森严，是这样吗？这倒是。即便是亲戚的话，也不能擅自闯入军营。啊，那岂不是，就算我到了那儿，我也进不去啊？这可怎么办啊？刘大叔，不如这样吧，我看你啊是一个聪慧的读书人，刚才虽然是你被骗，关键时刻你依然挺身而出，颇有我为医者悬壶济世的样子。我就收你为徒，你以医者的身份进入军营，这样你既可以寻找你的兄长，也可以学到医术，岂不是一举两得呀？真的？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来，快快请起。收拾东西，咱们即刻启程。师傅。有位进教，可算来了你。哎呀，舅舅，我都快等死了，我等您都快等出相思病来了。胡说什么呢？哎，这位小兄弟是？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外甥沙平威，这是我的徒弟杜斌。哦，这位小兄弟长得怪可爱的，白白嫩嫩的，真招人喜欢。对了，舅舅，昨日一仗我们杀敌300，但是我们自己也损失了30，军中的大夫人手又不足，袁大哥发脾气了，说再治不好这帮重伤员，就要了他们的脑袋。袁将军果然残暴。你说什么？哦，我说，将军果然厉害。那当然了。哎，舅舅，幸亏您来了，这帮重伤员算是有救了。走，我先带你们去看伤员。走。钱军医，钱军医，按这个单子去拿药。好。
支前面，这边。哎呀，绷步，绷步。师傅，哎呀，慢点儿，快去拿止血药。止血药？这边这儿呢。倒一下。止血药。师傅。过来，帮我摁着，双手，我用力，摁住了。弟妹，表兄，世昭唐突了，还望弟妹海涵。天磊没有陪你一起吗？啊，在屋里呢。天磊近来身体可好啊？也还行吧。我正好有些事，是关于天磊，不知可否借一步说话？行。来，弟妹，坐。弟妹，我们天磊自幼身子羸弱，前几年更是大病缠身，幸好有一个刘大夫。他虽然医术有些古怪，不过的确是有些本事。天磊吃了他的药，气色有些好转，不过日后还需要弟妹多多照应。这外祖母虽然让我帮忙打理齐府家业，不过也是为了等到天磊康复之后，好好接管齐府的家事。我柯世昭乃是一介书生，如今这齐府的大事、小事、家事、商事，也的确是让我力不从心啊。老太君是我的外婆，也是天磊的奶奶。虽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老太君对我俩也是同样喜爱。不过，这齐家的骨脉相传是天磊，而并非我世昭。待到天磊身体痊愈，能够支撑起这个门庭，那我世昭也便要回到江州去了。给柯少爷、三少奶奶请安，我来给三少爷送药了。他不在吗？啊，屋子里呢。以前呢，三少爷就喜欢一个人闷在屋子里，可如今三少奶奶您来了，这三少爷的脾气啊，肯定会慢慢改了的。小巧，三少奶奶乃是有心之人，不需要你来唠叨，还不快给三少爷把药送过去？柯少爷，这您就不知道了。自从咱们三少奶奶嫁入齐府，小夫妻俩那叫一个伉俪情深，这药啊，都是咱们三少奶奶服侍三少爷喝下的。弟妹啊，天磊这身体还需要你多操点心，多费点神。哦，对了，我明日要去外地10几家商铺去巡查，你有什么需要，也可以去找小巧。找我？对，三少奶奶有什么需要，吩咐我就行。师傅，你可真神，这还不到3天呢，这么多伤员都被你给治好了。你和师傅配合的也好，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日后啊
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郎中。哦，对了，师傅要嘱咐你一下，这个是麻沸散，药效十分的好，伤者一闻立刻就会晕倒。你啊，一定要把这个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去看一下伤员。杜宾，这么认真，干嘛呢？我碾药呢。这么辛苦，犒劳犒劳你，吃个果子。吃啊！来，拿上，吃。我今天早上刚摘的。杜宾，你吃果子还这么细致，跟个小姑娘似的。我去搜了各个兵营的花名册，好像都没有你哥哥的名字。啊？没有？哎，要不然这样，你呢，让我去见见袁大将军，问问他是不是知道。最近，你就别见他了吧。怎么了？一来最近战事烦乱，二来他府上出了点事儿。啊？什么事啊？我其实不该跟你说的。哎，他在扬州娶了个媳妇儿，但是那个女人好像耐不住寂寞，还没跟我大哥见着面呢，就已经从将军府逃跑了。居然还有这种事呢？可不是嘛！所以我大哥现在是又忙又气还烦。哎，你最近啊懂点事儿，千万别去招惹他啊。杜宾，你也别愁眉苦脸的。这样，等过了这段时间，我大哥不忙了，我帮你再问问他。咱们也可以先打听打听你哥哥的消息。如果实在是找不到，咱们两个义结金兰。我愿意当你哥哥。我在家里排行老4，上面有3个姐姐，下面有1个妹妹，我可太想要个弟弟了。沙小薇，你舅舅还等着我给他送药呢，我先走了啊。哎，不是，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下次再说啊。不是。想什么呢？没想什么。瞎说。我这2天看你一直神色恍惚，闷闷不乐。说说吧，想什么呢？都跟你说了，没想什么。你又在想你哥哥的事儿啊？我都跟你说了，找到哥哥之前呢，我就是你哥哥。走，哥哥今天带你去个好地方。什么好地方？人间仙境。哎，我还有活没做完呢。着什么急呀？回来再做也来得及。我真没做完。等等。啊？我看看。我……哎，别动！你这个手怎么软乎乎的？怎么像个小姑娘似的？什么软乎乎的小姑娘？你别胡说！我去还不行吗？这还差不多。怎么样？这个地方我一个人发现的，谁都不知道。是吗？这边境居然有这么美的地方，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嘛！没骗你吧？我一个人没事的时候，就经常过来洗澡啊、滑水啊什么的。哎，杜宾，啊，你会不会滑水啊？不会。不会？
没事啊，我教你。喂，评委，你干什么呀？划水当然要脱衣服了。哎呀，你别脱呀！不是你怕什么？都是大老爷们儿，又没女人在看。我可不看。对面，我扎个猛子给你看看啊！我不看。评委，你快听，是俊浩。这是有急事啊！杜宾，我不跟你多说了啊，对不住，等会你自己原路返回吧啊！哦，先走了。这也太神奇了吧！这样一来，我不就成了千里眼了吗？这个呀叫西洋千里镜，能把远处的东西挪到你的眼皮子底下来。是福建的一位客商送给老太君的，老太君送给了我。太好玩了！咱们祈福啊，好玩的东西那可多了去了。好玩的东西，给我瞧瞧。你先别着急啊，我先把话说在前面。咱们祈福呢，有真好玩的，有假好玩的，还有不好玩的和不能玩的。不能玩的是什么？这个嘛，今天就先不告诉你了，日后再慢慢跟你说。哎，你可别哼哼啊，这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呢。天雷，你快过来看看，怎么了？这不好玩的东西出现了，快过来！那边。打，狠狠的打，打死他！打，往死里打！停，拉起来！小兔崽子，我看你还往哪儿跑啊？你倒是跑啊！就你这样的，也要见老太君？啊！打死你！嘴还硬是吧？打！打死他！叶生，走，住手！谁呀？三公子，王胡子，你们为何殴打这个少年啊？三公子，这野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来我们齐府门口就要往里闯，还说要见老太君。我拦着他，他就破口大骂。破口大骂？他都骂谁了？这小子狗胆包天呐！他大骂柯少爷。骂柯少爷？那还真是狗胆包天啊！他都骂了些什么？他骂柯少爷，他骂的什么我忘了。骂的什么呀？三公子，他骂的实在是太难听了，小的不便再说。没事，不便说，那便不说了。你为什么跟我们齐家过不去啊？还挺硬。
胡子，哎，你把他交给我，让我来盘问吧。这怎么？我说了，你们怎么都不动啊？哎，三公子啊，您体弱多病，您就甭费这个心劳这个神了，这件事就交给小人好了。走，走。等等，王胡子，你是觉得我做不了你的主？三公子啊，这府上的事儿一贯都是柯少爷打理的，如今他去外地巡查商号去了，不在家嘛。柯少爷不在家，我祁三公子不是在家吗？三公子啊，这府上这些事儿吧，一贯都是……咱们还是等柯少爷回来吧，听听他怎么说。你这人，废话可真多。少奶奶，您初来乍到，不太了解府上的情况，我劝你还是别管此事的好。巧了，这事儿本少奶奶管定了。哎，少奶奶，听我的话，没错。折了，疼！听少奶奶的话，没错。走。你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刘先生留下的太和丸，对于治疗跌打损伤有奇效。叶生，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不必害怕，你说说你是哪里人？那你为何在大门口辱骂柯世昭呢？你不必害怕，这是我的书房，你尽管大胆地说。燕生，你不必比划了，他看不懂。我妹妹的意思是说，她看见你在大门口被别人殴打。你既然是来找老太君的，就定有要事要禀报。王胡子不让你见他，我是祁三少爷，你告诉我也是一样的。若有隐情，我定会向他转告。其实，我有隐情。有人说，你们齐府的长侍是老太君，于是我便做苦主，只求老太君给我个公道。可是还没有见到老太君，就遇到了一群刁奴，他们把我拦到门口，打了下来。原来是这样。你放心，我们和那群坏人不是一伙的，不然也不会把你救下来。你要有什么冤情，大胆说。娘，你们死得好惨。小兄弟，不要着急，慢慢讲。我叫季敬堂，江州人，从小与爹娘经营着一家药馆。
这是我和干娘住的地方，你们先稍等会儿。娘，娘，娘，你这是怎么搞的？你去祈福了？没事儿，娘。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这二位是？这位是齐公子，这位是齐公子的夫人。祈福的人，谁让你把外人往家带？娘，娘，三公子，实在不好意思，我娘就是这样，她刀子嘴豆腐心，但其实是个大好人。她只是听说你们是齐府的人，以为跟柯世昭是一伙的，所以才会这样。你们别介意啊。没关系，我有个办法，不然公子和夫人先回避一下。好。娘，你开门啊！我告诉你，齐家的人就不许进来。娘，齐公子跟柯世昭真的不是一伙的，要不是他们在，还是今天命就丢到那儿了。你再不开门，我可就走了。静堂，娘，哎呀，你个臭小子，吓死我了！那二位先请进吧。医师，快快！先放那儿，马上就来。好。来伤员了，杜宾，来用麻醉伞。来，让一下。忍着点啊，很快就好了。你觉得寂静堂说的可都是真的？这柯世昭和寂静堂都是江州人，他们说的是真是假，去问问江州百姓，不就一清二楚了吗？有道理。不过，杜小姐，你是个心直口快之人，在事实未弄清楚之前，你还需……钥匙就先放在我这儿了，在我未开锁之前，还请千万不要提起此事。你们这府上待着可真无趣，我就玩了一下西洋镜，就看到如此不愉快的事情。那就别玩这西洋镜了，走，带你去玩个更好玩的。这个叫西洋万物镜，可比你那西洋镜神奇多了。它想看哪儿就看哪儿。真的？我先给你试试。那咱们先看哪儿呢？咱们就先看看扬州吧。扬州在哪儿呢？哎，到了，这就是扬州。这是哪儿啊？门儿还挺大的。扬威武馆是我家哦。哎，还出来了一个老头，看起来还挺威武的，那应该就是馆主了吧？他身后跟着的那位就应该是夫人了。哎呀，
不好了，这武馆着火了！啊！好多人救火都扑不灭呢。哎，怎么好端端的着火了呢？这馆主不听夫人规劝，冲进火海里去了。啊！这夫人也晕过去了。哎呀，你给我看看！哎，在哪儿啊？哎，你再仔细看看。哎呀，什么都看不见啊！就在那里面，你肯定能看到的。在哪儿啊？在哪儿啊？就在前面呢。他们俩，他都进去了。他夫人还在门口晕着呢。快点，你肯定看得见。哎，你不是杜小姐吗？怎么成了武馆馆主的女儿了？据我所知，这家武馆馆主姓李，那你就应该是从小习得一身武艺的李玉湖李小姐了。没错。我就是李玉湖，你要怎么样吧？我不把你怎么样，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实话跟你说了吧，我来你们齐家，就是代替冰燕姐姐受罪来的。我还就喜欢你这样的英雄气概。媒婆都跟我说了，等你死之后，就把我送回扬州。不得了啊！不得了，咱们齐府又多了一个盼着我死的人。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想让你死，我想让你活着，然后跟冰燕姐姐换回来，把你还给她。武馆馆主的女儿果然大度，就那么舍得把我拱手相让。舍不得，但我弟弟跟我说过了，君子不应该惦记别人的东西。你原本就是冰燕姐姐的丈夫，我虽是女子，也不该惦记。那如果袁大将军就偏偏看上了杜冰燕呢？不可能。那万一你的冰燕姐姐偏偏就看上了袁大将军呢？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哎，你可别把话说得那么死。这世间男女情爱，最是琢磨不透，都是上天注定的。哼，我冰燕姐姐可是天上的仙女，她才看不上爱舞刀弄枪的大将军。那你喜欢拳脚功夫，不也让我这个齐三少爷心心念念吗？反正我跟你打赌，冰燕姐姐是不会看上袁不屈的。好，那就打这个赌。若是杜冰燕看不上袁不屈，那就算我赢，那便罚你3000两，8抬大轿把我送回扬州。好。那若是杜冰燕看上了袁不屈，二人将错就错，喜结良缘，那就是我赢了。那若是我赢了，我就要怎样？我就要你这位爱打抱不平、仗义相助的扬州李玉湖李小姐嫁给我。鸟语花开春空气，为一缕香追忆，一色流烟30里，竟无人怜惜。清尽出身风雨息，雁归落汤溪。
到军营这么多天了，连袁不屈的面都没有见过。他现在长什么样子我都不清楚。如果再这么拖下去，该如何是好？将军呢？将军不是得胜回营了吗？不是他们刚刚都过去了吗？大将军打了胜仗回来了。终于回来了。大哥，看什么呢？我瞧湖水是从那片山石中流出来的，为何没有标注？那就是一座小矮山，那儿也有我们的人坐岗上。勘探过吗？水里啊？那没勘探过。那若是敌军从水道过来，那岂不是能直接绕过我们岗上，直奔我们大本营了？湖那面是悬崖，人不可能上得来。你又没勘探过，你怎么知道过不来？周大夫，这么晚了还没睡呢？哦。哎，大哥，我去湖边看一下。要不要我陪你啊？喝你的茶。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低鸣。一座城，一身情，一曲相思锁一心。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夜雨伴随扬州行，一人撑伞两肩并，花瓣飘零，是弥漫天这里是军营重地，女子禁属，你是怎么混进来的？你是谁？从哪儿来的？速速招来，莫让我动手！你先让我把衣服穿上再问，不行吗？还想跑？你是谁？快说！我是将军夫人。你说什么？
这难道是在做梦吗？不是在做梦。你是谁？快说！我是将军夫人。沙校尉，沙校尉，说，将军好像有心事。领兵打仗当然有心事了。不，我一早就看见将军坐着发呆，连早饭也没吃。这女子究竟是什么人？大哥，大哥，你真有心事儿啊？我能有什么心事儿？你之前答应我的事儿，是不是忘了呀？什么事儿？就我那个杜小弟，想见你。谁？杜小弟？对，就是我舅舅的那个小徒弟。告诉他没时间。大哥，人家都等你好几天了。哎，你是不知道，这个杜宾长得眉清目秀的，跟个瓷娃娃似的，脑袋瓜还特别机灵，聪明伶俐，人还特别好，对咱们的伤病悉心照顾。你就当是给你小弟一个面子，帮帮忙，见见他。啊，大哥。好，见。好嘞，谢谢大哥。哎，杜宾。哦。你不是一直想见袁大哥吗？我都跟你说好了，现在走吧。现在？对啊。可是我还没准备好呢。你要准备什么呀？我大哥又不吃人。快点，走了，快点儿。不是，你这……哎呀，这军营重地，不可勾肩搭背。你这一惊一乍的，怎么跟我大哥似的？沙校尉，敌军来袭！杜宾，先回去。全体集合，快点！敌军共有4支部队，现左中右3支合围，还有1支去向不明。
没事。当心！杜宾，脱去他的衣服，清理伤口，咱们准备拔剑疗毒。还愣着干什么？脱衣服呀！哦，快！哦。用剪刀。杜宾，好，麻飞伞。哦，剪刀给我。还想跑？你是谁？快说！原来是他。哎呀，别捂着了，起来起来。让开让开！到底怎么回事？哎，是，东西就不救他，将军仁义，换了谁都会救。是吧？是不是以为被将军害成这样？嘿嘿嘿，哎，行，嘿嘿嘿，哎呦，少爷。您回来了，来，这边，哎，您可回来了。小爷有个事儿啊，想向您禀报一下。前些日子吧，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个野小子，就来咱们齐府门口要见老太君。我这一听他口音，完了，是从江州来的，便想着是不是跟少爷您在江州那边的事儿有关。那我哪敢让他见老太君呢？
然后我就给他拦到咱们齐府门口。那谁成想，那小子在咱们齐府门口骂骂咧咧。江州，哼，他只不过是江州的一个小泼皮罢了。你们如何处置他的？那我能放过他？打得他鼻青脸肿，哭爹喊娘的。只不过后来吧，就三少爷路过，给他放跑了。三少爷，三少爷可是听那小泼皮胡说八道了些什么？没有，不过就是问问他骂了些什么胡话。你告诉他了？那怎么能？那事关少爷您。所以三少爷只是把他训斥一番，然后当着你们的面把他给放走了。不是，是把他叫到府内，然后训斥一番，然后撵走了。多此一举。哎，谁说不是？我跟你说，这事儿要搁在我王胡子身上，对，这事儿要搁在我王胡子身上，我绝对不能让他踏进齐府半步。你说是不是啊，少爷？好了好了，以后要是再遇到这种事，不许旁人插手，尤其是三少爷，记住没有？记住了。少爷，我还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我觉得三少奶奶会武功。哦，可以见得。少爷，您忘了，小的会瞧，甭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会武功不会武功，他往那儿一走，我上那儿一瞧便可知晓。好了，到此为止吧。小姐，小姐你慢点儿。哎，你慢点，小姐。小姐，小姐。柯少爷，您回来了。表弟妹，近来身体可好啊？啊，冰妍安好，表兄可好？还好，我……小喜，咱们炉子上是不是还有补品来着？得赶紧回去了，不然就坏了。表兄，我还有事，先走了。当初怎么道歉有什么用啊？叫你伤那么重，都是他。小小，都是因为我太冲动了，落入了圈套。我大哥在。将军是被敌军的冷箭所伤，你已经奋力杀敌，怎么能怪你呢？小小，我大哥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将军已经没事了，大家都散了吧。多谢舅舅。幸亏你医术高明，才能救得了我大哥。评委，先起来，让舅舅看看伤到哪儿了。这是。舅舅，我日后一定精进武艺，护我大哥周全。评委，你听舅舅说，战场上瞬息万变。而且敌军十分叵测，这不能怪你呀。好了，舅舅给你上药，走，走。
你是新来的？之前怎么没见过你？我是医徒杜宾。就是沙平威经常跟我提起那个杜宾。正是。怎么长得像个姑娘？哦，将军，您伤还没好，快坐呀！快请坐。你把头抬起来，我看看。我是不是见过你啊？是吗？哦，是的。在哪儿？就是那天，您忘了？您得胜回营，我跟着营里的弟兄们去广场上欢迎您。那个时候您在马上，我在马下，您好像还跟我点头示意呢。啊，将军，您该喝药了。那个，将军，我看您还是需要静心休养。我师傅他等会儿就来，我还得回去熬药，我就先走了。哎，杜宾，你先别着急走，过来坐一会儿。坐吧。将军，我就不做了。听你的口音，扬州人。是扬州人。扬州有个扬威武馆，你知道吗？知道。扬威武馆嫁女儿的事，你听说过吗？那我没听说过。那个，哦，我家住在城东，那个扬威武馆离我家远着呢。这样，听评委说，你这次随师傅来军营行医，还想顺便找兄长。我兄长，他叫杜奎。我这支队伍当初招募的时候便在北方，大多招募的都是当地士兵，因为距离南方比较远，投军不易，所以鲜少有扬州那边的士兵。不过我会派人查查军籍，看看有没有扬州那边的士兵。哦，谢谢将军。杜宾，你是听谁说的要来荆州找你兄长？是这样的，将军。我兄长和我邻居家的几个哥哥一起北上投军，可是时隔几年都没有回来。这前几天，我邻居家的哥哥他们回来了，他们带来消息说，我哥哥他可能已经几经辗转来到荆州了。这不，所以我才会来到军营嘛。先生，将军，师傅，你来了。将军感觉如何？好多了。哎，那就好。只是这支箭头上有剧毒，想要彻底消除体内的毒气，还需要调养一段时间。将军，你这段时间一定要好生调养才是。好。杜宾，我调好的那10味草药，赶快去帮我晒干磨好。我现在就去。好。哎，等一下。你先回来。
将军，这箭伤调养之事，容不得马虎。我看你这大帐之内，连个士兵都没有，不如这样，我把杜宾留下来照顾你，你看如何？好啊，只是今后就要劳烦杜宾小兄弟了。师傅，我那10味草药还没弄好呢，不如我明日再来吧。不用，你就照顾好将军就好了。哦，将军，告辞了。要糊了。这三少奶奶会武功，没看出来啊。不过这三少奶奶来了以后，这三少爷就跟冲喜冲中了似的，气色居然好了许多。冲喜嘛，有冲好的，有冲死的，只是要看二人的命格相不相合罢了。你这意思是说，这杜冰燕与三少爷命里有缘喽？也许吧。哼，那你以后就不要再与杜冰燕眉来眼去。哎呦，我的乖小巧，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啊？从水榭说起，从走廊说起，从花园说起，从你第一次见杜冰燕说起。小巧啊，你呀，你可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可就是心眼太小了。倘若这个毛病不改，那你日后如何做齐府的女主人啊？其实我也不想当什么女主人，我只要你对我是真心实意，是真正把我当作知己，我就心满意足了。你把话题扯远了。你这日日上楼送药，你可有发现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之间合得来吗？有什么不合的？这两人日日在屋里打情骂俏，嘻嘻哈哈的。我实话告诉你，我与三少奶奶攀谈，实则就是为了探探她。你探她做什么？我就在想呀，这杜冰燕来到齐府究竟能够带来些什么？前几日王胡子告诉我，杜冰燕救了江州那小子，他好像会些武功。我就在想呀，这杜家小姐怎会习武呢？实在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乖小巧，我现在此时此刻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交给你来做。是什么？我要你去打探打探他们的虚实，查证查证，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哎，小姐，小巧来了。
小乔姐，你怎么来啦？三少奶奶，我给三少爷送药来了。小巧啊，你这每天跑过来跑过去的不累吗？要不你把这药给小喜，让他来接。三少奶奶说的倒是个好主意，不过这熬药送药是老太君吩咐的，他不发话，我哪敢偷懒呀？您说是不是？有道理。小喜，哎，把这药给三少爷端过去。是。三少奶奶，我有个事儿想求求您。你说。我早就听说扬州的刺绣名扬天下，三少奶奶您又是大家闺秀，这女工定是1等1的好。您今天就让我见识一下吧。小巧啊，我们杜家虽不比齐家家大业大，但在扬州也算是富庶人家。家里的绣品衣饰都有专门的绣娘去做。我娘也说了，家产虽薄，可也不缺姑娘那根针线，不像小户人家，让姑娘穿针引线，小家子气得很。那不知三少奶奶在闺阁时都学些什么呀？那当然什么都学了。我们杜家是经商的，要学什么经商之道，什么如何……哎呀，三少奶奶，这经商之道你也懂啊？这有什么难的？不过就是学习如何做生意，如何赚银钱。三少奶奶，您可真厉害。没什么。那杜老爷可让你掌管商行？当然了，这18家商行我都管过。啊，小乔姐，给你。那三少奶奶，我就先退下了。哎，小姐，你们俩刚刚说什么了呀？管过18家商行，哼，这话你信吗？既然如此，那你便和老太君这样说，让老太君去查齐府账目，就说刻不容缓。记住没有？唉，我这个年纪呀，也不知道还能为齐家操多少时间的心呢。天磊呢，身体时好时坏的，也不知道他能不能顶起齐家的门户。好在呀，我有一个世招，要不然呐，我可真是寝食难安了。世昭将商行管得不错，这也是老太君悉心教导的结果。只不过他柯家在江州的产业也等着他回去继承呢。咱们齐家怕不会是他的久留之地。这件事情我也想过，可是天磊现在还不能出来主事啊。老太君，这三少爷现在可有好帮手了。谁呀？三少奶奶呀。三少奶奶？三少奶奶怎么了？呀，老太君您还不知道啊？这三少奶奶在扬州的娘家不喜女工，专事经商理财，连哥哥弟弟都对她甘拜下风呢。这都是谁告诉你的？
这三少奶奶亲口告诉我的，您的亲家扬州的杜老爷，把18家商行都交给他管呢。哦，真有此事。哎呀，那可是太好了。怎么样，我给你娶了这么好一个贤内助。哎呦，那都是老太君您呐，眼光好。哎，你马上去请三少爷和三少奶奶过来，我们要试试他。好。日照香炉子生烟，错了。遥看瀑布挂前面，又错了。手伸出来。干嘛？伸出来。这都念不对，再来。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伸出来。坏蛋！包家小来了，快坐，渴，快渴！小巧来了，三少奶奶、三少爷，你们看书呢，可让我好找啊。有什么事啊？老太君有请。老太君找我什么事儿啊？在咱们齐府，只要是老太君有请，不是好事儿也是大事儿。好，那你回去告诉老太君，我跟边野一会儿就来。好，那我先告退。奶奶，奶奶，母亲，母亲，过来坐，过来坐，快坐吧，坐下。冰燕呐，听说你在娘家的时候经营过18家商行，可有此事？管过。以前，我经常跟着我爹爹，看爹爹管账来着。我爹爹就让我试着管了几家，看我管得还不错，就说等我18岁之后再让我管理几家来着？ 18家。
管理18家，对，18家。然后我还没到18岁呢，就嫁到林州来了，所以实际上还没有管到18家呢。已经很不错了。你一个女孩子，小小的年纪就跟着父亲管理商行。奶奶我25岁才开始管理商行。天磊啊，你这个新娘子比奶奶当年我要有能耐得多。坐吧，坐吧。你管理的那些商行，进的都是什么货啊？木头，都是木头，奶奶。你们家商行经营的都是木材生意？没听说过呀。您没听说过呀，奶奶？其实也不全是了，我经手的2家卖的都是建房子、打家具的好木料，剩下那些边边角角的木料，我觉得扔了可惜，就把它们扔给2家小店铺，让他们当柴火卖。想不到他们还蛮有生意头脑的，卖得很好。后来在扬州买了好大块地呢。你笑什么？他们真的买了好大一块地。不错不错，你这个小丫头啊，还是蛮有经商头脑的。啊，对，做生意就是要学会动脑子。我们家天磊啊，身子弱，以后在这方面，奶奶可就要倚重你了。哦，对了，明天是我们齐家在林州14商行的账目会审，你就来做主持，给他们讲讲经营之道。可好？那个奶奶啊，冰燕她刚到林州，这人生地不熟的，我看此事还是交给柯表哥主持比较好。哎，事情都是从不熟到熟的嘛。对。奶奶，这冰燕也是刚到咱们齐府，又是年轻后辈，担此重任不太合适啊。有什么不合适的？我看挺合适的，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嗨，你帮我想想办法呀！哎，小姐，你的脸上怎么都是汗呢？吹的。吹的？这风怎么还能吹出汗呢？吹牛吹的。你们家小姐呀，把这牛都吹到天上去了。她说她在扬州管过18家商行，那老太君一听，开心的不得了，明天就要考她，让她去参加这14家商行的账目会审。啊！哎呀，这可不是玩儿，小姐，你会考糊的。那就不考了，我们走。走哪儿啊？回扬州。哎，你们可不能走啊！你这脚底抹油一溜，那岂不是麻烦就大了？能有什么麻烦啊？你想想，你要是现在一走，
岂不是证明了你自己不是杜冰燕，而是假冒的杜冰燕？人家能放过你？还不光是你，你那扬州的爹娘都会受到牵连，他们还会吃官司，倒大霉。小姐，齐三公子说的对啊，咱们不能溜啊。那能怎么办嘛？考我又不会，走又不能走。这要我说呢，就考。考？我对算账一窍不通。你不通，我帮你通不就行了吗？我自小在武馆长大，对做生意根本不感兴趣。我也不是那种爱钻钱眼的人。这话说得好啊！知我者，侠义人士扬州李玉湖李小姐是也。不过这句话可不能明天说，明天得换一个说法。说什么？小喜，你的肚子里边是不是装了些许扬州歌谣啊？其中有没有讲做生意的？我想想，哎，有了。买卖不算账，生意啊难兴旺啊！对，就这样的，继续说。不怕不赚钱，就怕货不全。继续。见人三分笑，客人跑不掉。再来。算盘打得精，马褂改背新。不怕生意小，就怕客人少。账算三遍清，任你。就到这儿，打住。可我还有好多呢。小喜啊，你是个聪明的姑娘，歌也背得妙，字也写得好，所以呢，我安排你2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把你刚才背的用纸和笔全都写下来。第2件事就是为我和小姐准备夜宵，今晚我们要打通宵。是，我马上去。都不让人睡觉的吗？谁让你平时不用功，逍遥自在的？这就叫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哼，哎呀，小姐，你快背呀！买卖不算账，生意难兴旺。不怕不赚钱，不……哎呦，小姐又错了，重新来吧。买卖不算账，生意难兴旺。不怕不赚钱，就怕货不全。见人三分笑，客人躲不掉。做商变行商，财源达三江。哎呀，对了，这次全都对了，一句都没错。小喜，你已经办好了2件事情，我再交给你1件。你去外面找个暗处藏起来，看看有没有人偷听。哎，我这就去。你看，我都会背了。这次能顺利过关了吧？还不能过关，你还得再背几首才行。那你赶紧教我呀！不着急，我先教你点其他的。坐吧。明日你便照葫芦画瓢，按我做的，原模原样的演一遍即可。这查账本一定要样样查对，口中轻念项目目录，达到心口合一，手眼合一。哎呀，我会，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不就是要摇头晃脑，左顾右盼？做的还有模有样的，孺子可教吗？还有，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关于齐家的秘密。咱们齐家表面上看起来有14家商行在盈利，但其中有一家
是亏本的，叫做大力木材行。柯世昭和老太君都不愿意说，我便悄悄地告诉你，你一定要记住，叫做大力木材行。大力木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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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住了。好，还有，若是明日遇到了一些答不上的问题，你一定要随机应变。我怎么随机怎么变呢？我自然会提示你啊。提示不就露馅了吗？不会。看好了，明日我眉毛一挑，说得很好，眼睛一闭，多说无益，左耳一动，唉声叹气；右耳一动，便夸老太君决断英明。你这耳朵真会动啊！还有，我鼻子一捏，立刻装病。装病不是你的活吗？我可不能再装病了，再装病我就欲盖弥彰了。明日只要你一见我捏鼻子，你就要装出一副要呕吐出酸水的样子，就像这样。你这是喝多了吧？你又吞进去了。那你来试试。各位主管，请喝茶。小姐，放轻松，别紧张。外祖母，他们人都到齐了，可以开始了。各位主管，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个人，她是我的孙媳妇，杜冰燕。她娘家在扬州是有名的大商户，16岁她就开始管理商行。今天特意带她到这儿来跟大家见个面，致个礼。冰燕，冰燕啊，你可以开始看账目了。外祖母，既然表弟妹是商贾世家，誉满扬州，不妨先让她说说这杜家的经商之道，以及投资之窍吧。您看如何？有意思。哎，冰燕啊，那你就跟大家伙说说呗。在座的诸位都是行家，冰燕在这里班门弄斧了。说到这行商之道、理财之窍，想必各位都很清楚。小时候我爹爹也教过我，这个道理可太长了。可是我们扬州人做生意喜欢长话短说，所以我就跟大家说道说道。要是说得好，请诸位捧个人场；要是说得不好呢，就请诸位多多包涵。说到做生意，这买卖不算账，生意难兴旺。不怕不赚钱，就怕货不全。见人三分笑，这客人啊跑不掉。做商变行商，财源达三江。果然是出口成章，是才女。这算盘打得精，马褂变背心。不怕生意小，就怕客人少。绳捆三道紧，这账算3遍才能清。这消息抓不准，买卖得亏本。好，言之有理啊！
这问不烦，挑不厌，生意兴隆，客满店。一样货百样卖，嘴甜似蜜，卖得快。货畅其流，利无尽头。本大利宽，薄利多销。随行就市，水涨船高。鸡要卖叫，鱼要卖跳。眼睛一闭，多说。我不能再说了。为什么不能再说了？奶奶，我要是再说的话，就成老太太的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了。这孩子心直口快，说话也不会遮拦。好了，表弟妹，这些是我们齐家14家商行的账目，还请你过目。奶奶，我是抽着看呢，还是都看呢？由你来定。那我就从头到尾都看一遍。我真妈妈，这算是个题材吧？奶奶，这些账做的都挺好的，就只是有一家动了歪心思，有些弄虚作假。这丫头眼睛怎会如此之尖呢？冰燕呐，这美罗账本的旁边都有商会的名字，你刚才说的弄虚作假、动歪心思的，是哪一家商行啊？那就是这叫什么名字来着？哎呀，哪一家？叫什么木材行？没关系，你就大胆的说吧。我得套出来。奶奶，我呀有个能力，就是能听懂大家心里打算盘的声音，他们会和手里的算盘打架。要不给您展示展示？好啊，各位，咱们一起来看看三少奶奶的本事。各位大主管，算盘打起来！好，打起来！这丫头到底在搞什么鬼？停！奶奶，
这边的算盘打的可是真响啊！童叟无欺，生以精；诚信经营，生以兴。我眉毛一挑，说得很好。要想生意好，这账啊得算清。就是他。嘿，你怎么知道是他？你可真神呐！冰燕小姐，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账本，便能找出我们的问题，真是个行家。歪打正着，歪打正着。奇怪，这账都做平了，他怎么知道大林木材行亏本的？表弟妹，你果然聪慧过人，是招佩服。来，请坐。啊，请坐，请坐。表弟妹啊，这个是大林木材行的账本，还请你仔细过目。冰燕啊，你好好看看，再说一说，他这个是怎么歪打算盘的？这该死的怎么还不说话？这丫头心直口快，这要是把大林木材行亏本的事情抖出去，又伤齐府的体面呢。明日只要你一见我捏鼻子，你就要装出一副老太君，我看三少奶奶这个样子，该不会是有喜了吧？我看像。冰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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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账不要看了，也不要再算了，你赶紧到房间去休息吧。天磊，快让他回房间休息。是，奶奶。小巧，你快去帮忙。是。就到这儿吧，小巧，回去告诉老太君就放心吧。没事的，还是先让我把三少奶奶送回去吧。不需要了。好。哎，这个病症可真管用，我有。奶奶就让我走了。哎，这到底是什么病的病症啊？以后我遇到麻烦就这么着。我的小姐呀，这个病可是不好时时拿来当挡箭牌的。为何？是
你坏！哎，你自己吹牛惹的祸，我连滚带爬的帮你过了关，你还说我坏？你怎么不坏了？教我藕酸水。那别的病你也装不像啊。生小娃娃的女人才藕酸水呢。明白了。小喜你也坏，才告诉我。我告诉你啊，这小喜不坏，我也不坏，我又没有把小娃娃从你脚底心塞进去。你坏，坏死了！你坏，坏死了你！夜色太寂寥，忆起两人之俊俏，一阵相思空念你的妙。清风落嘴角，吹来愁绪红尘飘，一地思念纷飞。眉眼含羞荷，风卷罗裙带。今夜出逃，借月光皎皎，捕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举上夜色千万飘，和着思念熬，熬出缕缕情丝之间绕。我要在今夜醉倒，半月光皎皎，想念你的好一滴动山摇。喝一口美酒良宵，和着相思谣，梦里和你一起等破晓。我要在今夜出逃，借月光皎皎，捕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举上夜色千万飘，和着思念熬，熬出缕缕情丝之间绕。我要在今夜醉倒，半月光皎皎，想念你的好一滴动山摇。春风十里扬州路，名花倾国两生欢。我与玉狐妹妹也是得见佳人，两生欢喜。柯少爷，柯少爷，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那边练武呢。三少爷身体没病，他在练武。别打了，小姐饶了我吧，小姐，我再也不打了。小姐，我敢赌咒，如果我看花了油，不得好死。你什么意思？就让我看这个？千真万确，我刚才真的看见他们在练武。好了，冰叶。好了，这种事没必要赌咒这么严重。好了，小强，这件事咱不想了。以后要是再遇到这种事，还是要跟我说，记住没有？好吧。好，下去吧。还敢不敢了？冰叶，好了。还敢不敢了？冰叶。方才好险，还好我机灵，早做准备，不然我俩都得遭殃。我给你出一道题，你且猜猜。什么题？你就猜猜是谁怂恿老太君考你的。方小巧。猜对了一半。柯少爷。这还差不多。可他为何与我作对啊？此事说来话长，你再在齐府待些时日，我慢慢告诉你。又跟我打哈哈。我刚来齐府的时候问你，你这是需要冲洗的病秧子吗？你怎么跟我说的？哎，这事儿一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反正你人都在齐府，以后慢慢告诉你。可你告诉我什么了？你什么都没告诉我，反倒是把我肚子里的话全都掏出来了。齐三公子，你要是再不跟我说清楚，我就……你就怎样？我可防着呢。
装病。好，好，好，那我告诉你，你先坐下。行，那先且说这齐三公子为何有病变无病，无病变装病？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多废话，赶紧说吧。好，好，好，我说。话说这林州首富齐府，几代男人骄奢淫逸，吃喝嫖赌，落得个疾病丛生，身亡命丧。老太君主持家政，只见大哥齐天祥老实敦厚，先天不足；二哥齐天放生性闲散，于是呢，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老太君对我格外宠爱，让我每日待在屋中，休养生息，锦衣玉食，人参燕窝供应不绝。可正是因为这样的宠爱和骄纵，让我灵气有余，精气神不足，落了个病秧子的下场。但这不幸中的万幸，我这歪歪扭扭的病秧子也长大成了人。可是近几年，咱们齐府不知沾染了什么邪气，怪事不断。什么怪事？近几年，咱们齐府不知沾染了什么邪气，怪事不断。什么怪事？先是我那老实木讷的大哥齐天祥，精神一天比一天萎靡，原本健健康康的一个人，忽然之间就再也叫不醒了，就这么离奇的死掉了。我大哥死后不到1年，我二哥也遭遇了厄运。我二哥齐天放生性闲散，但并不娇宠，身子骨比我还强出了许多。若是他能改掉闲散的毛病，或许也是咱们齐家一名有用的男儿。可就在那个夏天的晚上，天气闷热，二哥齐天放开敞门窗睡在凉席上。夜深人静之后，我二哥便中了蛇毒，不治身亡。这太蹊跷了，好端端的齐府，为何有这种毒物？那个时候，由于我大哥二哥相继离世，齐府上下都流传着一个传闻，说齐三公子活不过25岁。那时的我被吓得心惊肉跳，寝食难安，我便病上加病。再后来，后来怎样了？万念俱灰，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困在金笼子里面的病鸟。我便找了一天，甩掉了所有的丫鬟和仆人，一个人逃到了城池外的荒郊野岭。救下我的人，便是我的恩师刘若谦。师傅将我带回了齐府，带到了奶奶面前，说我还有救。奶奶便将他留到了齐府，他便成了我的师傅，还传授了我一身武功。这么说起来，你还真是不容易。想起以往，恍如隔世，恩师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你这从有病到无病，我是听明白了，可是从无病到装病，其中缘由你还没告诉我呢。
恩师来了府中半年，对咱们齐府的情况洞若观火。他告诉我，钱财对于穷苦人家来说，那是救命生存的根本；可对于咱们齐府，那是催命的毒药。别看这亭台楼阁、碉楼玉柱，这齐府里面的人早已变身豺狼，杀心四起。师傅还告诉我，要我韬光养晦，装出一副大病未愈、时好时坏的样子，方可让豺狼掉以轻心。那你就不能求求你师傅帮忙，将豺狼绳之以法吗？冰冻千尺，非一日之寒。此人在齐府隐藏极深，若想抓住他的把柄，还需等待时日。我看你们这齐府，根本就没什么好待的。那你是想回扬州去了？你们齐府就是泥塑的金刚，外头看着亮，里头黑得很。我李玉湖迟早要回去的。那你是想把杜冰雁给换回来？那更不可能了。冰雁姐姐就是个文弱女子，又不像我一身武艺，什么都不怕。玉湖小姐此言一出，价值1000金。我齐天磊不求天不求地，但求玉湖小姐留下来，助我一臂之力。我为何要助你一臂之力？你忘了，我不也助你一臂之力了？要做什么？捉狼。玉湖妹妹从小练就一身武艺，乃江湖侠义人士，不知意下如何？本小姐答应你。将军，将军，该喝药了。杜宾，我好像确实在哪儿见过你。将军，我不是说过吗？那天您得胜回营，您在马上，我在马下。不对，我该给您换药了。我帮您。与异族大战所伤，战了7天7夜，血流的值了。此伤看着深入3寸有余，都是旧伤，
这是被昔日战友所出卖，没防得住背后的暗箭。将军为国为民，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实在令人敬佩。没想到你一个小小的药童，竟如此深明大义。我之前也读过几年书。哦，我该给您换药了。有些痛，您忍忍。师父再三叮嘱过，说剑疮难愈合，尤其是您这带毒的剑疮，就更难愈合了。将军，您还是赶紧上床歇息吧。好，我帮您把衣服穿上。将军，我看您这儿也没个人收拾，我帮您收拾一下吧。好。廷尉，你刚才说将军已经去世过2任妻子了，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一个夫人好像是难产而死，当时母子俩都没保下来。第二个呢？第二个夫人好像是随将军一起远征西南边关，长途跋涉，突然中疾不治而亡。也不知道给舅舅倒水。我刚才没倒。我问你，袁将军那逃走的女子，袁将军就没有派人去追过吗？将军天天打仗那么忙，哪有功夫管这事儿？大哥说了，人家小女子不愿意就算了。评委，日后你要多向袁将军学习啊。我知道了，舅舅，都说了800遍了。啊，强身健体的，好好补补你自己的身子。谢舅舅。一天到晚傻兮兮的。我才不傻。这是怎么回事？这俩人，不对，这瞧着是个女的呀。杜宾，这杜冰雁是假的，但新娘子却是真的。这不就是杜冰雁少了一个字吗？哎呀！将军，该用膳了。这么多好吃的。将军，你中了箭毒，有些发物不可乱吃。我呀，特地选了一些温补的食材。
快来尝尝。差点忘了，你的伤还没好，还是我喂你吧。不用。啊？我堂堂将军，怎可如此？虽说你是将军，那也是我杜宾的病患，在战场上听将军的，在这病榻前，那可得听我杜宾的。还是我来喂你吧。味道如何？我征战沙场多年，少有热汤热食，能喝上口热的，真好。那就多来几口。小乔姐，你怎么来了？给三少爷送药啊。哦，哎，等一下啊，少奶奶，小乔姐来给三少爷送药啦。三少奶奶，这药已经熬好了，得让三少爷亲口喝下去，老太君才能安心呢。他已经歇着了，交给我吧。你去歇着吧。小乔姐，三少爷他已经睡下了，而且三少爷身体不好，我替他谢谢你了。你快回去吧，明天还得早起呢，快回吧啊！他们就是天天喝这药，才命尽黄泉的。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养这些小白鼠了。记得一日一剂。来，杜宾。跟我来。下一个。谢谢。恢复的差不多了。杜宾，再给他拿一些乙种药丸。好。乙种。哎，杜宾，忙着呢。多谢。你来干什么呀？舅舅，你再给我开一个上次的药丸吧。哦，杜宾，帮他去拿一颗乙种药丸。哎，杜宾，这个药可好了，要不舅舅你给杜宾也开一点？你是不是闲着没事儿啊？要不要我让将军给你多加点训练？哎，别加了，别加了。喏，谢谢你啊。快走吧。杜宾，来坐。哦，为师帮你也好好脉。我？右手。师傅，我这……
然不出我所料。一会儿我给你下个药方，你回去无人的时候再看。一两柴胡去林州，4文冰片到边城。淑女乔装入军营，主将帐内巧应承。严酷军规莫忘记，大义丧命万不能。如须为师来相助，明日见面续详情。杜宾，师傅。为师帮你开的药，不难吃吧？不难吃。师傅，我悬壶济世救过许多人，杜宾，就你这点小病，师傅保证帮你治好。禀报将军，按您吩咐，小人查了咱们部队军籍，如今服役人员当中并没有叫杜奎的人。前2年的骑兵当中倒是有扬州人士，但去年也调配去支援南方了。将军在吗？去吧。是。将军，杜宾。将军，我来帮您看看伤口。师傅，将军的伤口都已经愈合了。好，将军，我再为你把把脉。刘先生，请。将军请放心，再休息2日，便可上阵杀敌了。多谢刘先生。杜宾。哦。我已命人查了军籍，我部并无杜奎其人。兄长不在此处，可当年不知你来军营意欲何为？我将军，当年我这个小徒弟跟随我的时候，还是个半大的孩子，哪里知道军队的归属之地啊？他当年只记得他的兄长参了军，这才随着我走遍了许多的军队。原来如此。大哥，大哥，敌军又来叫阵了。又来叫阵，而且这次出来的都是骑兵，恐怕是要冲营啊！替我准备战袍。且慢，今日不可上阵杀敌，崩裂的伤口很难再愈合。刘先生，等不及了，评委，马上调派100名弓箭手上阵御敌，我去观察敌情。是，将军，我和杜宾一同前往，以防不测。
将军，敌军已经教营2天了，他们前面是骑兵，后面是步兵，看样子是要冲营啊。敌人此次以骑兵为主，妄图以己之长攻我之短。咱们的弓箭手和长枪兵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敌人应该不敢强攻。我们要分成几步，四处游动，或趋前击敌，或佯败诱敌，诱导敌人进入我们的包围。但敌军如果强攻怎么办？那咱们就跟他们硬打。是啊，强攻怎么办？是。躺下下来。还有吗？将军，杜宾虽未上阵杀过敌，但也读过几本兵书，也有一计想要献上，不知可否？当然，请说。我与师父在军营行医之时，发现敌军长期为我军所扰，又远离后方给养不足，因而人马皆乏，常显疲惫之状。我刚刚登楼望敌之时，发现仍有此迹象。有何依据？近日我都是在敌军生火做饭之时登楼观察，我发现军营中的士兵皆是以大铁锅做饭，我以我们军营的现状为依据，推算出大约是30个士兵共用1口锅1个灶。此法便于行军打仗，30个人为一边，想来敌军也是这样想的。而且杜宾发现，近日敌军生火做饭的数量明显有减少。你怎么知道？金城干燥，若想生火做饭，需要用到一种特殊的枯枝，而这种枯枝虽然容易燃烧，但也极易产生浓烟。近日我发现敌军浓烟的数量明显减少，如果有此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粮草不足。将军也推算出来了。观察入微，心思缜密，做得好。那针对此番军情，你有什么计策吗？我想，既然敌军的士兵都没得吃，那他们的马匹定然也是饿着肚子的。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把我军刚刚煮好的黑豆发给最前排的每一位士兵，当敌军策马而来之时，将黑豆倒洒于地上。不是，杜宾，敌军马上就要攻进城了，你还要把人家喂饱，这是什么馊主意？你继续说。我想，那黑豆香气扑鼻，那些马匹本来就饿着肚子，他们闻到黑豆的香味，定然会四处散开，也不会再听敌军的指挥了。我们便可趁此时机，杀他们个措手不及。听令，在。按照杜宾说的，去准备。遵命。
师傅，嗯，我一直有件事想问您，您为何不仅知道我叫杜冰燕，还知道那个姑娘的名字呢？其实啊，为师什么都清楚。扬州杜家的杜小姐本来是要嫁给林州齐府的齐天磊，那荆州的原部区本来要迎娶的是扬州李府的李玉湖。两位小姐同天出嫁，同上花轿，同时进入了仙女庙，情急之中拿错了盖头，上错了花轿。师傅，您怎么什么都知道啊？那是因为师傅掐指会算，人送外号刘半仙。师傅，冰燕真是三生有幸能成为您的弟子。从今往后，我还要跟您学医、学剑、学武功，更要学这占卜之法。哦，你这是要把师傅毕生绝学全都学去啊？就算是师傅的亲女儿，师傅也未必都会传给她。那师傅，不如什么？收我做干女儿吧。好一个聪慧的干女儿！干爹在上，请受女儿一拜。来，冰燕。其实师傅呢，并非什么高人。我是从林州过来的，齐家的三公子也是师傅的徒弟。天磊装病，是为了应付府上那些奸邪之人。哦，对，你的玉狐妹妹，功夫了得，她和天磊情投意合，也算是上天的安排，缘分之事真是妙不可言呐。现在林州这边歪打正着，巧配了姻缘。如果荆州这边你们二人也能情投意合，那就是上错了花轿，嫁对郎啊！师傅，还叫师傅？干爹，瞧您说的。哎，杜宾，我正找你呢，你献的可真是锦囊妙计，敌人的骑兵被我们打败了。真的啊？沙校尉，你就给我们讲讲呗。讲什么？讲满地撒黑豆的事儿啊？对呀，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跟你说啊，撒黑豆呢，听起来就是个小动作，对吧？但实际上这是个连环计。敌方的战马一闻到那个黑豆的香味啊，全都低着头，到处找豆子吃。就趁这个时候，我们战鼓雷鸣，直接冲杀过去。敌人以为我们神兵天降呢，顿时就没有了那主心骨。我们就像砍刀切菜一样，直冲敌方大本营，大获全胜！呀，来，都猜猜，出这个点子的人是谁啊？谁啊？沙校尉，我们哪猜得出来啊？你告诉我们呗。是啊，跟你们说，出此其策的就是我那个聪明伶俐的小兄弟，杜宾。哎，大哥来了。将军，我让你在这儿给我操练，你在这儿跟我瞎吹呢。兄弟们都累了，让他们休息休息。也不知道谁说的，说人家出的是馊主。这大哥，哎，你这个伤恢复的怎么样啊？没有什么大碍了，那就好。今天我到这儿，就是告知大家一声，今晚在这儿举办庆功宴，所有人今晚必须到场，没有借口啊！大哥，酒肉管够吗？你怎么整天都是吃啊喝的呢？我这管，今晚畅饮，畅饮！多谢将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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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谢将军，多谢将军，多谢将军，多谢将军，谢谢大哥，多谢将军。继续吹吧，吹完赶紧让他们回去休息。行。干爹，我们的药材用得太快了，那药箱都快空了，您说这可怎么办啊？近日我回林州去采购一些药材，顺便正好去看看玉湖和天磊的情况。对了，干爹，你等等我啊。干爹，今天我看到了这个。干爹，这是何物啊？这是一对痴男怨女的信物。我有位师兄叫做风彻，医术十分高明，当年救助了很多病人。只是可惜的是，为医者却不能自救。那这朵莲花为何只有半朵？另外半朵去哪儿了？还有，师父您刚刚说的那位风师兄，他又经历了什么？这半朵金箔莲花，是我师兄与他心爱女子的定情信物。那这朵莲花为何只有半朵？另外半朵去哪儿了？还有，师父您刚刚说的那位风师兄，他又经历了什么？这半朵金箔莲花，是我师兄与他心爱女子的定情信物。我亲手做的金莲，以后作为你我的信物。你看。喜欢吗？小姐，小姐，你快走！怎么了？快，保重！快走！快走！如此说来，这位风师兄还算是我的师伯呢。真是没想到，他在情爱一事上，竟如此痴情。二位都在，将军命我来请二位过去呢。将军说此战获胜，全靠二位鼎力相助。今晚将军在营中设宴，犒劳有军功的将士。谢将军，我们马上就到。好，还不快去换身衣裳？干爹，我不太想去。啊，干爹明白了。你是在想，你立了大功，将军一定会让你喝酒，你却不胜酒力，怕露了马脚，对不对？那好，干爹自己去。多谢干爹。兄弟们，今
大哥一杯！好！将军常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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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大丈夫手握利刃，沙场冲锋陷阵，方能换回身后百姓的安宁。我袁不屈，谢谢你们！手里的酒，干了他！干！干！来，哥几个！晚上，喝啊！晚上。将军有心事。敬将军。评委，凳子来了。舅舅，你这是要砸舅舅的脚啊！坐。臭小子，先生请。好。先生，今儿你那徒弟没来，真挺遗憾的。本来还想好好奖励他一下。我这小徒啊，今日有些劳累过度，身体有些不适，我让他回去休息了。你这徒儿啊，怎么？黑豆妙计，令人拍案叫绝。这孩子还真是聪慧过人呢。不但聪慧，而且乃性情中人。为兄长，只身入荆州，为救济士兵，殚精竭虑；为将军，也是用尽全力。哦，对了，明日我书信一封给其他军部的将领，让他们查一查麾下士兵的军籍，帮杜宾找一下兄长，要让他们两兄弟早日团圆。谢将军。将军也是有情有义之人，只是想到，如果杜宾找到了兄长，就会随兄长一起离去。我这当师傅的，也的确有些不舍。怎么，杜宾准备要离开此处？杜宾是为了寻找兄长而来，如若找到了兄长，他一定会跟兄长走的。既然他决定离开此处，我也只好尊重他的选择。来，将军。将军高义。再来。将军，我看你脸色有些难看，要不，请回到军帐之中，我帮你再瞧一瞧。走，将军请。
将军的剑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这脉象也是平稳有力。只是将军这面色沉郁，难道是有什么心事吗？我第一次见到杜宾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特别面熟。我问他，他跟我说我们在教场见过，我在马上，他在马下，可我知道不是那一次。我想起来了，是在荆州的大街上，有一个书生，他要来投军，不对，那个书生好像比他要高一点，岁数也要大几岁。将军，杜宾是和我一起来的边城，我敢肯定地说，在这之前，你从未见过他。可我一见他，我就觉得面熟啊。我有个谜语，如果你能猜得出谜底的话，缠绕在你心头的迷雾就散开了。先生，请说。雄兔脚扑树，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啊？杜宾是个女的？嗯。原来是她。哈哈哈哈哈将军，这条丝巾就是他的。只是此事内有波折，此女子还并不是本来要嫁给你的扬州武馆的李玉红。将军，该换药了。将军，该换药了。啊，抱歉。将军写什么呢？这么入神。你看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杜宾，你帮我看看，这字儿写的如何？哦，将军的字透着一股威风，正可谓字如其人。只是不知将军为何要写这两句？莫非是将军心中已经有了主意之人？是啊，日前有幸识得一女子，此女貌若天仙，冰雪聪慧，让我甚是喜欢。只是我心中有一些忐忑，不知这姑娘对我是否有同样的心思。
将军，你何须忐忑？这自古美人都爱英雄。将军你战功赫赫，文武双全。再说了，长得也是一表人才。任他再好的姑娘见了您，那不都得倾心相附才是？是吗？我竟如此好吗？嗯。那如此说来，若杜宾你是女子，可愿嫁我？我，将军，我们该换药了。啊，不着急，我还有事想要问你。杜宾，你向来心思细腻，正好你帮我想一想，我该如何向那女子表明心意？这种事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想，只要是真心实意，那女子便一定会欢喜的。你有所不知啊，这世间女子都是喜爱礼物的。那正好，我把那女子的画像拿来给你瞧一瞧，帮我看一看，该送何物作礼。打开看看。日前，我与那女子匆匆一面，可她的身影印在我心里挥散不去。可那日太匆忙，我并未看清楚此女的容貌。多少次在梦中，我盼着她能转过身来，让我看清楚她的容貌。我早已准备好一件礼物，你帮我看一看。我如果送给她，表明心意的话，她是否会喜欢？这是将军夫人的私信。你是谁？快说！我是将军夫人。理当还给将军夫人。此物，你可还喜欢？将军，我很喜欢。冰燕，你叫我子仁可好？
你知道我真实的名字？你师父野人教，上座花轿之事告知。可无论是否上座花轿，我袁不屈心系唯有一人，便是你杜冰烟。自然。夜雨伴随扬州行，一人撑伞两肩并，波般飘零，许你满天深情。夜雨无声人有情，不负真心不负语，不负人间亦不负。哎呀，舅舅，你这突然走了，真有点舍不得呀。哼，你一定得早去早回啊。我回到林州，把药材置办好，就立刻回来。行医云游四方，照顾百姓固然重要，但别让舅妈一个人待在家里，独守空房啊。你小子就爱胡说八道。评委，你先回去，我还有些话要跟杜宾嘱咐。回去吧。多保重。来，我回去之后，你一定要照顾好将军，谨防他的剑伤复发。还有，要切记，你自己做事要处处小心，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是女儿身，君贵难为啊！干爹，你放心吧，我自己会小心的。对了，干爹，我这有遗物，麻烦你到了林州之后，帮我转交给玉壶妹妹。一定。干爹，一路平安，照顾好自己。走。干爹，一路小心啊！也不知道这三少奶奶打的什么主意，日日都往老太君院里跑，这哄得老太君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夸三少奶奶孝顺，那好东西更是流水似的往姬昌新院搬。现下这三少奶奶的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小巧啊，这尾巴翘不翘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抓住这只尾巴，才是要紧的。我敢发誓，那一次他跟三少爷练武，若是我看花了眼，我不得好死。好了好了，小巧，你到底有没有看到他们在墙边练武，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老太君亲眼所见，那才作数。你日后要多留点神，倘若他们再露出任何蛛丝马迹，你务必要抓住。可他们现在根本就不让我把药送到楼上去，我如何再抓住他们马脚啊？况且，近来三少爷面色红润，可能我送去的药，三少爷根本没喝。巧巧，以后也许可能大概这种话，就不要再说了。反正三少奶奶来了以后，这三少爷就来了精神。这杜冰燕乃是扬州的大家闺秀，按理说她的表词达意应该是灵秀文雅，可是当日账目审核大会上，她竟然口出礼词俗语，实在是令人费解。莫非这其中有假？这假不假，得试试才知道啊。有了，
老太君当年下聘礼的时候，专门定做了一只贵重的水晶燕，作为三少爷的信物送到杜家。可三少奶奶来了以后，我却从未见她戴过。你见她戴过吗？没见过。那我们就让她拿出这水晶燕，若拿不出来，它就是假的。小巧啊，你当真是不糊涂啊！你这主意是极好的。再过几日，便是15，到时候外祖母会在齐府举办宴会，众人皆在。届时，你就提议要看这只水晶燕。哼，当着全家人的面儿，想必这杜冰燕也休想搪塞过去。虽说上次冰燕怀孕一事是个误会，但是你们呀也不能放弃。那我先预祝咱们冰燕能早日有好消息，燕娘能早日抱上重孙子。好，好，好，咱们一起喝上一小杯。来来来，大家吃。来，冰燕。多谢母亲。冰燕啊，你穿这身红花雪青的衣服，真漂亮。冰燕，这可是老太君特意为你定做的，还不赶紧谢过老太君？多谢奶奶。哎，俗话说呀，这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你们看看，她穿上这件衣服，真是光彩照人呐！哎呦，那还不是您老人家眼光好啊！哎呀，燕生啊，都吃饭了，你跑哪儿去了？快坐下，快坐下。吃吧，吃吧。三少奶奶这身衣服，真是让人看得绚烂夺目啊！这要是再添上一样东西，可就真是锦上添花了。小巧，你说她应该添上件什么东西呢？这件东西啊，是现成的，就是那年下聘礼，您找人专门定做的那只珍贵的水晶燕。哎呀，你这么一提，我倒是想起来了。对了，冰燕，当初我可是用你的名字花了大价钱请人打造的那只名贵的水晶燕，你怎么没带上呀？你快去带上，让我们大家呀也开开眼界。可不是嘛，娘也好久没见着了。奶奶所言极是，我这就与冰燕回房去拿水晶燕。好，好，母亲，我们去就回。去吧。哎，你这是干什么？回扬州去。你说你溜走有什么用呢？哎，我们一起好好想办法不行吗？我根本就没有水晶燕，想什么办法？哎，我可以去跟奶奶说，水晶燕我没有拿过来，放在扬州的家里了。若是刚才方巧巧发难的时候你就这么说，或许还能搪塞过去。现在说，晚了。那你就再装病一次，
糊弄过去。这也不行。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方小巧总有我作对。他背后可是有个柯世昭啊！柯世昭也是个大坏蛋，真是的。大不了我就说我是李玉湖，不是什么杜冰雁，看他能把我怎么样。你先别着急，我们一起好好想想。进。师傅，师傅，你怎么回来了？我这次回来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我在荆州遇到一个人，是真正的杜冰雁。他让我把这份礼物要亲手交给玉湖小姐。交给我。水晶燕。这个柯世昭三番五次为难我们，这次就让他竹篮打水一场空。老太君，这三少奶奶没带呀。冰雁，你的水晶燕呢？奶奶，这水晶燕今儿还是别看了吧。老太君，这水晶燕是三少爷和三少奶奶缔结姻缘之物。您瞧，这大伙儿都等着沾沾这水晶燕的喜气呢。可不是嘛，冰雁，你为什么不愿意带出来让大家看看呢？奶奶，这水晶燕是贵重之物，我一到府里的第2日，就把它交给天磊了。方才我俩回去寻，可是没有找到。天磊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老太君，这水晶燕贵重的很，不会无缘无故不见的。难道是家贼啊？依我看，若真是家贼，这三少爷院里的丫头小厮可就都得换一换了。小巧，丫头就不用换了，我院里面也没有家贼。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惹得我紧张兮兮的，惹得母亲和奶奶也紧张兮兮的。这么大个人了，放东西都不知道放哪儿，若不是他自己掉出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奶奶交代呢。拿出来吧。哎呦！
太君，你瞧，还是那么精致。对了对了，就是这只雁。这晶莹剔透的，还是和我们三少奶奶最配。哎呀，奶奶你不知道，这天磊平日里最爱逗我玩了，看见我着急，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刚才我多说了他2句，他还冲我吼呢。哎，您看他欺负我。哎，天磊，以后不许欺负我们冰雁。哎，奶奶，我哪敢呀？老太君，那是他们小两口没事儿逗着玩呢。哦，哦，哦，哦。唉，你这是要走？走。我们好不容易顺利的闯过了这一关，为何你还要走呢？一关一关又一关，谁知道下一关是什么等着我？在你们祈福演得累死了，不累死也要憋屈死。那你不是答应要助我一臂之力吗？不助了。你不是答应帮我捉豺狼吗？不捉了。好，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啊？我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管不着。好，那你决定要走，我也没有办法。要走，便早些走吧。好在老太君想的周全，已经替我物色好了另一位女子。我齐天磊素来讨厌一夫二妻。我曾见暗自许诺，绝不娶第2个老婆。我既与你成亲，那小女子，我便看都没看一眼呢。我心向明月，只装得下扬威武馆李小姐一人。奈何李小姐非要走，那便罢了。强扭的瓜，不甜。不过呢，好在那小女子比李小姐漂亮的多，也娇美的多，也柔情的多。怎么，你还不信？我给你看看她的小象。哎呦，还真是个美人儿啊！想看啊？给你看看。怎么样？是比李玉虎要漂亮得多吧？讨厌。鸟语花开春空气，为一缕香追忆。别走好吗？一色流叶30里，竟无人怜惜。我不要什么大家闺秀的小女子，我只要李玉虎。你是真的喜欢我？你还真是个笨蛋！你难道真的看不出来我齐天烈满心满眼都是你吗？我又不可能钻到你心眼里去。我不知道。以此为证。怎么，还是不信？鸟语花开
此呢？既然你信了，那便好。弃恨之子都不舍一世，弃恨之子都不舍一世。师傅，您可真是及时雨。那日要不是您突然降临，那我就……他就要收拾东西回扬州，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了。师傅，请受我一拜。哎，不必多礼。师傅，我还有一事想要问您。您是从前线边城来，冰燕姐姐的近况是否安好？冰燕她托我把这水晶燕送给你，却把原部区聘你的碧玉剑留了下来。她错嫁到荆州之后的近况嘛，便不言自明。如此甚好。歪打正着，各有其主，这就叫鱼配鱼，虾配虾。怎么不接着说了？这下一句是乌龟配王八。哎，你这小子！哎，师傅，好了好了好了，不闹，我跟你们二位说些正经事。好在是京城连战皆捷，再打好这最后一仗，便可以得胜回朝。只是现在前线药材奇缺，我这次赶回来就是来采购药材的。过几日我就要赶回京城去，前线的条件十分艰苦，不但这药材紧缺，而且居住的环境也十分恶劣。冰燕，一个扬州闺秀，女扮男装挨到今日，不但可以救死扶伤，而且还可以献计立功，实在是令人钦佩啊！真想见见他。师傅，您只需好好休息即可，这药材之事交给我办就好了。购药之事尤为重要，一定要小心行事啊！既是军情大事，定要小心谨慎。师傅，不如您把这清单给我，我这儿倒是有一家妥帖的药铺，老板人也好，药材也齐全，咱们可以去他家采买。好，我这就把清单给你。燕生，您手里拿的是买药清单，剩下需要办理之事，我都写在信中。你马上前往舒大娘的药铺，要寄敬堂，按照信中所说，火速办理。收好。哦，对了，你日后一定要多多留意，有没有人在后面跟着你。如果有人跟着，你就在街上瞎溜几圈，把他甩掉。哎，还有这个，这是师傅带回来的西域葡萄，你的嫂嫂偏要给你这个好妹妹留着尝尝鲜呢。
燕生，你怎么在这儿？快来帮我。给我的。敬堂兄会见，无事归来。其身为戍边郎中，需为战事伤员筹买药材，此事事关重大。好，我马上去办。也是给我的。真香。开始吧。敬堂，哎，娘，你们俩这忙活什么呢？齐三公子让燕生送过来一封信，说是让咱们替他速备一批药材。要这么多啊？您看，这批药材是要送到边城给杀敌将士们用的。敬堂，哎，这药材是谁写的？不知道，听燕生说，好像是一位郎中写的。那你快问他，这个郎中叫什么名字啊？燕生，这封信是谁写的？哎呀，我又看不懂，你就告诉我，这个药方是谁写的？啊？娘，你怎么了？娘，你说话呀，娘！敬堂，你知道刘若谦是谁？我的夫君，你的干爹呀！真的？但是，会不会是同名的呢？没错，就是他。燕生，你快带我找他去。就这儿，快走。哎，客官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这儿吗？舒大娘。哦，我师父他上街办事去了。舒大娘是找我师父有什么事吗？我。
大娘，您是师傅的？我是你师傅的发妻。啊？三少爷，我问你，你师傅的大名是不是叫刘若谦？是。河南洛阳人。是。今年41属猴的，对不对？是。哎呀，那没错，就是他。我们俩打小就认识。我父亲是开药店的，收了个孤儿徒弟，就是你师傅。我们俩从小一直玩到大。哎，我知道这个叫青梅配竹马。我也不怕你们三位笑话，这也算是天生有缘。我8岁就看上他，18岁就同他圆房，都到了这个年纪了，我还得踏破铁鞋东跑西颠，满世界去找他。哎，你们说，他算不算是个冤家？是，这师傅也不往家里去封信。他原来出去也是有出有归有信，这不他一出去2年，我等得心焦。你说年轻那会儿性格温和，这上了点岁数了，脾气就暴躁了些，我就狠狠斥责他为何不回家，这怎么家里就不如外边了？这不把人给吓跑了。这有的时候啊，越亲的人说出的话才更伤人。您到底说了什么话把师傅吓跑了？就一句话。什么话？你有种，就别踏进我舒家大门！这舒大娘言重嘛，也难怪师傅他不回去。可不是嘛，你说我当时说的时候也是无心的，这不是吵架了，这个床头吵了，床尾就和了嘛。谁想到一句话就把人给伤了。那大娘，您都知道是您错了，那道歉去不就行了吗？是啊，我知道错在我，这不才满世界寻他吗？这不寻了许久，没想到他成你师傅了。哦，那师娘，请受徒儿100。快免礼，使不得使不得。哦，对了，师娘，这次师傅从荆州回来置办药材，是为了办救治边城伤员们的大事，所以一切费用由我来承担，还请师娘先回药铺去，和庆堂兄弟一起备好药材。我保证，师傅回来之后，定能与师娘团圆。好。燕生，你先回京邮局等师傅回来，回来之后立马带来见我。那我们就先走了。那徒儿就不远送了。哎，这舒大娘还真是个泼辣直爽的性格呀。李小姐，你日后不会成个李大娘吧？那倒是不会，我呀，只会变成一只大老虎，然后把你吃掉。哦，那我这齐三少爷还真是可怜啊，要被个虎儿叼走了。那你就来吧。哦，燕生，找我有事。啊，好，走，好，走。什么事这么着急啊？哎，师傅，玉湖姑娘，天磊，什么事？师傅，你可算回来了。这药店老板啊，亲自上门备药，说缺了2种药，想用另外的2种代替。我们想等着您回来，让您来做裁断。哦，
这是哪2味药材？缺了呀，缺了那个熟地啊、当归啊之类的。当归？这当归是最常见的药材，怎么会少？他说是有当归的。哦。啊，对，当归。哦。师傅，你有所不知，这药店老板呢是我们家的至亲，为人爽直，急公好义。他一听说啊是给边城将士们的急需之药，便把生意都停了，与儿子一起将药备好，分文不收呢。这生意人能有此等心怀，实属不易。我这就去一趟。好，叶生，快带师傅去。静堂啊，哎娘，他们怎么还不来啊？哎娘，你就放心吧，准备了这么多药呢，干爹肯定会来的啊。啊，哎，静堂，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可全部都记住了啊。哎呀，娘，您就放心吧，今天啊，我一定让您和干爹团圆。哎，好好好。来了，干娘这次可全靠你了。知道了。哎，燕生。悬壶济世。啊，您就是来自边城的刘先生。啊，在下刘若谦。我叫季敬堂，是这家店的伙计。哦。你家店主呢？啊，店主方才一直在这等候您，但实在不巧，他因为一点急事被请了出去。您稍等片刻，他马上回来。好。你先忙。我先忙。刚刚是什么声音？你们家不会有老鼠吧？呸！你才是老鼠。对了，先生，听说您是河南洛阳人。是。我们家老板也是洛阳人，据他说，他是您儿时的玩伴。哦。你家老板尊姓大名？他姓佘，叫佘宇。姓佘啊，还真是记不起来了呢。想不起来，就给我好好想想。快去忙吧。哎。你练字几年了？啊，4年了。触笔灵秀，后生可畏。你家老板怎么还没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哎，确实。哎，不瞒您说呀，昨天还起冲突了。什么冲突？昨夜老板跟老板娘吵架，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你一句我一句，2个人互相都上了火头。我们老板娘呢也是个倔脾气，老板呢又说了一些火上添油的话，这下糟了。于是呢，老板娘就摔门而出，老板呢也就急了，但是他怕耽误您的大事，所以说咬着牙帮你准备了这批货，于是才匆匆的去找老板娘的。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回来就不回来呗，何必去找呢？
你还小，你懂什么？虽然说夫妻之间没有隔夜的仇，但是又说了过头的话。他不去找，另外一个又怎么下台阶呢？没良心的！我给你台阶，你下吗？哦，对了，老板临走之前给了我一件东西，说只要将它交给你，就知道有当归了。当归。你家老板到底是谁？蛇语，蛇语，叔也。热姐。我找的好苦啊！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去哪儿了？去哪儿了呀你？孩儿敬堂，拜见干爹。啊，免礼免礼。干爹，你看这葡萄是你从边城带回来的，几经周转，还是送到了娘手里。若谦，我决定了，以后啊，你上哪儿我上哪儿，咱俩再也不分开了。秀媛，你放心，后天我把药材送到边城，很快就回来了。后天？你一天都不能多待？主要是前线呢，还有很多伤员等着我去救治。你不放心这个，不放心那个，你怎么那么放心我呀？你去悬壶济世，我不反对，但你也不能把我丢在一旁不管不顾呀。你呀，刚好了那么一小会儿，就开始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啊！我唠叨，还不是因为挂念你吗？我知道你是在乎我。快点，快走！帮我看一下，住啊！怎么样了？哎，杜宾，止血药还有没有了？止血药都用完了啊！这可怎么办？不马上止血的话，这位将士的命可就难保了。
我想到了，我师父之前指着山上的黄杨草跟我说，此草虽有一定毒性，但是关键时刻可以救人性命。此时此刻的黄草就是救命的良药啊！我马上士兵去采。不用了，我认得，我去吧。好，哎，你小心点儿，快压住！我找到了。啊，找到了！好，好，终于找到了。这附近一定还有，我们分头去找。好，好。怎么了，杜医生？杜医生，杜医生！兄弟，忍住！有了这个就有救了，就有救了！多亏了杜医师，连夜上山采的呀。先生，听说多兵受伤了，怎么搞的？哎呀，为了抢救伤员，他连夜上山采药，给摔伤了，严不严重？哦，幸亏是外伤，皮肉受点苦。不过这孩子是真倔呀，硬是不让人碰，他自己回去包扎了。来了。杜斌，渡边，怎么样了？评委，还疼吗？我都好多了。你也真是的，半夜私自上山，为什么不跟我说，让我陪你一起啊？来不及了，救人要紧啊！行吧，哎，跟你说个好消息，入虎学探敌情的那个小兄弟得救了。真的？当然了，这也多亏了你，及时上山采药，又立了一大功啊！这仗是大家打的，人也是大家救的，什么功不功的？反正你就是功不可没，我要找大哥帮你请功。干嘛？大哥来了，还有人跟我请功呢。对，大队人马还在外面呢，快去。是，德斌，那我先走了。啊。来，先坐下。哪受伤了？给我看看。没事。给我看看。还疼吗？你上山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昨晚情况紧急，救人要紧吗？让你受苦了，但真没想到，你居然还是扬州的富家小姐。其实，离开扬州，换个环境也挺好的。自从我来了军营，我才知道，这个世界有这么大，我能做的事情有这么多。现在，我都没有刚来的时候那么想家了。你一个女儿家，漂泊在外，思乡心切，这是人之常情。冰燕，
我想先送你回将军府。不，那我会被闷死的。那我先派人把你送回扬州。也不要，这边城胜利在望，我要和你一同凯旋南下。但你一个女儿家在军营里，女扮男装太不方便了。这倒是，我在军营中确实是有诸多不便。这样，明年我把军营里的告示牌给折了。万万不可！你皇命在身，重任在肩，就不必为我多操心了。我呢，会趁着养伤之机，好好的想个主意的。好吧，但你以后必须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兄弟们，我们入驻边城，与敌交战，屡战屡胜。一靠兄弟们勇猛善战，二靠本军纪律严明。军纪第6条规定，女子不得擅入军营。可是最近，竟有大胆女子混入军营。女子来军营。大哥，咱这没什么女子。这个女子不是别人，正是本将从扬州娶到荆州的新夫人。带上来。杜宾。大哥，你是不是搞错了？别怕。杜宾，按照军规，女子私入军营，斩！且慢！如此处置，我觉得不妥。为何不妥？她既然是将军夫人，那便不是混入军营的闲杂女子。况且，自从她入军营以来，献巧计，救伤员。大哥，就连你身上的剑伤都是人家日夜操劳、精心呵护之后才照顾好的。你这样二话不说就把人家给……反正我觉得不公平。对，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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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不依规矩，难成方圆。她虽然是我尚未谋面的夫人，可她犯了我制定的军规，我袁不屈，赏罚分明。将军，您就饶了杜军医吧。对啊，将军，您就饶了杜军医吧。本将军的夫人犯了军规，本将军难辞其咎，纵容亲眷之罪，也该罚。来人，袁不屈，军棍100。将军不可。你是我的夫人，我们本就是一体，我怎么能让你独自承受？
将军，动手！得罪了，将军。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一座城，一声情，一曲相思锁一心。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夜雨伴随扬州行，一人撑伞两肩并，花瓣飘零，是你满天深情。夜雨无声人有情，不负真心，不负雨，不负人间，一步后期。将军，老朽乃义军之军师，最是遵守军纪。且听老朽一言：当年三国曹丞相有马踏青苗必须斩首之禁令，可偏偏又是丞相的马匹践踏了青苗。为了严守军纪，丞相要自刎谢罪。如果不执法，丞相又不允。后来，众军师请命，要丞相割发代首，以示谢罪。对，割发代首。不知者无罪。将军的牵连之责已然执行，此事就罢了。正经无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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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经无罪。大哥。好，今日我就效仿三国曹孟德。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一座城，一声情，一曲相思锁一心。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夜雨伴随扬州行，一人撑伞两肩并，花瓣飘零。真没想到，将军夫人既是诸葛之士，一骑良方，妥善亮出了自己的身份。
还能品味擦亮了双眼，认下你这个嫂嫂。有得亦有失。你看我这长发，不就被你无情的削去了？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一座城，一生情，这是一曲相思所依稀，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半月明，夜雨伴随扬州行，一人撑伞两肩并，波般飘零，许你满天深情，夜雨无声人有情，不负真心不负雨，不负人间亦不负情，夜雨蒙蒙扬州行，山高水远情不离，良辰美景透出深情相依，夜雨柔柔人有意，姻缘作对须惋惜，郎情妾意此情不移。若谦，我给你收拾的差不多了，你过来看看还缺什么？秀媛，让你费心了。什么话？哦，对了，你等着。来试试，这是我给你新做的。这得花费不少的银两吧？这算什么呀？这2年我不在你身边，你自己也不知道置办2身新衣服，看着让人心疼。转2圈看看。确定是2圈？嗯。1圈，2圈。还不错嘛。秀媛，我都懂。若谦，我有个事儿想和你商量。你说。但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都老夫老妻的了，有什么愿意听不愿意听的？哎，我说你一个性格直率之人，怎么也变得扭捏起来了？你说，我们俩也快3年未见了吧？这才团聚了2天，你明天又要走。哎，等这仗一打胜，我立刻回来。可是你去那么老远的地方，又是疆场，我不放心。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有什么不放心的呀？哎呦，我不放心就是不放心。说吧，你到底想做什么呀？你带我也去吧。不行。怎么就不行了？这路上多一个伴儿，他怎么就不行啊？路途遥远，而且军中环境十分的恶劣。
我是怕你受苦啊。我不怕。袁将军他还颁布了一条军规，不得任何女子步入军营，否则格杀勿论。那你徒弟不是女的吗？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她是女扮男装。那我也女扮男装。不行，反正我说过，不行就是不行。现在已经有一个了，你再去不是添乱吗？我。秀云，秀云，其实能和你再次相见，我就已经别无所求了。别无所求还乱跑？我那不是乱跑，我去边城，把那大事有头有尾的做完，你就在家安安心心的等我回来，好吗？爹娘，齐，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啊！说吧，什么事？齐三公子来了。行，我们知道了。得知师父明日就要启程，徒儿特地前来倾听教诲。其实别的也没什么，只是那人阴险狡诈。你和玉虎虽然多次挫败他的阴谋诡计，但也不可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埋，迫于招架。应该让你的祖母早日看清他的阴险嘴脸。师父言之有理，不过此人在祈福蛊惑人心已久，奶奶对他深信不疑，恐怕这逆耳之言听不进去啊。师父，徒儿突然想到一计，我想让奶奶尽快知晓柯世昭在寂静堂父母身上犯下的恶行，怎么样？好计，天磊，我走了之后便可使此计。敬堂感念公子能出此计谋，恳请三公子早日为我九泉之下的父母报仇伸冤。敬堂兄弟，此仇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一定会有那一天的。多谢三公子，快进去，不必多礼了。师父，那你明日启程一定要小心谨慎，我和玉虎就先回去了。师父，一定要多保重。好，保重。早点回去休息吧。干爹干娘早点休息，我便先走了。你也早点休息。故弄玄虚。你怎么认出我的？你化成灰啊，我也认得出来。
不好玩。本来人家就是想让你试试我的功夫长进了没，这么早把人认出来，没意思。我早就知道你一直跟着我呢。怎么，真的要跟我一起去边城呢？那当然了，我从不说二话。可人家军营中有规定，不许女子入内。那我不住军营，我们到军营旁边找个房子住。那是军营，旁边哪有房子呀？反正我不管，你上哪我就上哪。我是真拿你没办法呀。你答应我去啦？天雷，你怎么魂不守舍的？想什么呢？虽然师傅也赞同我们的计策，用这个方法，不仅可以让奶奶知道寂静堂一家被陷害之事，也能让她知道柯世昭的真实为人。那有什么好顾虑的？但是揭穿此人，又谈何容易呢？你是怕奶奶不相信你？奶奶自然是更相信他了。为什么呀？奶奶年轻时喜欢养兔子，最宠爱的那一只脖子前有一撮红毛，后来得病死掉了，奶奶伤心不已。偏巧，远在江浙的姑母足月生辰，诞下一名男孩，这名男孩的脖子前竟然也有一块红色胎记。奶奶听闻之后，便以为是玉兔转世，亲自前往江州查探，之后便倍加宠爱。此人就是与我大哥同年生辰的柯世昭。竟然有如此巧合之事！这个柯世昭极会笼络人心，整个齐府上上下下，除了我母亲、雅妹之外，所有人都认为他好。你觉得，要是我们没有掌握他的铁证，奶奶会相信我们说的话吗？有道理。所以此计还需周密行事，最好是能够支开柯世昭，单独向奶奶汇报，免得节外生枝。唉，要是他不在府上就好了。对呀，奶奶一直想收回一家外地的商铺，我可以在奶奶耳边吹吹风，让她派柯世昭去速速督办此事。就这么办。柯少爷，听说你要出门啊？老太君吩咐的事，不得不去。不过听老太君的口风，此事似乎是三少爷提出来的，才让我去收了那商行。这三少爷一向不过问生意上的事情，这次都是怎么了？还有那个三少奶奶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搞不好这一次就是他们二人的诡计。小巧，我此次出门在外，府里的上上下下，你要好好留点心。老太君来了。小巧啊，你身为老太君身边的人，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你怎会忘了呢？老太君曾多次说过，人前爱争长与短，人后必然话是非。你以后所有不顺心的事，一定只可以跟老太君讲，不可以人前人后的乱讲，记住没有？是，柯少爷，我知道了。还有啊，哎呀，你走了。还有，我走之后，这府里的上上下下一定要多留点人盯着，还有三少爷那边也要留点心。你看，轿子已经备好了。
少爷您的包袱。来，起轿，走了。天磊啊，找奶奶有什么事吗？奶奶，最近咱们这儿来了一个戏班，叫鸾喜班，他们演的剧目我们连听都没听说过呢，现在已经唱红了整个林州城。行吧，那就把这个戏班请到齐府来，为齐府的老老少少专门演上一场，可好？行。二老爹娘在此休息片刻，待儿去早晚随来。好。哎，天高望地远啊，有缘父此生呐。你们逃得出江州，却逃不出我的手掌。哎呀，周公子啊，你为何就少不了我们呢？阴曹地府，讲理去吧！上。可怜的见爹娘。哎呀，好了，奶奶，您别哭了，这哭坏了身子可不好。奶奶，您觉得这出戏如何？这个戏是不错，就是太苦了点儿。哎，这个戏叫什么来着？叫《丁郎恩仇记》。那个演丁郎的小生啊，唱功不错，做工也不错。奶奶，您有所不知，这位丁郎可是确有其人，这出戏也是真的。哦，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丁郎是我朋友的一位亲戚，现在就住在我朋友家里。哎呀，这可怜的丁郎啊！奶奶，您想不想见见这个丁郎？也好，改天你把他带到齐府来，咱们好生的安抚安抚。好，那我明日便去请他来。奶奶，那你就不能伤心了。奶奶，我新寻得了好茶，一会儿让小巧姐跟着小喜去取。小巧姐烹茶的手艺，您是最满意了。等泡好茶，给您好好尝尝。好，行。
悄悄姐，随我来吧。那茶呀，可香可香了。是吗？您肯定会喜欢的。奶奶，见过老太君。起来，不必拘礼。起来，快起来。你就是戏文中的丁郎。老太君，丁郎是戏中人的名字，小生姓纪，叫敬堂。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吧？我是江州人。江州人，人长得不错，名字也好听。就是你的命太苦了。昨天那戏看的呀，惹得我这个老太婆直落泪呢。你的爹娘死得也太惨了。老太君，他们杀害我爹娘的手段，比戏中的还要残忍。别难过，别难过了。既然如此，那我就问问你，为什么不把真实的情况写到戏里，让大家都知道呢？戏班班主怕惹祸，只能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况且我爹的冤屈，也不是一场戏可以说明的。戏说不明白，嘴能说明白吧？老太君，那戏里的周世彪是借刀杀人，可那江州的周世彪是用毒计害人，心狠，手更辣。他们为什么要缠着你家呢？江州城东有一恶霸，恶贯满盈，坏事做尽，而他的儿子周世彪，跟他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玉面郎君。我们家在城西经营着一家药馆，本来与他们周家毫无瓜葛，可万万没想到，还是被那恶人盯上了。那他们有何图谋？他们看上了我们季家的药馆，那是块生意兴隆的风水宝地。起初，只是派人出价收购，我爹爹一口回绝了。后来他心有不甘，便想出了一条丧尽天良的毒计。毒计？什么毒计？奶奶，您先别急，听他慢慢说。好，你慢慢说。那恶人周世彪一心想要我家的地，但是又不能从城东到城西去强抢，于是便挖空心思的陷害我家。直到有一天，他在江州的大街上东游西逛，看到了一对乞丐母子坐在街头乞讨，心中突然冒出一个毒计。他别有用心地走到乞丐母子面前，说这乞丐母子的样貌像是他家一个什么远亲。一番花言巧语之后，周世彪让人把这个乞丐骗回家中，大吃大喝，让这个乞丐吃得好穿得好，犹如平地升天。如此，他也就乐得跟在周世彪身后收租讨债，狐假虎威，当了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甩手公子。这个乞丐在周世彪家中一住就是半年。有一天，这个乞丐公子偶然得了小病，周世彪便请了个郎中给乞丐把脉瞧病，开了药方。乞丐公子便拿着这张药方到我家的药店去抓药。为人朴实的爹爹，万万也没有想到其中有鬼。他按照药方抓了药，给了这个乞丐公子。公子，你拿好。谢谢少爷。之后，周世彪又派人偷偷将真药换成了毒药。
乞丐公子喝下去之后，顿时七窍流血，一命呜呼。贩卖假药，谋财害命，给我见官！怎么可能呢？我们季家药铺一向卖的都是货真价实的药。快走！周世彪让他的手下抬着乞丐公子的尸体到我家店门口大吵大闹。爹爹和他们理论，可是这帮恶人蛮不讲理，硬说爹抓错了药，害死了乞丐公子。他们不由分说地把爹拖进了衙门。收了周世彪贿赂的县官，用酷刑逼我爹爹招供。可怜的爹爹，蒙冤寒躯，惨死狱中。这个恶人丧尽天良，用无辜乞丐的性命嫁祸你家药铺，谋财害命。你刚才所说，都是从哪儿听来的？当年敬堂想去官府报官，却被那周世彪买通的狗官赶了出来。恰巧在门口遇到了那位乞丐老太，乞丐老太也觉得他的儿子死得有蹊跷，便去质问周世彪。这周世彪便派人在他的吃食里下毒。幸亏有个心善的小丫鬟提醒了他。老太知道周世彪要赶尽杀绝之后，便连夜逃走了。可这周世彪心狠手辣，竟派了许多人去追杀老太。老太受了重伤，眼睛也瞎掉了。她心有不甘，想去报官。途中我遇到了她，我带着她一路逃离江州，却不曾想，这周世彪派人连夜追赶我们。混乱之中，我与那老太走散。唉，善恶到头终有报。敬堂，你今日来，就算是我们有缘。这样，我送你一些银两，祝你日后去寻找那证人瞎眼老太，再去状告周世彪。若是我说出那周世彪的真实姓名，奶奶，这戏中的丁郎实是季敬堂，不过这戏中的周世彪嘛，是谁？禀告老太君，那戏中的周世彪不是别人，正是来自江州的柯世昭。你究竟是何人？我是江州季家药馆掌柜之子季敬堂。那柯世昭害得我家破人亡，请老太君替我做主。我说的话句句属实。这是我爹临死之前亲手写的，连狱中的狱卒都动了恻隐之心，才将它转交给我。敬堂报官无门，又与老太走失，丢了人证。听闻七老太君您有仁爱之心，又慈善公正，定不能让那柯世昭毁了您齐家的名声啊！于是我才斗胆来见您，求你给我个公正。原来他是来告世昭状的。既然这个案子他官府都管不了，又没有证人，我一个商户老太太更不方便插手。再说了，你刚才所说的也只是一面之词。天磊，在。
你去取些银两送给他，让他好好回家。是。敬堂感谢您的善爱，但敬堂不为银两，只求替我父母还个公道。祝老太君福寿康宁。敬堂就先告辞了。我去送送他。天雷，你是怎么认识那孩子的？有一天，他在咱们齐府大门口吵嚷，说着要见你，让你替他做主，结果引来了王胡子等人，将他暴打一顿。我与冰燕只好路过，将他救下。世昭在吗？他不在。那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孙儿想，毕竟此事牵扯3条人命，又与柯表兄有关，不能只听信一面之词便妄言相信，还想等着查实之后再说也不迟。天雷啊，寂静堂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世昭现在是在替我办事，办的都是我们齐家的大事。如果让他牵扯到官司，那受损的可就是我们齐家了。奶奶，这寂静堂家的冤情早晚都会真相大白。但是咱们齐府的大事，您还是尽快收回自己手中比较好。奶奶，这传说不可能空穴来风。这江州，我看也是个多事之地，会不会是因为柯表兄常驻江州，沾染了一些江州不好的风气，把厄运带给了咱们齐家呢？你不要胡说。孙儿没有胡说。若是咱们齐府没有厄运，为什么我的大哥会不明不白的一觉睡死？又为什么我的二哥会莫名其妙的被毒蛇咬死？为什么我的燕氏小妹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哑巴？为什么齐府上上下下会说我齐三公子活不过25岁呢？天雷，你不要再说了。奶奶，孙儿不是要吓唬你，是咱们齐府当真有邪气啊！你不要再说了。快走2步。少爷辛苦了。快点，少爷请。把药拿到后面去。少爷您慢点啊。柯少爷。柯少爷，你总算回来了。回来了。你先把东西拿进去。哎，快，小跑2步，来，快点。去。小巧。你来和我说说，我不在府中这几日，这府里都发生什么事了？那3少爷和3少奶奶给老太君请了戏班子来演戏。后来呢？第2天，我本陪在老太君身边，却被3少奶奶支开去烹茶。回来的时候，3少爷带着个少年在与老太君说话，老太君满脸不悦。小巧，
你可有看清这少年长何模样？被三少奶奶带着匆匆的走了，我站得又远，看不清楚。反正17、18岁，人挺精干的，块头不大，白白净净的，看穿戴倒像是外地来的。小巧啊，你为什么不好好盯着他们呀？我怕被三少奶奶看见，她鬼着呢。打死他！对了，那人就是那天门口挨打那小子。又是他。小小，你告诉我，你可知他向老太君说了些什么？外祖母，世昭拜见外祖母。世昭，你回来了啊，回来了。来，把东西放过去。哎，外祖母，外祖母，您看看，这些都是我精心挑选给您带的礼物。又带了这么多东西。外祖母，您慢点儿。你每次归来，都给我带这么多的东西。唉，我一个老太婆，能吃多少，能用多少啊？以后啊，就别花这个钱了。外祖母，这些事您不必介怀，以后啊，世昭都听您的便是了。还有，各方亲戚不要再送什么土特产。今天呢，这2罐茶叶我收下，其他的你帮我送到江州。这些都是我精心挑选给您带的礼物。以后啊，就别花这个钱了。还有，各方亲戚不要再送什么土特产。今天呢，这2罐茶叶我收下，其他的你帮我送到江州。你母亲那儿就说是我送给她的礼品。是，外祖母，都听您的便是。来，喝茶。坐下吧。我呀，就剩下你母亲这么一个女儿了，多年不见，十分想念，所以我想到江州去看看她。外祖母，您年纪大了，腿脚多有不便的，不妨让她来林州看您。这江州啊，实在没什么好看的。哎，我就去过江州1次，来去匆匆的，也没见过什么好的景致，所以我想，这江州没什么好看的。外祖母，实话跟您讲，这江州的确是我的故乡，虽然不算是什么风雨之乡，但确实也是一个富庶之地啊。可惜，这江州民风不好，多处泼妇刁民，实在是令人感慨呀。不对呀，当年你父亲在江州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那些鸡鸣狗盗之徒，怎么敢招惹你柯家呢？正是因为我父亲有此背景，还为人正直，眼里从来揉不得沙子，所以宿敌、仇人也多。而如今他已经不在了，可就是有这么一些奸佞小人，喜欢恶意造谣、肆意诽谤。
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的，我们柯家这好好的名声，全都给传坏了。原来江州是这么一个情况，看来此事也不可听一面之词，还需从长计议。世昭啊，你刚回来，一路辛苦了。等你休息好了，再来给祖母讲讲外面的一路风景。是，外祖母。那世昭，先行告退。嗯。柯少爷，您找我。老官，我正好有事情要吩咐你，请讲。江州有一位瞎眼老妇乞丐，我要你带着兄弟们暗中查访，找到最好的时机，除掉他。明白。所以，老太君信了吗？方才老太君找柯世昭问话，柯世昭出来只是神色坦然。根据推算，奶奶并不相信寂静堂所说的。捉贼拿赃，奶奶不信，我们就把证据摆在她面前。对呀，这寂静堂是受害者，奶奶不相信；但若是把瞎眼老太找来做人证，岂不是铁证如山？奶奶自然就信了。只是这老太太在山高水远的江州，我们被困在宅子里，出也出不去啊。我有办法。那太好了，我可以说。小声点，我的姑奶奶。天磊，奶奶来了。别起来，别起来，快坐下，坐下。哎呀，你是不是旧疾又犯了？奶奶放心吧，没事的。一定是前段日子他太累了，累病倒的。奶奶，不碍事的。最近天气闷热，孙儿胸口憋闷。早些年刘师傅在，都会带我去山林别院静养。今年师傅不在，身子也就虚弱些。哎，奶奶，要不就由我陪着天磊一起去别院小住几日。听天磊说，那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或许对养病有好处。我怕，若是等着刘若谦师傅回来，天磊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子了。也好，要不这样吧，让你表哥派人送你们俩过去。奶奶，表哥他还要打理咱们齐府的生意，公务繁忙，就别再劳他费心了。有冰燕陪我，一切都会处理得妥妥当当。冰燕呐，那我就把天磊托付给你了啊！奶奶，您就放心吧。哦，对了，奶奶，我见燕生妹妹整日闷在房里，能不能把她也带上啊？那个别院清新又安静，方便她散心。行，行。少爷，看来三公子病得确实不轻啊。不可以大意。你的人靠谱吗？
放心吧，我的人绝对靠谱。小姐，就是那个，他是王胡子新招来的车夫。狗腿子！不急，将计就计。小喜，你跟燕生先走，记得去东街办事，一切小心。是。从东街走，出发。是。赶紧出发！去。停下！三少爷的补药还差了几副，我去药铺抓了带上，免得别院私下没有药铺，耽误了三少爷养病。你们先等等。兄弟，来，帮我看会儿马，我去拉肚子，好不好？一会儿就回来。快点啊！慢走。就按药方上的准备。好，这是您的药，5两纹银。哎，银子，谢谢。药抓好了。三少爷身子弱，受不得颠簸，你们啊慢着点儿，咱们也不赶时间，压着点走。啊。慢着点走啊！去。我与三少奶奶在这内房当中养病，尔等不要打扰。你们便守在这大门口，住在偏房中即可。如有不听命的，待我们回府之后，三少爷禀明老太君，肯定会重罚，并且打发你们出府。听明白了吗？明白。
搞定了，什么时候走？择日不如撞日，就在今夜，清风拂林之时。今夜怎么走啊？师傅在此别院还另有一条西径。小喜，你便安顿在此，按计划行事。明白，三少爷。哟，二位兄弟职业辛苦，上好的女儿红，来2口。来，这个时候不能。哎呀，夜长喝2口解解乏嘛。来，一块喝，来，喝呀！快！来，三少爷怎么今天那么安静？给我再喝一口。三少爷、三少奶奶，吃点点心吧。来，给我一口。谢了，多谢啊！没事，辛苦啊，慢走啊，慢走啊。没想到这个别院还有这么一条暗道，真精巧。哎，我都好久没出来玩了。那咱们这次就玩它个够。好，好看吗？好看。杨子，我这招偷天换日如何？还行吧，只是不知道可以瞒多久。是，所以咱们也只能将计就计，速速寻找证人夏言老太，然后赶紧回来才行。哎，我都好久没出来玩了，在你们齐府都要待烦了，这次出来得好好玩一玩。哎，你知道江州有什么好玩的吗？你想玩的应有尽有。那赶紧走吧。走啊，跟我比一比。行。去。夜色太寂寥，忆起两人之俊俏，一阵相思空念你的妙。清风落嘴角，吹来愁绪红尘飘，一地思念纷飞后人扫。我要在今夜出逃，借月光皎皎，捕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举上夜色千万飘，和着思念熬出缕缕情丝之间绕。我要在今夜醉倒，半月光皎皎，想念你我喜欢这个好一地动山摇。喝一口美酒良宵，和着相思谣，梦里和你一起等破晓。娘子别打！哎，让你吓我！子，去那边，去那边。各位朋友，
江湖九流巨兄弟，出门在外靠朋友，顺风耳、千里眼、欲寻宝驹、找马眼。这谁呀？原来是道上的朋友，有什么需要您说，但凡是我们知道的，必定告知。诸位兄弟，你们可否认识一位瞎眼老太，年约50岁左右？他的儿子也曾做过乞丐，还曾跟随贵人逍遥过一段时间，却在1年前离奇的死了。朋友，这单生意我做不了。酬劳可谈。你们不是江州人是吧？的确不是江州人士，但俗话说，在外靠朋友，请各位兄弟卖点面子，给些消息。朋友，我们只是来打听一点消息，并无敌意。方才这位兄弟说做不了，这做不了3字，况谓含糊。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此事关乎诸位的身家性命。2位贵人睿智，我等不便趟这趟浑水，还请2位朋友莫要再逗留，离开此地。兄弟，你不便说，我们也就不问了。这些钱财，你拿着，给诸位兄弟分一分，买些吃食。此事我们说不得，不过2位可以试试去逍遥楼找尔报神，他法眼通天，只要银钱给的够，什么消息都可以在他那儿买到。多谢。官爷，刚才有对年轻夫妇打探那个老太的消息。什么人？听口音不像江州人士，那男的一副白面小生的模样，那女的倒是有几分姿色。哦，对，还有点江湖气。这样，你带兄弟们，一面继续暗中打探那个老太的消息，另一面给我死死地盯紧了这2个可疑的人，一旦有任何消息，立马来报我。是。客官，请。2位客官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我。哎呦，王公子，好久没来了呀！多赢点，多赢点。那儿呢？这逍遥楼原本就是做这类生意的，鱼龙混杂的赌场，消息自然灵通了。走吧。等等，去这种地方打探消息，自然要有些门道。门道？其3公子锦衣华服，腰带玉佩，头戴玉冠，富贵非常。可就是这脸嘛，我脸怎么了？这脸白白净净，斯斯文文，就是这眼睛太精明了一些，一看就会骗人。
我如此温和敦厚，又怎会骗人？你可不要冤枉我。可是我这法子就得要会骗人。这是我糊涂了？明明刚刚入住客房的是一对恩爱小夫妻啊！哎，你可要记住了，从现在开始呢，你就是鲜少出门的阔少，人傻钱多的富家子，反正不能把你的精明劲儿给露出来了。小生初次进城，虽然家财万贯，但也只知之乎者也。今日偷跑出来，想找个乐子。就这样，就这样。哎，那你也要记好了，你现在就是地痞无赖小流氓，可千万要小心谨慎。如遇凶险，我一摸鼻子，你便要小心收敛。嗯，记住了，走吧。站住！站住！追他！站住！别跑，乞丐！别跑！站住啊！起来！跑啊！你们是什么人？什么人？给我打！看什么看啊！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说，今天给那对找老妇的人说了什么？我什么都没说呀，大哥。小混蛋，你想找死是吧？大哥，饶命！赶紧说，要不今天要你小命！我说，我告诉他们去逍遥楼打探消息。以后给大爷管好自己的嘴，走。这位公子，看您贵气逼人，紫气东来，今日定能财源滚滚啊！公子，里边请，玩两手，瞧瞧。瞧瞧，公子请。请。兄弟，买大买小啊？大。哼，122，你输了。大哥厉害，小生佩服。再来一局吧。好。我还压大。哈哈。再来。哈哈哈！输了，你今天运气不好。怎么还要来？你这次输了，身上这件衣服可就保不住了。来。小兄弟，你的骰子我来帮你开。哼，爷爷，我今天手气好得很，不需要。
是小生赢了，是小生赢了，小生赢了！这是作弊，不算。哎，这可是我们逍遥楼的东家，大度有容、笑口常开的耳报神，怎么不算？哼，原来是大东家，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失敬失敬。小兄弟，这么好的手气，得再玩两把，我做个东。那我就再陪您玩两把。请。我也要来，乘胜追击方能破敌。再来一局，我全下。好，你呢？我压大。3个1，豹子，庄家通吃，胜！好嘞！嘿，小兄弟，赌局的规矩，愿赌服输，你这是要砸我场子呀？啊！不关我的事啊！我当然不敢砸您的场子了。对，我是觉得这赢了就走的话，多少有点不太道理。嘿，说的对，但你还有钱吗？哎，那是家中长辈所赐。这么个破石头，你真的拿我耳报神当叫花子？少了，这儿还有，而且这家伙看起来像是富贵人家的子弟。若是他输了，便让他打白条，让他家人还。啊，大哥，这万万不可呀！这个不行啊！没事的，这一把全赢回来。行，好，有胆识。我耳报神开门做生意，来者不拒。既然是豪赌，二位雅家请。慢着，你我二人皆是赌场老手，我看这一局谁掷骰子都不合适，要不挑个新手如何？说的有道理。这逍遥楼是我的地盘，咱不能让外人说我欺客呀。是啊，这骰子由谁来摇？你选。我不行的，小生只会执笔写字，不会这些东西，我不懂。哎，不会就对了。你来摇。兄弟，看你了。我试试。失敬。无妨。好了，我先选小。那我就选大。大。慢着，耳报神，我跟这位兄台可是赌上了全部身家，不知道您赌什么？来，是东家。耳报神，
我们兄弟二人可是赌上了全部身家，您就这么些银子，怕是有些小气了吧？依我看，若是您输了，就把这半个逍遥楼输给我们俩。大胆！好大的口气啊！哎，好，我依你，但我也提个条件：这把如果你们俩输了，打明儿起，在这逍遥楼给我当牛做马，你们俩的资产都归我。啊，那岂不是把我祖产都全押上了？我不玩了，我不玩了。完了，哎，好，开！开！我赢了，我们赢了！不可能！我明明吩咐他，吩咐人把这骰子动了手脚。胡说！这骰子难道是刚才掉到地上的时候？石匠，是你换了。您的骰子在这儿。您的骰子摇大摇小，还不是您说了算？我们二人怎么会这么傻，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押上？二豹神，你这半个逍遥楼以后就归我们管了。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我们也无心为难二豹神您，只是听二豹神耳听八方，任何消息都逃不过你的眼睛，所以特地来此跟您询个消息。问。我们在找一位瞎眼老太，想必以您的神通，已经知道她是谁，在哪儿了吧？早就听丐帮的兄弟说，有2个人在外边瞎打听，就是你们俩。耳豹神果然神通广大，我们二人也知道，此事背后牵连颇多，才斗胆拿着半个逍遥楼来跟您换消息。若是您肯帮忙，刚才这赌局便不作数了，这逍遥楼也还是您的逍遥楼。我耳豹神敢输，你们2个外地来的小子敢拿吗？您大可以杀了我们2人了事。不过，刚才楼下的赌徒也都看见我们上了楼，如若没有安然出去，我安排的人会去报官。我知道以您的手段平复得了官府，不过因为这样一个小事摊上一宗麻烦，这不值当。况且，我们也都是打开门做生意，这一点钱财，小小心意。罢了，我耳豹神本来就是卖消息的，愿赌服输。你们要找的人在白雀庵。多谢前辈，晚辈属实迫不得已，还望前辈海涵。不必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你2人速速离去吧。晚了，恐怕要节外生枝。多谢。官爷，他们已经查出瞎眼老太在白雀庵中，务必办好，否则我拿你试问。是。
干什么？往哪儿钻呢？小喜姑娘说了，三少爷、三少奶奶不让进去打扰。哎，兄弟，你看这三少爷、三少奶奶从昨天起到现在一直在内院没出来，哪有这样养身体的呀？依我看呢，三少爷就该多出来走动走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是不是？也搁马府还管起少爷来？哎，不敢不敢。哎呀，莫不是三少爷憋在房中出什么事儿了吧？你看这三少爷、三少奶奶从昨天起到现在一直在内院没出来，哪有这样养身体的呀？莫不是三少爷憋在房中出什么事儿了吧？不能进！你这是做什么？还不快把他拦出去！不是，我是担心三少爷，你看他一天没出来了。三少爷服了药睡下了，任何人都不许打扰，快出去！哎，好。以后谁要是再敢胡乱进内院，我就去告诉三少爷。到时候回了齐府，老太君要是怪罪下来的话，我看你们谁担得起！小七姐姐，我们不敢。快出去！不是，三少爷一天没出来，你们怎么都不着急呀？这出了事，小姐、少爷，你们怎么还不回来呀？小希我撑不了多久了。少爷，少爷，喊什么？唯恐整个齐府都听不到你喊是吧？少爷，这是老关的消息。哎，少爷，就我那马车夫也来消息了。什么消息？快说。就那马车夫说吧，就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别院中，然后终日在内院里面，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不露个脸儿。就他那小丫头在门口守着，也不让见人，也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呀。哦，原来如此，他们此刻根本就不在别院当中。不在别院，那在哪儿呢？去，把消息给老关传过去。是。大叔，您知道白雀庵往哪走吗？白雀庵，不知道。多谢。哎。
请问您知道白雀庵怎么走吗？白雀庵呀，你们顺着这条山路一直走，再向东行，半山腰上就是了。多谢。不用谢。走。走走。打扰二位，不知你们二位是否见过一位年龄50岁左右的瞎了眼的乞丐老太？大娘，麻烦问一下，有没有看见过一位50多岁瞎了眼睛的老太太？没见过。没有看见。 50岁左右的瞎了眼的乞丐老太。有没有见过50多岁瞎了眼睛的老太太？没见过。没见过。有没有见过50多岁的瞎眼老太？多谢。没见过。多谢。难道是这耳报神给的消息有误吗？应该不会。江湖中人各有各的活路，耳报神在江州这一块就是吃卖消息这口饭的，他不会砸自己的招牌。哎，不玩了，不玩了！我都当了1天小偷了，我要当大侠。木剑给我。小偷，你可要小心了！现在我换了身份，当大侠了。嘿。对呀。 换身份，我怎么没想到呢？想到什么了？这瞎眼老太被追杀了那么多年，为保性命，说不定现在已经换了一个身份，不再是乞丐。不再是乞丐。可是这庵里除了乞丐，那只剩……我明白了。哎，小师太，请问一下，你们庵中有没有一位瞎了眼的师傅？ 你说的是陆玄师太吧？他此刻正在斋堂用斋饭呢。多谢。走。来，我帮你。你啊，多吃点这野菜啊。如何？打听到了，师傅法号陆玄，去年刚到庵中来剃度，在此之前无依无靠，四处流浪。那就8九不离10了，就是他。走。打扰二位师太，我们夫妻2人初来乍到，想讨一口斋饭，不知可否应允？啊，二位施主，快快请坐。多谢。多谢。多谢。近来庵中救济的贫困灾民越来越多，开支越来越大。为了节俭，斋饭中多选用野菜作为辅食。幸好有我们的陆玄师太颇懂烹饪之法，每日换着花样的做斋饭，倒也颇为有趣。2位贵客，尝个鲜吧。好。没想到这区区野菜，竟然也能做出如此美味。全林州的厨子都做不出这样的美味。来，再点菜啊，再吃点这个。来，给。
两位师太感情很好啊。啊，住持师太慈悲为怀，他可是陆玄师太的救命恩人呢。哎，你且出去看看，看看香客们的斋饭可做好了吗？是。刚才那位小师傅说救命恩人，不知是陆玄师太早年间遭受过什么劫难吗？都是些陈年往事，不提也罢。这说来也巧，我们夫妻二人的一位朋友是江州人，去年家中遭遇横祸，不得不离开了家乡。在离开江州之前呢，他曾经接济过一位瞎眼的乞丐老太。得知我们夫妻二人要来江州之后，便嘱托我们要来探望探望他，想知道故人是否安好。我的这位朋友名唤寂静堂。善哉善哉，天下受苦的人太多了，愿佛祖保佑庇护。看着二位不像本地人吧？晚辈姓齐，林州人，家中排行第3。姓齐，师太，我们知道，您就是当年瞎了眼睛的老太太。我夫君是齐家3公子，这一次特地来江州，就是来寻您的。残害您儿子的人，在江州横行霸道，在齐家也作恶多端。我们想告发他，惩举他，却苦于没有证据。您跟我们回到林州去当人证吧，去把他的恶行说出来，我们一起收拾他。二位施主认错人了，老尼久居安州，对二位所说之事全然不知。师太，就这么算了吗？那倒不会。这陆玄师太决然回去，定是因为不相信我们。毕竟我这齐3公子，可是跟害死他儿子的柯世昭是一家的呢。那可怎么办啊？先取得陆玄师太的信任吧，再想办法把他带回林州。我们就不依不饶，缠到他答应。那叫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找师太去。哎，这位小师傅，阿弥陀佛，你可见到陆玄师太了？去后山了。多谢。师太，我们是齐家夫妇。二位施主请回吧，你们认错人了，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位。师太，我知道您还是不肯信任我们，我们也深深为您和您儿子的事感到痛心。但寂静堂告诉我们，您儿子走后，柯世昭便搬到了季家药铺。阿弥陀佛，作孽呀！老尼每日会为你所说的那位苦主诵经超度，愿他来世多生个好人家。官爷，我一直跟随着那对小夫妇，然后他们到耳报神那儿打探到那瞎眼老太的消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老尼姑就是当年的瞎眼老太，而报神的消息不可能有错的。柯少爷寻了她很久，没想到这个老太婆竟然躲在这儿。咱们还真是得感谢他们俩，帮了咱们大忙。按照柯少爷的吩咐，杀了灭口。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送你去跟你儿子团聚的。姑奶奶先把你送下去。给我上！师太，您没事吧？官爷，你没事吧？让兄弟们把下山的路给我围了，继续给我追！啊！没人跟来。给我看看。鸟语花开穿空气，为一缕香追忆。一色流烟30里，竟无人怜惜。清净出山风雨息，雁归落叹息。痛吗？不疼。这么大道口子还说不疼？没事，这一点小伤真不疼的。齐天磊，被人欺负说不疼，被人打也说不疼，这么大的口子你说不疼？你在我面前不要装了，都怪我没有保护好你。要不是我家娘子武艺高强，我早就被劈成几十瓣了。别哭了，就知道逗，就知道笑嘻嘻。公子是为了救老尼才受伤的，老尼感谢二位的救命之恩。师太不必。师太，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师太，虽然你躲入白泉庵中削发为尼，但也阻止不了那群人的杀心。你的行踪现在已经暴露，他们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对啊，师太，这样躲下去不是办法。要不，您就跟我们回林州去吧，去揭发柯世昭的恶行，替您儿子报仇。好，若不是二位救了老尼的命，老尼也无法知晓二位的为人和真心。你们是好人，我就不再遮遮掩掩了。柯世昭那个恶贼，为了夺得几家药铺，
把我儿诓骗去，下毒害死。现如今，他还想要了我这瞎眼老尼的命。师太，不瞒您说，我的2位亲生哥哥也可能是被柯世昭给害死的。我这么多年来就是为了寻找证据，为我的至亲至爱之人报仇。杀你儿子的恶人，那也是我的仇人。是啊，师太，我们一起为枉死之人报仇雪恨。我这老尼留着一条命，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为我儿沉冤昭雪。要不然，我这条命就随他去了。只是苦于深渊无门呐。我们可以帮您，但我需要您去做个人证，把您这些年所见所闻，把您儿子被害死的经历，通通告诉老太君，让老太君知道柯世昭的险恶为人，老太君便会为您做主，为您的儿子报仇雪恨。好，只要能为我儿讨回公道，要我做什么都可以。那如今的当务之急，就是咱们速速回到林州去。可我刚才查看了一下，下山的路都被他们封死了，你又受了伤，硬闯肯定不行。咱们得想个办法才行。师太，那一车臭臭的东西，装的是什么呀？哦，小师傅们将夜香存放到此处，等夜香车满了，夜香郎就会把它送到白雀庵的菜园子里。有法子了，天磊，这夜香郎就由你来当了。师太，一会儿我们要演一出好戏，不知道您的眼睛是否方便？老太婆虽然眼瞎，但是听觉和触觉都还灵光，我这平时行动没什么障碍。那便好，眼下就差一身法袍了。这好办，顺着这草棚往东走半里，有一口古井，我们常在那里洗法袍，小师傅们都把衣服晾在那儿。那我去接一身。哎，我同你一起去。你都受伤了，乖乖待在这儿，我马上回来。我打不过还跑不过吗？起来，起来，起来！守了一晚上了，连个鬼影都没有，你还睡？其他陆兄弟会不会已经把他逮住了？能吗？哎呦，这么臭啊！你放屁了？放你娘的狗屁！哎，站住！干嘛呢？阿弥陀佛，二位施主，我们是把夜香送到园子里浇菜的。臭死了，呛得我眼睛都疼！快走！等等，你们倒夜香？确实是倒夜香的。这太臭了！你这小徒弟怎么这么恶心？干上！快走，快走！滚！走！哎呀，你快点儿！太想逃了，这个大清早的，跪起来！恶心死了，什么玩意儿？官爷，这暗中上上下下都找遍了，那3个人不见了。不见了？难道他们插着翅膀飞走了吗？这样，你赶紧下山，
那个男的受伤了，走不远。我断定他还在城内，挖地3尺，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好，我现在就带兄弟们去找。等等，你现在先给柯少爷去送信，告诉他，那个瞎眼的老太已经跑了。如果咱们追不上的话，让他提前在林州城内做好安排。一旦他们进入林州地界，我们便可守株待兔，方能拿下。是，走。撤！刘义师，来。哎，娘子，你看是不是打胜仗了？真的？走，进去瞧瞧。哎，女子不能擅自进入，等一下评位。哦，我这也没看见什么女子不让擅入的牌子啊。评委，哎，舅妈，舅妈，舅妈！哎呀，大晚上，哎呀，想死你了，舅妈！我多少年没见你了，你又长高了。舅妈，哎。你舅舅骗我说，这有什么女子不让擅入的牌子？哦，之前是有来着，但昨天给撤了。你来的真是时候，舅妈。这么巧？评委，哎，打胜仗了是不是？哎，对对对，走，一起瞧瞧去。走走。这就是中军大帐。大哥，将军出来了。慢点啊。大哥。将军，刘先生，将军，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夫人。干娘在上，请受冰宴一拜。哎，这可不行，杜姑娘太客气了。我们里边坐吧。好，走，来来来来。这几日战事还顺利？顺利。哇，这就是将军大帐啊，好气魄呀！当然了，舅妈，我们这可气派了。干爹，干娘，请受冰宴一拜。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更何况师父还在抢匪刀下救过我一命。也请受此人一拜。哎，将军，你们这样不是折煞我们两口子吗？快请起。我中毒箭，生命危在旦夕，救我一命，便是我的再生父母。更何况，我还是他干女婿呢。懂了。哎呀，你说你这出去一趟可以呀？什么师傅啊、干爹呀、连月老的活儿你都一块干了。干爹从林州来，不知道玉壶妹妹在齐府的近况如何？说来也是缘分，这齐家的三公子与玉壶姑娘性格相合，意趣相投。唉，只不过这齐府之上有一恶人作祟多年，玉壶姑娘嫉恶如仇，勇敢大胆，而且还有一身好功夫。她错嫁到齐府之后，正好助了齐家三公子一臂之力，两人一来二去就产生了感情。
真是没想到，玉狐妹妹与这齐三公子竟有这种缘分呢。你们这就叫歪打正着。来，祝贺你们，来干一杯！祝贺你们！将军，既然前线已经大获全胜，林州那边他们二人还与恶人相缠，我想尽快处理完军中的事务，赶回林州，助他们一臂之力。舅舅舅妈，你们真是悬壶济世，行侠仗义，有点那个侠者风范啊！什么侠不侠的，我们俩就是爱管闲事罢了。正好，今晚我在军营设宴，一来为军队大捷，二来也为二老接风。来，干！这边，军医，快来这里！哎，来了！来，这样，用双手用力摁住。李军医，你去那边。快点！来这边。程军医，那边几个伤员伤口都已经发炎了，你赶紧看看。好。赶紧用这些纱布把他们的伤口处理一下。干娘，药粉快磨好了吗？啊，马上就好。今天的第一位是文状元，吏部侍郎，文采非凡呐。这第二个是武状元，叫刘大力，体魄强健，力大无比呀。还有这第三位，吴大学士，山西太原人。这些我通通不喜欢，都拿走。哎呦，公主，这都是第3回了，皇后说再挑不出好的就怎么着？一，我不招考；二，我又不买牛；三，我不喜欢吃醋。这些一看就惹人烦。公主息怒，公主息怒！你还说，你气死我了！都先下去吧。公主，您消消气儿。皇后娘娘驾到！儿臣拜见母后。公主，这是怎么了？快起来！谢母后。母后，那些画像里的男人，我一个都不想嫁。女儿就想留在母后身边，一直伺候您一辈子。净说胡话！这女大当婚，哪有不嫁的道理？我听说，你这是挑了一个又一个，挑了20多个，是不是眼挑花了？母后，女儿为了您也愿意嫁，但是我就是很讨厌那些装模作样、做梦都想当驸马的男人，非得是我自己看得上，我才愿意嫁。这选驸马可是件大事，为母看准了就行。不行，那可是女儿一辈子的幸福。既然这样的话，女儿只好逃婚了。你喜报！喜报！喜报！皇后娘娘，喜报！袁大将军与藩邦4战4捷，皇上龙心大悦，请皇后娘娘去养心殿共饮。这个袁不屈还真有一番作为，若他成为驸马，定能配上我儿。试试。嘿，就一个。我教你。哦，将军，传旨公公到了。
知道了，这就回去。是。去就回。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将军原部区御敌有功，特敕封为定北侯，并赐婚，与昌平公主永结连理，钦此。袁将军。袁将军，接旨啊！公公，这旨我实在接不得。啊，这月前我刚娶了新夫人，我与夫人伉俪情深，绝不负她，还请公公回宫，向皇上说明我的隐情。哎呀，将军，你何出此言呢？那咱家不过是个传旨的。哦，这道圣旨可是皇上与皇后娘娘亲传的旨意，若是将军执意不接，那便是抗旨啊！将军难道想要受责罚不成？再说了，身为男儿，这三妻四妾原本就是寻常之事。若是将军实在舍不得那位新夫人，大可以让她转做您的小妾呀。如此一来，就能够与当朝公主共侍一夫。这可是她几辈子都难修来的福气呀！将军，还是快快接旨吧。我怎可让夫人委身臣妾？袁不去做不到。哎呦，袁将军，抗旨不遵，可是杀头的大罪过，弄不好还会连坐家门，被诛灭九族的。哦，将军难道就不为这些伴你出生入死的将士们着想啊？若是将军您现在倒了，那这些将士定会被责令发配到旁系军籍，将军你于心何忍呐？大哥，为了兄弟们，咱们从长计议吧。袁将军，三思啊！臣接旨。大将军原部区御敌有功，特敕封为定北侯，并赐婚，与昌平公主永结连理，
钦此。臣接旨。哎，将军哦，驸马，老臣先行告退。大哥，将军，这件事有些突然，你们不用担心。你们记住，皇上赐婚的事，在场的所有人不得早漏半点风声。是。去吧。大哥，这皇帝不是棒打鸳鸯吗？闭嘴！我想静一静，你先走吧。品威，你心直口快，切记，此事不可让冰颜知道。去吧。鸟语花开春空气，为一缕香追忆。一色流烟30里，竟无人怜惜。清尽出身风雨息，雁归落叹息。评委，一叹不评委，知你归期，而叹忆往昔。你干嘛去啊？你慌慌张张的，怎么？出什么事了？我没有。你肯定有事。我能出什么事儿啊？你有事跟我说呀。别担心。哎，评委。你要注意修养。哎，评委，这孩子，这是怎么了？我刚才看他慌慌张张的，好像出什么事了吧？不行，我得去看看去。好。再不说话，我真要憋死了！这皇帝真是个糊涂蛋啊！我大哥带着我们在前线拼死拼活，好不容易打了胜仗，本以为我大哥可以跟我嫂子过2天安生日子，他过来捣什么乱啊？招我大哥去做女婿，让人家正经夫人去做妾，这不是皇上的女儿就这么金贵的吗？我这……评委，你这嘀嘀咕咕的在这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啊，我刚可听见了，什么圣旨，什么为妾，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什么事都没有。快说！我大哥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我是别人吗？我是你舅妈，有什么不能说的？说。我比你舅舅的嘴严。哎呀，快说呀！都急死我了。呀，舅妈，我大哥和嫂子现在已经是2口子了，对吧？啊。皇帝颁了个圣旨，招我大哥为驸马，要把公主嫁给他，这不瞎扯吗？这算怎么回事啊？天哪，这不是棒打鸳鸯吗？就是啊，我嫂子苦尽甘来，好不容易熬到跟我大哥可以结为夫妻了，哎，就在这个节骨眼，你颁到圣旨。那袁将军有什么法子吗？这圣旨都压在他脑袋上了，他能有什么办法呀？哎呀，这事可不好办。评委，你说咱家谁最聪明？你可拉倒吧！
你舅舅最聪明，咱们得把这事告诉你舅舅，让你舅舅想办法。走。哎，舅妈，不是，不能再让下一个人知道了。我都答应我大哥了，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小傻子呢，要不说你，该漏的风就得漏。走。哎，你走不走？快走。让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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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爷，兄弟们把城里都翻了个遍，还是没个人影。没用的东西，让人家扮成稻叶乡的仗了眼出了城，现在却连3个大活人都找不见。难道他们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怕是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江州城。你赶紧带上所有兄弟，去往各个城门，往林州方向，给我追！是，走，走。军爷，军爷辛苦了。军爷，您还有没有印象？我先告辞了。到底告辞了。走走走。啊，好嘞，辛苦了。既然咱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他们定然会在城门口设下埋伏，继续追杀师太的。2位小施主，你们莫管老尼了，快走吧。师太，您别这么想，我们夫妻2人定然护您周全。你们几个看那边，你陪我问去啊！来，干啥呢？你过来。没想到他们动作那么快。这可怎么办？瘦瘦的，没见过。小野乡出去的，行吗？真的没有。有了。你又有办法了？等着瞧吧。让开！快问，给我问，有没有看到尼姑啊？没有没有。哎，你们几个有没有看到一对非本地的年轻夫妇？瞧着像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和公子的模样，但是穿着尼姑和夜香郎的衣裳，还带着一个瞎眼老尼。没有，没见过。没见过。没有。对，发现了，这边有一个，快追！快追啊！算起来，他们也该差不多抓住我们的替身了。估计啊，嘴都给气歪了。他们肯定想不到我们绕道走了，就算他们折返回来追，千里马也追不上。等回了林州，咱们还得先将师太找个安全的地方安顿起来，再回别院。要把这出大戏神不知鬼不觉地唱完才好。嗯。你们回来了，那是当然。此行虽然凶险万分，但也一切安好。什么安好啊？你的手，这点伤算不得什么，休养几日便会好的。最重要的是，咱们把要找的人给带回来了。敬堂兄弟，你的仇很快就会得报。不过此事事关重大，切不可让柯世昭提前知晓，否则他定会痛下杀招。这段时间你要小心谨慎，切不可大意。好，还有一件事。
三少爷和三少奶奶要上车了。少爷，江州来的信。废物！还得本少爷亲自出马。王胡子，少爷您吩咐，去查一查，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去江州这一路上做了些什么事，遇到些什么人，有什么异常。他们能够一路顺利到达江州，必定是有人接应。务必查到此人是谁。啊，是。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以为带着瞎眼老太离开江州，我就奈何不了了吗？那本少爷我就布好天罗地网，等着你们。去。是。客官，这就是天字1号简了。哎，多谢小哥。谁呀？啊，师太，是齐公子让我来接您的。师太，齐公子已经安排好了，马车就在楼下，带我们从这郊区回到林州城。您先暂住我家的药馆，那里很安全。好，我们快走吧。来。袁将军抗旨不遵，可是杀头的大罪过，还会连坐家门，被诛灭九族的。若是将军您现在倒了，那这些将士定会被责令发配到旁系军籍。将军难道就不为这些伴你出生入死的将士们着想啊？子任，你怎么在这儿？我出来透透气。怎么了？是出什么事了吗？没事儿。走吧，我们进去吧。走。子任，我来。子任，你今天怎么心事重重的？那皇上的圣旨到底说了什么呀？说我玉帝有功，所以敕封我为定北侯。那这不是大喜事吗？
应该高兴才是啊。冰燕，位尊权大，未必是一件好事。有时候权威越大，反而会被权威所累。原来你是在想这个啊。其实呢，你这个定北侯，只要一心为民，忠心报国，就不会被权威所累。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来，恭喜将军，荣升定北侯。宦海沉浮，吉凶难料啊。平日里你倒是个豁达之人，怎么今日这么多愁善感了？冰燕，自小我就是个福薄缘浅之人，我怕享了过多的福之后，会蒙受不断的灾害。加官进爵，实在令我诚惶诚恐啊！怎么了？那皇上的圣旨上，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事？没有。虽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是你没有必要想的那么多。从今往后，不管你去到哪里，我都誓死不相离。我不要什么荣华富贵，我只要你和我能够岁岁平安，相伴百年。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一座城，一声情，一曲相思锁一心。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夜雨伴随扬州行，一人撑伞两肩并，花瓣飘零，是你满天深情。夜雨无声人有情。子然，你怎么了？没事吧？没事。冰燕，我现在有点累了，我还先去休息一会儿。那我扶你回去休息。不用，我自己去就行。哎，评委，嫂子，我还得去巡逻，我先走了。站住！将军已经把圣旨上的事都告诉我了。啊？他跟你说了？嗯。他特地嘱咐我，让我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嫂子，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皇帝招他当驸马的事儿，他自己也是不情愿的。嫂子。
竟敢抗旨不遵，无视圣上，无视公主，我今日就送你二人一同去见阎王爷。呀！圣旨上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我原不知此生难道注定要孤独终老吗？前两位夫人不幸离世，我好不容易在边城与你结为连理，却又降下这等无端的灾祸。不行，我宁可辞官回家，也绝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更不会让你委身成奸。子然，你不必辞官回乡，你还是应该去当你的定北侯。功名利禄什么的，我根本就不在乎，我也不会为了定北侯这种虚名委屈了你。可是违抗圣旨是大罪，我们要让皇上自己收回成命才是。你要把我送回扬州。送回扬州？你是有什么计策吗？要你把我送回扬州，只是我计策中的一环。此事只能你知我知，还有干爹干娘知。这是何意？要你把我送回扬州，这是第一步棋。要干爹干娘暂不回林州，这是第二步棋。至于这第三步棋嘛，那可就要看袁大将军你自己的啦。不是，你仔细跟我说说。那你呀，就好好听着。子然，好事多磨，我们且再磨上一磨。真是辛苦你奔波了。我又不是去天涯海角，你我二人只是暂别。我原不知今生有福，能娶到你这样一位蕙质兰心、有起死回生妙计的。能不能柳暗花明，现在还很难说。凡事你多跟干爹商量。好，你放心。那我走了。我走了。好。奶奶，哎呀，你们两个终于肯回来了，来让我看看。脸色好了许多，身体也强壮了不少，好啊！
那山林别院山清水秀，空气沁人心脾。这回孙儿病已经好了大半。太好了，太好了！让我看看冰燕。瘦了不少。哎呦，我都心疼你了。正好奶奶呀炖了血燕，给你们补补身子。来人呐，把血燕端上来！快坐，别站着，坐，快坐。奶奶，哎，坐，都坐下。我说天磊啊，你这气色看起来的确好了很多呀。快，祖母您瞧瞧，天磊似乎黑了一点啊。你这么一说呀，还真是有点黑。哦，我知道了，定是三少奶奶性格活泼，待不了这方寸的庭院，于是带着天磊到有趣的地方玩去了。弟妹啊，你不妨说说，带天磊去什么地方玩了，让我们大家伙儿也都乐呵乐呵。这好玩的地方呀，在哪儿？那是一个都没去。日日待在房中？也不是。奶奶，我和天磊为您抄了佛经呢。小喜。真是两个有孝心的好孩子。感谢佛祖保佑我的孙子病情好转。奶奶，其实这誊抄佛经为您祈福之事，也是受了高人指点。哦，什么高人？这位高人是一个心怀慈悲、德高望重的师太。这位师太是师父早年间游历江湖，机缘巧合碰见的。谈吐间，师父了解到这位师太佛法高深。之后，师父为我治病时，便将这位师太所讲解的佛经誊抄给我，让我潜心参悟。未成想，我的病竟好了大半。善缘，这就是善缘。这位师太云游四方，讲经论佛，可遇不可求啊。但师父写信跟我说，这位师太近日要来咱们林州云游。我心一想，奶奶一心向佛，若是能将这位师太请到咱们祈福，为大家讲讲佛经，对咱们祈福而言，简直就是好事一桩。所以便拜托师父，请这位师太来咱们府上。奶奶意下如何？当然好啊！奶奶我这大半辈子行善积德，为的就是求佛祖保佑我们齐家，保佑你们。要是能和这位师太结缘，那就是我们的福报啊！奶奶说的是。天磊啊，你不妨告诉表哥，这位师太现在身在何处？表哥马上派人去把她请过来。表哥，这位师太乃是得道高人，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也弄不清楚她的行踪啊。师父反正下了拜帖，人家要来，自己便会来，就不劳表哥费心了。好，甚好。讲讲吧，三公子跟三少奶奶这一路可有任何异常啊？异常？他们就老在别院里面，他待着不出来。我怀疑他俩压根就没有在别院里。这我们柯少爷都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这个去别院的路上嘛。这个三少奶奶的丫头说是要给三少爷呢置办点补药，他又担心这别院的四周没有药铺，然后他就在途中进了一家药铺，但是全程我都盯着呢。他装完药立马就上车了，没什么异常。药铺啊，走吧。药，庆润堂，就这家铺子。当天小喜姑娘亲自去买的药。这白天关门，不做生意了？你去敲门，就说你买药。啊？不，这不合适。什么呀？耽误了大事，弄死你！哎，
给脸不要脸。掌柜的，开门呐！掌柜的，我来买药啊！掌柜的，小店今日有事，不做生意，您去别家买吧。哎呦喂，那就来不及了呀，掌柜的。那我家老母亲现在她等着要救命呢。掌柜的，你就行好吧，您救救我母亲的性命吧。掌柜的，哎呦喂，你赶紧给。大哥，您别着急，您需要什么药？我也不知道啊，他早上起来就四肢抽搐，还神志不清，这吃什么药啊？快进来，快进来！哎，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原来如此，光注意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了，竟然把江州的那个小子给忘了。早在江州之时，这小子就已经和瞎眼老太认识了。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定是听了这小子的话，才突然去了江州。哦，是的。哼，想害我柯世昭，没这么简单。王虎子，此时瞎眼老太必定就在药铺当中。无论你用什么办法，务必要在瞎眼老太出现之时，让这瞎眼老太沾上毒粉。此药能够渗透肌肤，即便没有服下，只要沾上一点儿，那也可深入骨髓。是少爷，小的一定办到。哼，既然如此，那本少爷就来个瓮中捉鳖，等着你们亲自把这瞎眼老太送到我的囊中来。还不快去！哎，是。师太，今日你我的冤屈就要昭示于众，让那欺负的老太君知道柯世昭的丑恶嘴脸。齐三少爷吩咐过，让我们神不知鬼不觉，打他个措手不及，让他无从招架。齐三少爷和少奶奶会在府内接应咱们。你放心，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我儿子伸冤。哎，我已备好马车，咱们还是小心些好。来。师太，可怜我吧，给我2个铜板吧，我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好饿。师太，给你，快走吧，我们还有急事。谢谢师太，谢谢师太，谢谢师太。就是他们，去把他们带进来。是。走。来。师太，你怎么了？没事儿。
走，我们办正事儿。走。奶奶，师太已经到咱们齐府大门口了，快快有请。是。柯世昭看起来成竹在胸，有恃无恐。是啊，怎么看起来不太在乎的样子？事出反常必有妖。阿弥陀佛，敢问尼师法号？贫尼法号陆玄，路经贵宝地，得知齐老夫人慈悲为怀，一心向善，又受刘施主结缘牵线，特来拜会。善哉善哉！太好了，愿和师太深参佛法一二。师太，请。小巧，上茶。是。这是老太君珍藏多年的上等好茶，今日啊，特意拿出来招待贵客的。奶奶，那我跟冰燕也讨一口好茶喝，听听师太凭这红尘中的禅意。小施主言语红尘，我们这些出家人呐，何尝不是了断凡尘才遁入空门的？老尼在出家之前，也曾有过一段血海深仇。什么血海深仇啊？师太，您请讲。当年我出家之前，曾有一子，我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以乞讨为生。虽过得艰辛，却也是母慈子孝。怎料有恶人哄骗我儿，好吃好喝的养着我们母子。那日我儿感风寒，在一家药铺抓药喝下，可怎知那恶人为了夺取那家药铺，竟在我儿喝的药里下毒，害我儿惨死。我出家之前曾有一子，那日我儿感风寒，在一家药铺抓药喝下，可怎知那恶人为了夺取那家药铺，竟在我儿喝的药里下毒，害我儿惨死。那恶人又利用我儿的死，诬陷那家药铺，说是抓错了药，害死了人命。一时间，我们家和那药铺商户都是家破人亡。可那恶人现在还逍遥法外，甚至他要置我于死地。
哎，怎么师太这往事听起来好耳熟啊？奶奶，你可还记得之前带您见过一个叫做寂静堂的少年，向您状告的江州惨案？陆玄师傅，你刚才说害死你全家的那个恶人姓甚名谁，何方人士？师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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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太中毒了。是你沏的茶，你想害师太？三少奶奶冤枉啊！这茶是老太君的，方才也是在这儿沏的茶，大家喝了都没事，怎么只有她中毒了？谁知道你有什么招数？罢了罢了，若是不信的话，我喝了便是。瞧瞧，我也没中毒啊！天雷啊，这茶有没有毒，谁也说不准。或许是在别处种的，只是来到齐府，突然发作了而已。不对呀，外祖母，或许是我们生意上的死对头做的，想嫁祸给我们齐家，然后趁机抢夺我们的生意啊！有这种可能，生意场上尔虞我诈。哎呀，不提这个了，师太要紧，快请郎中，赶紧送师太回界上心院，快！老太君，我也去吧。去。如何？幸好有师傅留给我的保命丹药，已经暂时压制住了师太体内的毒性，保住了性命。不过，师太的嗓子怕是已经被毒哑了。就差一天，这下可怎么办？师太说不出话，也不会写字，那满肚子的冤屈，不就无法申诉了吗？敬堂兄弟，你们来齐府的路上是否遇到过什么蹊跷之事？没有啊，我们是坐马车来的，一路上都平安无事。你再仔细想想看呢。哦，对了，倒是有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当时师太正要上马车，突然有一个小乞丐跑了出来，一直抓着师太的手不放。师太，可怜我吧，给我2个铜板吧。我看他可怜，就给了他2块铜板。后来师太上了马车之后，一时觉得手臂奇痒，一直抓挠，手都抓红了。这毒竟然是小乞丐下的，难怪柯世昭有恃无恐，正当端坐。原来早就在师太来的路上下了毒，还可以在奶奶面前撇清嫌疑。是我们大意了，实在是太恶毒了，杀死了师太的儿子，现在又想毒害师太，
为今之计，就只能等着师傅回来，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解掉师太的毒。但若是柯世昭知道师太中毒未死，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得想个办法骗过他才行。先生，就不能再试试吗？姑娘，师太都已经断气了，这即便是华佗在世，他也不能起死回生啊！我看还是抓紧准备后事吧。先生，哎呀，这可怎么办呀？师太，你怎么就这么死了呀？哎呀，死了！来人啊！来人呐！来人呐！小姐，来人呐！来人！来了来了！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了？师太七窍流血，死了。三少奶奶，三少爷，这还是找人赶紧抬下去吧，留在咱们府里多晦气啊！小巧，要不此事就交给你来做。不，三少爷，这种事我也没干过呀，你还是找别人吧。老太君那边还要我伺候，我先退下了。太可怕了，太吓人了。小乔，说好了，确定断气了，这下你别放心了。你确定吗？我这双手亲自弹的，那老尼姑七窍流血，可吓人了，确实断气了。小乔，没事，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老太君，喝点茶吧。师太的后事如何了？回老太君，三少爷买了顶好的棺木，已经将师太送出去了，说是要在城外的庙里停棺3日，请高僧来做3天法事，之后就入土安葬了。老太君，您便放心吧。唉，话虽这么说，可师太毕竟是在我齐府身亡的，叫我怎么能够放宽心？小乔啊，你去忙吧。今天我要为师太念经祈福。是。这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当真是十分难缠呀。前几日，关师傅传来消息，他将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江州的所有事情，全部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我。我们这三少爷和三少奶奶的确是有些本事啊，差点将江州最大的赌场收入囊中了。可从没听说过咱们三少爷会赌啊。我看8成啊是那三少奶奶的鬼主意。哎呀，我早就提醒过你了，这三少奶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看似心直口快，其实呀一肚子弯弯绕绕，和那三少爷在那寄畅心院住着，整天也不知道在谋划什么呢。没想到啊，一个冲喜，竟然给齐天磊冲出一个帮手来。既然如此，那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剔除掉这个帮手。你想怎么做？你觉得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他们两个关系如何？那还用说吗？小夫妻俩蜜里调油似的，感情好得不得了。蜜里调油，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够好到几时。这天下的夫妻，有几个能够一直你侬我侬的？你的意思是要离间他们？没错。可人家新婚燕尔，感情好着呢。我知道一人，若是此人来到齐府，定可成事。我们只需要推波助澜，在暗中秘密替他谋划，而我们便可坐收这渔翁之利了。是谁呀？柯少爷，按您的吩咐，于府小姐请来了，快请。秀波妹妹，好久不见。柯公子，秀波妹妹客气了。还记得老太君把我带到齐府之时，你日日跟着天磊，随着天磊一起唤我表哥。怎么，这些年过去了，倒生分了不少。不如还是按照儿时的叫法，唤我一声柯表哥吧。柯表哥。这一晃啊，这么多年过去了，秀波妹妹已经出落的是个绝色美人了。我这次来苏州谈生意，路过于府，就想着秀波妹妹已经满了3年校期，应当是可以会客了，就特意来问了问。果然见到了秀波妹妹。时间过得可真快，一晃，祖母已经过世3年。如今这世上，就只剩下秀波无依无靠一个人了。妹妹，来，快请坐。坐。妹妹不必伤怀，你这么伤怀，让我这个故人看着，都开始心疼了。秀波妹妹，虽然你的嫡亲祖母已经过世，可外祖母还在啊。我们老太君与你的祖母是世交，他们关系也甚是亲密。还记得那时候，你经常去我们齐府玩，这3年你守孝在家，老太君也吩咐过，把你经常居住的院落全部都要打扫干净，以备你守孝结束之后，可以来林州小住。只要妹妹愿意，住多久都可以。天磊哥哥已经娶了少奶奶了，那园子如今已经有了女主人了，又怎能容我一个孤女久住？妹妹这般贤淑有德，实在是令人钦佩呀，应当与绝世公子相配。可惜，我们天磊已然有妻子，若是不然，你们2人该是多么美好的天造地设的一对呀！可惜天磊哥哥寻找冲喜之人时，我正在为祖母守孝，无法为他冲喜，就此错过了。妹妹，这世间好男儿千千万，只要妹妹仔细寻找，必定会找到如意郎君的。柯少爷，我是秀波的奶娘，容我多一句嘴，这世上好儿郎千千万，可是在秀波心中，远不及齐三公子一人。奶娘，秀波妹妹，你既然对天磊还有这般心思，柯表哥，不知那位三少奶奶是何人？这杜冰燕虽是扬州富商之女，但是论家世背景、身材相貌，都不及秀波妹妹你。我们天磊娶了这么一位女子，委实可惜了。
这名女子脾气秉性，着实执拗，可惜了我们天磊身子孱弱，还要去迁就她。怎么，他待天磊哥哥不好吗？他当然不及你们两个青梅竹马情谊深厚啊。他从来不晓得天磊的脾气秉性，所以在照顾上面就总是多有疏漏。可怜我的天磊哥哥，若是秀波能像小时候那样，随时前往祈福，我愿永远守护着他。妹妹，你当真有如此心思？是秀波一时失言了，柯表哥不要介意。这也是女儿家的心思，无处诉说。罢了罢了，既然是秀波妹妹的心思，表哥听着也是心疼。不如，表哥就助你一臂之力，帮你把天磊哥哥抢回来。柯表哥，你不要乱说，秀波不懂你的意思。妹妹七窍玲珑心，自然懂我的意思。既然妹妹有此等心思，那表哥就让你们这对青梅竹马再续前缘。秀波不图别的，只求能像小时候那样，日日都能见到天磊哥哥，守在他身边，秀波就心满意足了。好，柯表哥一定会让老太君把你带到灵州的。这投壶啊，讲究一个耳聪目明、胆大心细。奶奶，看来你这簪金丝桃花团扇是保不住喽。那未必。行了行了，你这都还没有赢呢，就开始说大话了，赶紧投吧。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同分。三少爷7筹，老太君5筹，香剩1寸。别得意，这一局我替奶奶赢。好，冰燕替我投。娘子请。双筹，双中，算4筹。相近，老太君胜。看见没有？这叫力挽狂澜。这小小娘子竟能双中，你们俩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这赢不过也输不起啊！哎，我跟你说啊，我跟冰燕结盟那是结对了。她呀是我的小福星，身上还有几分英气，我喜欢。快把那团扇筹给三少奶奶。多谢奶奶。你应得的，小子没你的份儿了。好像是挺漂亮的。哎呦，好像是比某人的扇子好看哎。诶，不高兴了？输不起，输不起。怎么还不高兴了呢？输了就输了嘛。少爷，这等的谁呀？这么大的款，竟让您亲自屈尊来迎啊！
这个人是我请的神兵，来助本少爷我一臂之力的。神兵还一臂之力？把嘴闭上，少说点。是。外祖母，苏州余家嫡孙女儿秀波小姐到了。我呀，见她拿了好些礼物，于是便先安排她去住处把行李放下，一会儿再过来跟您老问安。好，好，小巧啊，你去把世昭送给我的庐山云雾茶拿来，这个丫头最喜欢喝茶了。老太君，您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喝呢。小巧进府晚，常听老太君提起这位小姐，看来老太君是打心里疼她呢。快去吧。来者是谁啊？表弟妹啊，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位小姐乃是苏州有名商贾于氏姑女，那可是名门闺秀。我记得小时候世昭刚到齐府，这位小姐便已是座上宾了。说起来，秀波妹妹与天磊自幼相识，应该也算是青梅竹马吧？可不是嘛，他祖母与我是闺阁密友，未出阁前，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我们两家是世交，我家请了教书先生，他便入住到我府上。我们同吃同住，同跟着先生学书画。闲暇的时候，我们共同摆弄女工刺绣。我们呐，不是姐妹，胜似姐妹。后来啊，他也经常带着秀波到我们齐府上来住一住。所以说，他和天磊是一起长大的。外祖母，您别着急，秀波妹妹马上就到。老太君，秀波小姐前来请安。好，叫她进来。请。老太君，秀波给您请安了。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来了就好。打小你父母死得早，你是跟着你祖母长大的，现在她也走了，我知道你很伤心。祖母过世，留下秀波一个人，孤零零的，无依无靠。秀波为祖母带孝3年，常常梦到祖母，整夜以泪洗面。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好孩子。不过没关系，你祖母走了，不是还有我吗？是不是？我们这齐府啊，也算是你的半个家了，以后会有人疼你，有人宠你的。多谢老太君。奶奶，这秀波妹妹来咱们齐府本就是喜事一桩，你就不要再难过了。你看，我也是老糊涂了，弄得孩子也跟着伤心。秀波妹妹，一路来辛苦了。见到天磊哥哥，秀波就不觉得辛苦了。秀波常常挂念着天磊哥哥，想着3年孝期满了，就赶紧来看望哥哥和老太君呢。对了，我还给天磊哥哥带来了旧物。记得小时候，祖母与老太君相会，带着我和天磊哥哥去寺庙祈福。大和尚曾言，天磊哥哥麒麟之才，
祖母便找金匠精心打造此物，没成想却误了工期。后来祖母过世，秀波留在苏州，3年孝期，秀波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就想着今日能亲手送给天磊哥哥呢。祖母疼爱秀波，给我也做了一只。小姐，那2个分明就是一对儿。天磊哥哥，你可喜欢？我说天磊啊，你瞧瞧，人家秀波妹妹可是一片赤诚之心呢，你就快收了吧。哎呀，喜欢喜欢，多谢妹妹。多谢妹妹美意。介绍一下，这位是你的嫂嫂。这个物件呢，本也就是护身符，到时候我与你的嫂嫂生一个大胖娃娃出来，就全当做妹妹的贺礼。我去替小侄子先收下了。能送给天磊哥哥和嫂嫂作为未来侄儿的贺礼，秀波心里更加欢喜呢。你嫂嫂长你几岁呢？嫂嫂好，只听闻天磊哥哥娶了娘子，今日见了，当真是国色美人。看着嫂嫂这样娇俏，秀波心里喜欢得很呢。多谢妹妹夸赞，妹妹也漂亮。好了好了，别站着说了，坐下，都坐下。来来来，哎呀，真是好几年没见到你了，快坐快坐。哎呀，外祖母呀，您可能不知道，秀波妹妹那可是非常厉害呀。在守孝3年期间，她独自一人撑起了家里所有生意，还在苏州开了一间远近闻名的绣坊。我在江州做生意，听苏州的老板提起秀波妹妹，我呀这才有所耳闻。秀波为了维持生计，不得已才学着打理祖业，做生意的事也只懂些皮毛，还要跟老太君多请教呢。商场如战场，你这个小丫头呀，竟有这种本事。唉，只是一个女孩子抛头露面的，太辛苦了。日后啊，你要是寻到一个如意的郎君，就能过上安生的日子了。秀波，你现在可有许配婚约？秀波还未定亲。秀波只愿找个情投意合的好郎君，疼爱秀波，护着秀波。只可惜自己命苦，一直没有寻到良配。不急不急，我们的秀波呀，如此的蕙质兰心，日后我一定帮你寻个好人家。多谢老太君。对了，我还给咱们齐府上下备了礼物，老太君那一份也是我千挑万选，好不容易才寻来的，还望老太君不要嫌弃秀波的一番心意。哦，老太君，咱们去那间吧，秀波这份礼物需要有茶桌方可摆放。好，那咱们就去那间吧。湘云，备糕点。这套官窑瓷器出自官窑大师的手笔，是他的封山之作，需要特定的时节火候才能烧制。这世间一共就3套，秀波好不容易才买到的。祖母在世时曾教授秀波点茶的功夫，他常言，要说这点茶茶道，还是老太君炉火纯青。如今我将这套茶具送给老太君，并为您点茶奉茶。
秀波献丑了，老太君不要笑话秀波，还望您指点一二呢。点茶。温斩，挑高，手法行云流水。外祖母，您看看，秀波妹妹还真是有些您的风范。请老太君品鉴茶香。柯表哥，这茶道精湛，茶香沁人心脾。这沏茶的水，可是露水？正是，老太君睿智。曾听祖母说起，当年常与老太君一同泛舟荷塘，采集荷叶上的清香露水，在一起沏茶雅极。秀波也效仿此法，特意采了露水为您沏茶，聊表对祖母的哀思，也是您与我祖母的情谊见证。你这孩子呀，让我想起了你的祖母。好孩子，天磊哥哥、嫂嫂，请用茶。记得小时候，哥哥的嘴最刁了，不是我调的茶都不肯喝呢。天磊哥哥尝尝，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吗？好，尝尝。妹妹这茶调的真是好喝。多谢嫂嫂夸奖，若是喜欢，日后我每天都给嫂嫂奉茶。秀波啊，你呀，就在我这儿住下，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多谢老太君，秀波就算是回家了。秀波想恳请老太君许我住在小时候的园子里，我对那里的花花草草都有感情了呢。这有什么难的？那间屋子呀，还给你留着呢。只是现在天磊成亲了，他和你嫂嫂就住在那园子里。老太君，秀波小姐和三少爷从小也是一同长大的，算起来也是三少爷的半个妹妹了。这住回园子里，又不是住进三少爷的院子里，这有什么呀？秀波一见到嫂嫂就觉得投缘，想和嫂嫂多亲近些。若是嫂嫂不高兴，那秀波就不入园子了，随便找间客房就是了。啊，没关系，秀波妹妹高兴的话，住便是了。多谢嫂嫂。
奶妈，哎，给齐府各房的礼物都送过去了。按照小姐的吩咐，各房太太、小姐的礼物都送过去了。既然来了这齐府，想要促成我和天磊哥哥的姻缘，就要未雨绸缪，不仅要哄好老太君，还要让齐府上下都念着咱们的好。小姐说的是。秀波妹妹，柯表哥，秀波妹妹，妹妹，你今日的表现可是极好的，哄得老太君欣喜不已。我们计划的第一步，就算是成了。我看那三少奶奶同天磊哥哥亲近得很，我与天磊哥哥的事当真能成。妹妹，事在人为，你只需要哄得老太君开心，把你留在齐府。至于天磊那边嘛，妹妹还需要将这百炼钢化为绕齿柔，好好撩动他的心，才能够成就美事。若此事能办成，秀波自不会亏待柯表哥。妹妹有心了。妹妹，如果你有事，表哥就不打扰了。秀波告辞。你个没良心的，魂儿被秀波小姐勾去了，枉我平日里如此待你。你这又是吃的哪门子的醋？这真正该吃醋的，应当另有其人。小巧啊，我告诉你，杜冰燕和齐天磊无论多么亲密，新婚燕尔如胶似漆，那也比不过他跟秀波妹妹这青梅竹马的情谊深厚啊。就你最聪明。老太君，我看呐，这三少奶奶与秀波小姐倒是投缘，一天有说有笑的。这秀波小姐性子真好。我和秀波的祖母情同姐妹，我是看着她长大的，就像亲孙女一样。这秀波小姐也是可怜，一个人孤零零的。我几次路过园子，都见她泪连连的在思念祖母呢。幸好啊，有老太君替她撑腰。我听秀波小姐和奶娘说，要像亲祖母一般待老太君您呢。秀波呀，的确是个孝顺的孩子。我看啊，老太君就把秀波小姐留在府上，跟您也是个陪伴呢。我也有这个意思。老太君，秀波给您炖了补品，你看看，看看，说谁谁就来了。过来，喝茶去。老太君，您快尝尝。这是秀波特意为您选的补品，上好的燕窝，最适合温补了。里头呀还加了点葵花蜜。哦，是吗？那行，我尝尝。哎，坐呀，坐呀，啊，坐。不错，不错。我们秀波呀，人善手也巧。秀波孤苦伶仃，能伺候老太君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你这是什么话？你好好一个姑娘，怎么可能围着我这个老太婆一辈子呢？你是要嫁人生子的。秀波命苦，祖母过世后无人依靠，幸好
有老太君您垂爱，秀波羡慕冰燕嫂嫂能得天磊哥哥爱慕，携手一生。你放心吧，我看着你长大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一定给你做主，绝不会亏待你。谢谢老太君。如果有一天，秀波有了自己想要嫁的人，老太君可愿意为秀波做主？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就像自己的亲孙女儿一样。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我一定给你做主，绝不亏待你。谢老太君，秀波只想一直伴随在您左右呢。好，真是乖呀，乖。谢谢祖母啊！您方才不是说把秀波当您的亲孙女吗？那秀波便唤您一声祖母。祖母，哎，下个月就是祖母的大寿了，秀波想同天磊哥哥一起为祖母做一幅百寿图，祖母可应允？当然应允啦！我们的秀波呀，就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当心点，这些可都是上等的物件，弄坏了小心你们的皮。奶娘，快去盯着。是。慢点啊，小心点，大家辛苦了。秀波小姐，这些都是老太君赏赐你的。老太君说了，秀波小姐有什么需要置办的，都按照齐家小姐的规矩来。老太君是真的心疼你啊。小小姐姐，替我谢谢老太君。秀波妹妹，柯表哥，恭喜秀波妹妹了。秀波妹妹有福了，这边院就是特意留给妹妹的，可见老太君对妹妹的宠爱呀。这还要仰仗柯表哥帮扶。秀波妹妹，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能否捞得这轮明月，就要看妹妹的了。我已向老太君请了愿，这几日便请天磊哥哥来，一道做百寿图。妹妹性子纯良，想要获得男人的心，就要让他的眼里和脑中都是你，不能有半点旁人的影子。秀波妹妹，攻心为上，善妒则乱，这句话你务必要记住。这个东西是挺有意思的，我都解了半个时辰了，还没解开。小姐，你还有心思在这儿玩九连环？那秀波小姐已经搬进咱们院子里了。她搬进来就搬进来呗，这园子这么大，多她一个也能热闹些。哎呀，你可长点心吧，小姐。天塌了地陷了，哎呀，没事的。玩也不给玩，吃也不给吃，有什么话说吧。老太君是按照府上小姐的规制给那个秀波小姐安排的，又是丫鬟又是小厮的，配了一院子，比咱们这儿人还多呢。我以为什么事儿呢？他喜欢人多就安排他的，我只要你一个就够了。可是我看到秀波小姐对咱们三少爷是有倾慕之情的呀。不行，你不可以掉以轻心。况且他们二人又是自幼相识的，这就是青梅竹马呀。哎呀，他们都说了，那只是儿时的朋友，谁小时候还没几个要好的朋友啊？可是我也经常跟我那些师兄弟一起玩啊。小姐，那秀波小姐如今出落的是亭亭玉立，哪里还是儿时玩伴呢？况且她那日要送给三少爷的金麒麟，分明就是一对儿嘛。天磊人呢？秀波小姐方才遣人来请了，
说是邀请三少爷去他那作画。作画？记得小时候，秀波的字都是天磊哥哥手把手教的，算起来，天磊哥哥还是我的恩师呢。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可是天磊哥哥的事，一桩桩一件件，秀波可都记在心里呢。记得小时候，我就钦佩天磊哥哥的书法，行云流水，气势恢宏。时隔3年，哥哥的书法造诣定然又精进了，请天磊哥哥送秀波几个字。也好。我来吧。天磊哥哥的字真漂亮，男儿胸中有浩然正气，才能凝于笔头，浑然天成。妹妹谬赞了，秀波妹妹练的是什么字体？流体。那妹妹就在哥哥面前献丑了，望天磊哥哥能给我这个笨学生好好评一评。好。原来这就是秀波妹妹儿时住的地方。走吧，小喜，去看看他们画的什么画。外面风清气朗的，把门敞开透透气，小姐和齐三少爷才能书写得更好呢。你下去吧，莫让旁人打扰我和天磊哥哥写字。是。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天磊哥哥，这作诗的人一定是个痴情种。你瞧这诗句，字字含情，说的不就是我和天磊哥哥？小姐，你瞧他们，吟诗作对的，三少爷怎么能这样？还说最喜欢你舞刀弄棍，不在乎你的学识文采，现在又在这儿跟秀波小姐写写画画的。慌什么？我可是他齐天磊把抬大轿抬进来的。娘子，秀波见过嫂嫂。妹妹好。这是在写什么呀？
天雷，这个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什么意思啊？此诗是写小男孩以竹竿作为玩具马逗趣小女孩的。嫂嫂别多心，秀波只是想到自小同天磊哥哥一起长大，有感而发。没什么，我知道你俩从小一起长大，就是青梅竹马，感情好得很。娘子，这话可不能乱说呀。我与秀波妹妹虽是一起长大，不过一直都是将她当亲妹妹看待的。天磊哥哥说的是，我二人清清白白。我也没说什么呀。天磊，我知道你们大宅子里的公子哥都是三妻四妾的，既然你这么喜欢秀波妹妹，把她娶进来呀。这个不敢，娘子，我答应过你，此生只娶娘子一人的。小喜，秀波妹妹，这是我小厨房里做的点心，好吃的很，外头可吃不着。现在点心已经送到了，我就走了，不打扰你们。哎，娘子，秀波妹妹，我看此书的寿字拓片并不足以书写百寿图，我再去书院寻一些来，到时候我那半去写好之后再给你送过来。就先告辞了，不打扰了。天磊哥哥，小姐，原以为这杜冰雁在院子里看到我和天磊哥哥成双成对，会嫉妒伤心，没成想他竟然直接进来了，还逼着天磊哥哥说出再也不娶的话。这个三少奶奶呀，着实厉害。不急，天磊哥哥尚未动心，此事不可操之过急。若如今就闹僵了，倒是麻烦。水滴石穿，来日方长。娘子怎会如此生气？方才不是大度得很吗？谁说我大度了？我李玉湖心眼小得很。齐天雷，我告诉你，你若是喜欢那个动不动就哭鼻子的美人儿，你提前跟我知会一声，我保证二话不说立马回扬州。对，带上小喜，咱们回扬州。去，不就是青梅竹马吗？谁还没有一样？跟我在同一武馆长大的师兄弟们，那也都是我的青梅竹马喽。他们与我脾气、喜好都一样，而且只爱练武，不爱读你那些破书。这么说起来，可能还更合适呢。小喜，赶明儿咱们就回扬州去，找一个青梅竹马的师兄给嫁了。小姐说的对，小喜啊，支持你。咱们便也找个两小无猜的，开开心心的嫁了。我这儿都还好好的呢，怎么就能琢磨改嫁呢？不行。你呀，就找你青梅竹马的秀波妹妹去，管我改嫁干嘛？那别的先不说，你哪来的什么青梅竹马的师兄弟啊？我怎么不知道啊？我青梅竹马的师兄弟可多了去了，都让你知道啊？那他们姓甚名谁，身在何处？你跟他们还有联系？要你管？就是，你齐三公子只有一个秀波小姐，我们家小姐那可是有一整个武馆的师兄师弟呢，还不快好好哄哄我们家小姐？当心啊，她真的收拾东西回扬州改嫁去了。哎呀，是。哎呀，我家娘子啊，那是美若天仙。我齐天磊就是三生有幸，才能从整个扬州城人的手中把我娘子娶回家中。
娘子啊，你就别生气了啊。你少跟我贫嘴，我不吃你这套。那娘子如何才能不气？不管是这天上星星，海中珍珠，只要是娘子要的，我都给你取来，跟娘子赔罪。那我刚刚路过园子的时候，看见一棵青梅树，上面有几颗青梅，我想喝青梅酒。行，我这就去把所有的梅子都摘下来，只给娘子一个人用。娘子，那边。这个？算了，那个吧，那个。这个好打一点，这个。这个。就它了。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接住了啊！再来。这个。好了，接到了。好，来，小喜，这么些可不够酿酒啊。这早就过了青梅成熟的季节了，目前也就只剩这些。况且这棵树还是我亲手栽种的，它一年的产量也不太多。若是娘子喜欢，我便都留给你，拿去酿酒。这也太酸了吧！小馋猫，谁让你馋嘴的？小喜，你把这些青梅都拿去清洗干净，晾干。记住了，这些都是给三少奶奶的，谁都不许碰。我要亲自为娘子酿酒。多谢相公。放心吧，三少爷，小喜啊，亲自看着，一颗也少不了。走。好吃吧？确实够酸。那棵树是天磊哥哥小时候亲手栽的，那时候每一年都是我陪着他培土上肥，待到青梅成熟了，我向他讨，他是都给我的。凭什么这杜冰雁霸占了我的天磊哥哥？他明明是我的，是我的。哎，我跟你讲，后院那口井的井水可太凉了，我不过就是替燕生小姐洗了件衣服，你看我的手现在全都冻红了。快回去擦点药，那井水一年四季都冷得很。快走，走吧，听你的。倘若我病了，天磊哥哥定会疼惜我。小姐，小姐，你不能这么做呀！你打小身子就弱，如何受得住这冰凉的井水啊？奶娘，你来的正好，快来帮我！我就是要生病，这样天磊哥哥才能怜惜我，来看我。你这是何苦呢，小姐？奶娘。
快点！再来！像是秀波小姐，可是这大晚上的……哎呀，许是我看花眼了吧？不好了！快来人呀！快来人呀！不好了，不好了！哎呀，怎么回事啊？小姐发高烧了，快发烧了！快去请郎中！快！啊，对，快去！我去通禀老太君。哎，这可怎么办？小姐发高烧了。什么？秀波病了？那郎中怎么说？开了药吗？您放心，这大夫也请了，药方也开了，只是什么呀？快说，你快说啊！只是秀波突发高烧，什么都吃不下去。大夫说了，无论如何都要让他吃点东西才是。若是一味空腹喝药，恐伤了脾胃，到时候怕是高烧没退，又添新病了。那就弄点清粥，或者是馄饨也行。都试过了，什么都吃不下。走，我们瞧瞧去。老太君，小姐发烧，您就别过去了。若是再沾染了病气，小姐又要责怪老奴多嘴了。况且啊，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那边照顾着呢。三少爷、三少奶奶都过去了？是啊。那我就放心了。小巧，你过去看看，告诉天磊要好好的看护，就说是我的意思。老太君您放心，我这就去。快去吧。老太君，别担心。天磊哥哥，醒了，快听听秀波小姐说什么。天磊哥哥，天磊哥哥，三少爷，我们小姐这是唤您呢，这都迷迷糊糊唤了一晚上了。秀波妹妹，不要抛下秀波。天磊哥哥，你们怎的都在？秀波方才做梦，梦回到小时候，天磊哥哥带着秀波玩耍的日子。小姐，你一直高烧不退，可把我们吓坏了。如今可好，总算是醒过来了。秀波让哥哥嫂嫂担心了，这又不是你的问题，肯定是照顾你的下人没有照顾好，所以你才生病了。不是的，嫂嫂，他们都照顾得很是尽心，是我自小身子就弱，怕是突然来了林州，一时水土不服，多休息2日就好了。我记得小姐小时候初到林州，也得过一次这样的病。我不碍事的，
劳烦天磊哥哥和嫂嫂担心了。还说没事呢，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你可是一口东西都没吃。奶娘，不可多嘴。来了，厨房做了素馄饨。小姐，我喂你吃一口。小姐，三少爷，这还没吃呢就犯恶心，这可怎么办呀？我没事的，就是没有胃口罢了。修波妹妹想吃什么，我吩咐厨房给你做。我想吃天磊哥哥小时候给我做的青梅府。小时候每次有个头疼脑热，天磊哥哥就会给我做的那个。三少爷，方才老太君还吩咐要你好好照顾秀波小姐呢。我记得咱们后面不是有棵青梅树吗？你快命人去摘了，给秀波小姐制作青梅府吧。现在早已过了青梅采摘的时节，况且那棵树上也已经没有青梅了。没了？我前几日路过，见还有几棵的。已经被我采完了。我摘的，我想喝青梅酒，所以把它们都摘了。不过，天磊，眼下妹妹病得这么重，你把它们都拿出来做成青梅府，给妹妹开开胃吧。这一直不吃东西也不行啊。对不住嫂嫂，害你喝不成青梅酒了。没什么的。都怪秀波，害天磊哥哥劳累这么久。不碍事，毕竟工序繁琐了些，所以晚了点。是天磊哥哥的手艺，光是闻着味道，秀波都要流口水了呢。还是三少爷有办法，让秀波小姐愿意吃东西了。快吃点开开胃。还是天磊哥哥联系秀波。我有事儿就先走了。小姐，你吃点东西吧。这一整日都在秀波小姐那里照料，你都没怎么吃东西。不想吃。哎呀，都怪三少爷，明明说好那青梅就是给小姐你酿酒用的，还说什么别人都不许动。结果呢，那秀波小姐一生病，便什么都忘了。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她。秀波那副可怜样，谁看了不心疼？小喜，我觉得很奇怪，但又说不出哪里奇怪。哪里奇怪呢？娘子果然敏锐，此事的确大大的奇怪。你过来这儿干嘛呀？不留在你秀波妹妹身边，人家生病了，变成这样还叫你的名字呢。那人家不是烧糊涂了吗？齐天磊，你说得倒轻松，是你先拉人家手，拉得还不够吗？那拉手，哎呀，是不该。娘子，你别碰我。娘子，就因为我被别人碰了一下手，就要把我这只手给砍掉？摸了秀波妹妹的手，就不能再碰我了。小喜，快劝劝你们家小姐。
我家小姐说的对啊，这被别的女人摸过的手啊，就是该砍掉，就是该砍掉。你们主仆二人竟是如此妒妇！哼，对，我就是妒妇。你不喜欢，找你秀波妹妹去啊。你笑什么？我笑我娘子为我吃醋，我自然是开心的。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我才没有吃醋。好，娘子不是吃醋，娘子是生气，生气自己的夫君被别人惦记。对，我只是生气，我的东西被人惦记。那娘子就不必生气了。这人是娘子的，青梅酒也是娘子的，再惦记，别人也抢不走。果然是青梅酒，你哪来的青梅？为了保住娘子的这几颗青梅，我可是差人跑了大半个林州呢。我这番煞费苦心，可娘子竟然要砍掉我的手，我还真是伤心呢。好吧，我误会你了。我答应过娘子，这几颗青梅谁都不许碰，我又怎能食言呢？算你识趣。对了，你刚才说有些奇怪，是发现了什么吗？秀波这场病确实有些古怪。我也觉得，这好端端的，怎么就突然生病了呢？他在梦里叫我的名字，拉我的手，都略显刻意。你是说他这是演的？高烧倒是真的，不过这情貌真有几分像演的。小姐，你这是干什么呀？哎，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我去后院收青梅的时候，看见水井边上有2个人在争执，还有水声呢。那身形像是秀波小姐，我瞧着她正打了那井水上来，泼洒着呢。那这个意思是，她为了生病，自己泼自己冷水，8九不离十了。这也太……不过秀波本性纯良，怎会连自己的身子都不顾，也要离间你我2人呢？或许是对你用情至深呢。娘子，你就别再打趣我了。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算女子真动了情，按照秀波的本性，也不该至此的。有人怂恿她。秀波妹妹有福了，这边院就是特意留给妹妹的，可见老太君对妹妹的宠爱啊。哎，我想起来了，那日秀波小姐搬进院子的时候，柯少爷也来贺喜。他们2人把下人支开，窃窃私语了好一阵呢。果不其然，又是柯世昭。柯世昭，又是柯世昭，棒打鸳鸯到本姑娘头上。还利用秀波妹妹对你的感情，我饶不了她。娘子不用着急，此事涉及秀波，咱们还需从长计议。我看秀波妹妹也是痴情的人，要是柯世昭再利用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咱们就帮秀波擦亮眼睛，看清柯世昭的丑恶面目。你有什么计策？他们不是要棒打鸳鸯吗？那咱们这对鸳鸯，就闹个鸡飞狗跳给他们瞧瞧。哼，懂了，将计就计，让柯世昭以为自己的奸计得逞，这样就会放松警惕，自己露出狐狸尾巴。
你这悍妇，嫉妒成性！我堂堂齐家三公子，3妻4妾，通房4舞，又有何不可？哼，你这个没良心的！我千里迢迢的嫁来齐府，你就这么对我，让我跟那些阿猫阿狗争风吃醋。早知道我就不来了，让你这个病秧子病死！你再看看你浑身上下，哪样与我般配？我要找一个天仙般的女子，秀发如水，顾盼生姿。你想得美！哪个好女子看得上你？一看就是病秧子，身体不行。你彪悍如河东狮，你性格古怪，你面目可憎，你臭不要脸！姑奶奶受不了了，我走了。求之不得，我也落个逍遥自在。哼，你就该感谢你姑奶奶，我救了你命。哎，你干嘛？你再如此，我便不客气了。哼，你敢对我怎么样？你这个人竟然对我动手，有何不敢？鸟语花开春空气，为一缕香追忆。一色流烟30里，竟无人怜惜。清静出身风雨息，雁归落汤溪。一叹不知你归期，而叹忆往昔。小姐，三少爷，那个看戏的已经走了。难忘当时为爱的坚持。小姐，那我进来了。我在三少爷的屋外听见他们吵得可厉害了，还砸东西，吵得特别凶。太好了，既然如此，肯定是他们之间产生了隔阂，那我们就从中作梗，将他们一分为二，这样我们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那下一步呢？下一步，我们就按照计划。恭喜秀波妹妹了。何喜之有？秀波妹妹巧用心思，那一边已经是暗无天日了。你的天磊哥哥和那个三少奶奶日日紧闭房门，吵得不可开交，两个人那叫一个惨呀！我是不是做得太过了？妹妹，你此时此刻万万不可妇人之仁，大事将成，不可以退缩。况且，你与天雷乃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情谊，反倒是那杜冰雁，她才是最为过分，鸠占鹊巢，抢了你的心爱之人。妹妹，事已至此，不如我们就在此刻乘胜追击。可表哥，这是什么意思啊？那杜冰雁性子泼辣，若是让她一哭二闹，闹到老太君面前去，那妹妹的事恐怕会有变。不如就趁他们夫妻二人离心之时，妹妹单刀直入，得了天磊的心。要怎么做？将生米煮成熟饭。这怎么行？我虽自小倾慕天磊哥哥，但女儿家的名节最是珍贵。非常之事当是非常手段，此时你只需要屏退旁人，只有你与天磊二人知晓。待到事情发生，天磊行了夫妻之实，必会给你名分，便可保你名节。妹妹，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况且你已经挑拨了他们二人的关系，而你自己也是孤零零一个人，与其让三个人难受，不如你就成全了自己，成全了天磊哥哥吧。表哥已为你谋划周全，天衣无缝。
万无一失。冤家，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见那秀波小姐美若天仙，才一心一意地帮她出谋划策，帮她当上齐家的主母，竟还操心顾着她的名节？哎呀，你说说你呀，这小丫头片子哪儿比得上你风情万种啊？嗯，别来唬我。谁骗你了？你想想看啊，若是此等男盗女娼之事，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老太君撞见，会如何呀？原来你早有谋划。那是。再过几日，就是齐府各大商行的大掌柜的来向外祖母汇报明年的商行计划的日子，到时候我会带着众人欣赏这出好戏。让老太君当着众掌柜的面儿撞见齐天磊和秀波的奸情。那时候，齐天磊和杜冰雁必定恩断义绝，而秀波也会身败名裂。还想做大娘子，能收回来做个偏房就已经算是恩惠了。如此一来，没了三少奶奶，谁也别想挡我们的路了。好计谋。一箭双雕啊！错，我这是一箭三雕。经此一遭，齐天磊必定让老太君失望至极，而齐天磊在齐府，也必定没有了立足之地。这偌大的齐府啊，不就是我们的天下了？那你别忘了，我也是有功劳的。这齐家的好处啊，一定要分我一杯羹。那是自然。齐三公子，我们家小姐说了，替老太君制作百寿图所用的染料要色泽艳丽才好。小姐邀约三少爷前往后花园，一同采摘水芙蓉花，以此精研成料，留作备用。小姐在水榭等您。好，我换了常服，便去赴约。成了。各位大掌柜，辛苦了。明年各大商行的业务目录我都看过了，还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勤勉做事，争取让明年各大商行蒸蒸日上。到时候我齐府绝不会亏待每一个人。谢谢老太君。世昭，今天晚上的酒宴准备的怎么样了？我要好好的犒劳犒劳各位大总管。外祖母放心，世昭此次特意请了兴盛楼的名厨，来给各位大掌柜的设宴。这兴盛楼的名厨啊，最擅长烹饪西湖醋鱼，只不过此道菜肴甚是繁复，还望各位稍待片刻。做得好。不如这样，外祖母，趁着天晴风暖，您和各位大掌柜的去后花园逛逛园子。我看那满湖的芙蓉已开，风景甚是宜人呐。
早就听闻咱们东家的园子是大师所造，园林别致，我们都还未曾见过呢。这有何难的？走，跟着我去看看。好啊，太君请，太君请，太君请，请。好，大家都一起来吧。外祖母，慢点。哎，好好。咱们那次来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呢。你看这桥，果然是曲径通幽，风貌别致呀。小姐，三少爷，不好了，有人来了。这园子一步一景，甚是别致，是招我常常信步其中，心旷神怡。各位，看这水榭，在此赏荷观景，别有一番奇韵。是啊，那就带各位大掌柜的过去瞧瞧。好，好。老太君，你看哎，这水榭多美啊！哦，哎，这里面瞧着像是有人呢。这不是秀波的奶娘吗？秀波，这个时候到这儿来干什么？哎呀，我刚才瞧见三少爷也进了这里边。是三少爷。恭喜老太君！看来这三少爷真是艳福不浅呐。是啊，早就听闻秀波这个姑娘，早些年呀，就是这苏州大户的闺秀。看来咱们齐家商行又要添财了啊！添财了！是啊。少胡说！是三少爷。外祖母，秀波妹妹可是余府的大家闺秀，但是她竟然为了得到天磊的心，做到如此不顾名节的地步，想必也是用情至深呢。外祖母，不如我们就成全他们二人，如何？怎可这样？柯少爷，这可使不得！我们堂三少爷可是齐府的独苗，怎能与这种不顾名节的女人结成连理呀？哎呀，天磊呀，他既然能够来到此处，那必定是两人早有情谊，枉费了老太君对他这么多年的苦心栽培啊！竟然如此放荡，也练起女色来了。哼，这个天磊！奶奶，奶奶，您找我。那瓶子里是何人？你怎么会在此处？表哥的意思，我不在此处，应当在何处呢？对呀，不是说是三少爷吗？奶奶，这是我为您写的百寿图，方才装裱好了，给您送过来。好，好。我刚刚明明看见三少爷进了那里面，那里面的是谁啊？奶奶，是谁？是我呀。哦，冰燕，你这是？我跟秀波妹妹在一块儿呢。柯世昭说的话，可都听清楚了。多谢姐姐救我出无底深渊。天磊哥哥，怎么是你？秀波，我有话与你说。秀波妹妹，你我同为女子，我明白你对天磊的情谊。只是我与你相比，也绝不差半分。我们女子若是寻得一个好夫君，
与他幸福快乐地过上一辈子，那也是好事。只是这天大地大，情情爱爱绝不是女子的唯一追求。你该有自己的广阔天地，这样以后，你一定会寻得属于自己的如意郎君，他会疼惜你，爱护你。这种傻事啊，以后莫要再做了。冰叶姐姐，傻孩子，怎么会是三少奶奶？还穿着三少爷的衣裳。上次投湖，奶奶夸我英气，我就寻了天磊的衣衫来讨奶奶开心。好，奶奶，秀波妹妹给你制作了芙蓉香露，撒在百寿图上，可香了。哦，来，娘子。好，祝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同乐同乐。好孩子，真是两个好孩子呀！好好好，恭喜恭喜！或许都是那命中注定。红妆披下佳期，放眼晴空万里，扬州桃李飘下十里快快，给公主倒茶。公主，怎么，父皇说非要我嫁人不成？公主大喜呀！这回招定北侯袁不屈将军做驸马，公主真是好福气呀！也不知道是个黑马还是个白马。公公，我得眼见为实。之前你让我看的那些画像，全都是假的。公主，能让您瞧得上眼的男人可没几个。哎，可这袁驸马啊，我可没答应，我得眼见为实，亲自去瞧瞧，看他到底是个三头六臂，还是个歪瓜裂枣。哎，上次那个吏部的新状元不是一心想要娶我吗？对啊，他给我写的那些诗呀词呀，我可都给你们念过。哎呀，多感人呀！感人，好一通堆砌词藻，虚情假意，真是酸腐。还说什么可以为了我赴汤蹈火，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这种话你们信不信？信。你也信？哎，我信。反正啊，我是不信。公主，你要的剑做好了。公公，我们玩个新游戏吧。啊！启禀皇后娘娘，驸马爷袁不屈派人送来奏章，皇上请您预览。念。是。承皇上恩宠，袁不屈奉旨赴京，途经齐鲁之地，须在家乡祭祖，请万岁恩准，臣祭祖之后再回京，以尽孝道。灵山钟灵毓秀，风景秀美，臣恳请陛下恩准，
请公主前来与臣同游灵山。这个袁不屈还是有些孝心的嘛，以孝为先，以情为重，不错。皇后娘娘，你可真是慧眼识英雄啊！为公主选了一位乘龙快婿呀。昌平个性孤傲，还不知道他会捅出什么篓子来。我虽贵为皇后，是一国之母，却不能替公主择婿。难道这就是己所不欲，难施于人吗？见过公主。免礼，快请坐。臣觉得还是站着比较舒服。啊，对了，新状元，你还记不记得你以前给我写的诗词呀？刻骨铭心。臣对公主仰慕已久，公主是天下第一美人，多少人都拜倒在公主的石榴裙下。还有吗？我为公主日思夜想，茶饭不思，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哇，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本宫让你做什么，你都绝无二话？绝无二话，刀山火海，但凭公主一句话，臣定万死不辞。好，就算公主让臣去摘那天上的月亮，臣也会寻遍天下，找个天梯爬上去。太好了，既然这样的话，今日我就再给你一个机会。给你画一个小圈圈，然后你在这个圈里不许动，能做到吗？这有何难？天打雷劈，我也不动。一言为定。驷马难追。好，公公，把这个苹果顶在头上。哎，公主，哎，这个使不得，这个剑它不长眼呐，公主。哎，你能不能别乱动啊？你都出圈了。哦，我不动。那咱能不能换个玩法？哦，对了，其实我忘了告诉你，我射箭射的其实并不好，但是呢，我会努力的。别！公主，使不得呀！哎呀，公公，你能不能别说话了？我在误伤了你。公主，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呀！走开！公主，你别！公主，别！公主，别！别！多谢公主，手下留情。公主，你别演了，这个箭头是蜡做的。胆小鬼，就你一点担当都没有，还说为了我赴汤蹈火，我呸！赶紧走。是。皇后娘娘驾到！公，这宫里可不能外人进呐，让皇后娘娘知道可不得了了。快随我出宫！苹果！皇后娘娘驾到！
儿臣拜见母后。免礼，这是笑什么呢？大老远就听见了。母后快坐。我们刚刚在一起射箭，跳绳来着。这都快有婆家的人了，还只知道玩。驸马来信了。母后，我都不知道原部区长什么样呢，你让我怎么嫁呀？他信上说，想约你去灵山同游，上山看日出，逛云中仙地。可我也不知道，你是想去不想去啊？母后，我想去，天天在这御花园中都要无聊死了，什么时候去啊？看把你急的。暂且不说什么时候启程吧，我有3个条件，你可要先答应我。母后您说。这第一，你要脱去这身皇家的衣裳，扮成民间女子，不可让别人知道你的公主身份。扮成民间女子，一定很好玩，我答应。这第2条，张公公扮成你民间女子的父亲，与你同行。母后，他连一根胡子都没有，怎么扮成我爹呀？公主啊，要长胡子也不是什么难事儿，粘上一个不就行了？行，我答应了。那这一路上，你不可以再耍公主的脾气。这第3条，凡事呢要跟张公公商量，切不可胡来任性。好，放心吧，母后。皇后娘娘，我是看着公主长大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慎之又慎的照顾好她，您就放心吧。母后，我都答应了您3条，我也有3条。你也有3条？哪3条？说来听听。这第1条嘛，这驸马的人选，我要亲自挑选。你还是想自己选驸马？我要亲自挑个好的。皇上指婚，君无戏言。那我就跳灵山。你，公主，别急呀，公主别急啊。这样吧，你先去灵山看看那个原部区到底怎么样，然后咱们回来再商定。好，母后最好了。我还有第2条。第2条呢，就是我让他们跟着我的时候，他们才跟着我；我不让他们跟着我的时候，他们就不能跟着我。我又不是什么小丫头了，我已经长大了。你要答应为母，确保自己的安全。最后1条，就是母后，你能不能让父皇给我1道金牌啊？省得他们欺负我。这个你想的倒是蛮周全的。好吧，别给我惹祸就行。妹妹前来辞行，多谢嫂嫂一语点醒梦中人，让我识破了柯世昭的险恶用心，才没铸下大错。妹妹日后一定要好好珍爱自己，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秀波自小跟天磊哥哥一同长大，当初一心觉得女儿家最重要的就是依靠婚姻，秀波以为天磊哥哥就是最好的选择。那日在水榭里，嫂嫂说天大地大，情情爱爱绝不是女子的唯一追求。秀波才幡然领悟了。自那日起，见嫂嫂和天磊哥哥情深至此，秀波才明白自己不过是执拗于年少时青梅竹马的回忆。从今往后，天磊哥哥便是秀波的亲兄长了。日后作何打算？我打算回苏州去，好好经营祖母留下的产业。秀波妹妹蕙质兰心，
定能将祖业打点的风生水起。兄长过奖了。只是那柯世昭一心想要对付你们，往后定会使出更多的手段。兄长和嫂嫂该如何是好？放心，你且安心回苏州去。我和你兄长有的是法子对付他。这对金麒麟本就该属于相爱的两个人，两只在一起才能算作一对。今日我便将它送给冰燕嫂嫂，祝你们伉俪情深，白首不相离。多谢妹妹。妹妹走了。保重。少爷，秀波小姐回老家去了，临行前特意去见了三少爷跟三少奶奶去辞行，看着秀波小姐和三少奶奶姐姐妹妹叫着，依依惜别，亲昵的很。哼，没用的东西！看来如今这步棋算是败了。三少爷和三少奶奶还当真是铁板一块，连我都拆散不了这对小情人啊！既然如此，那我就成全他们，让他们做一对亡命鸳鸯。夫人，功夫不错嘛。其他的交给你了。哎，再跑，打断你的狗腿！你到底是谁？插劲了，插劲了！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小的，现在也不知道我是谁了。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就我那几招，我根本就不是女侠的对手。
算你识相。敢问，女侠尊姓大名啊？小的就是死也死个明白，不是？哼，姑奶奶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扬州李玉湖。哦，哎，少爷，哎呦，不得了了！这三少奶奶武艺高强，果然非同寻常啊！就我那几个人根本就不是对手。三公子毫无病态可言，挥剑生风啊！我刚要动手，上来就给我一拳，你看给我打的，我现在看东西还有点模糊呢。生死攸关嘛，自然拼命。不是少爷，我跟他们交过手了，他们个个武艺高强。你所言当真？当真，少爷。现在干掉这两个人恐怕是没那么容易了，就我那几个货根本就不是对手。况且这次吧，就是杀人不成，若是再想动手，恐怕就更难了。废物！且慢，这杜家千金怎么会武功呢？少爷，小的这次的事儿虽然是没办成，但在危难之时，小的给您套出个惊天大秘密。什么？快说！就当时吧，就三少奶奶呱一下，就一脚给我窝那儿了，我岔气儿了。我当时就觉得吧，这条小命肯定是交代在这儿了，然后我就跪地求他呀。我问他，我说你何人？报上名来。他怎么说？哎，他吧，当时没了防备心了，就大言不惭说自己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扬州李玉湖。李玉湖，你可听真切了？小的听得真真的。哼，我当是什么呢？怪不得觉得这三少奶奶古怪，没想到竟然是个冒牌货。哼，谁说不是呢？当真是天助我也呀！我们要借此机会，即使没办法来硬的，也要借刀。那就让官府来帮我们铲除掉这个眼中钉吧。少爷，高啊！你去趟扬州杜府，不管用什么办法去把杜老爷请来，让他当面拆穿这个李玉湖。小的明白，小的就去了。去吧。小姐，这2日除了送药，那继承心愿就不要去得太紧了。不是你让人家盯得紧一点吗？这叫内紧外松，也省得让人觉得你总在背后盯着他们呀。说紧是你，说松还是你。你是不是被抓住什么把柄了？哪有什么把柄啊，无非就是欲擒故纵罢了。欲擒故纵？
过2日这祈福就会有一场好戏看了。你呀，一肚子坏主意。怎么，今日有心情了？那是自然。沙校尉，沙校尉，有袁将军给你的书信。大哥的信，快给我看看。大哥呀，大哥，看来你还是离不开我呀。沙校尉，将军说什么了？这么高兴？他让我去趟灵山，说有要事要办。快点，给我备马，即刻启程。是。你们追不上我吧？累死我了！哎，姑娘，你干什么呀你？你让开！新娘子，你怎么哭了？跟我出来！姑娘，请放开我！你怎么不开心呀？开什么心啊？要看你嫁什么男人了。怎么，你嫁的不好？听说是个凶神恶煞的克妻鬼，前2个娘子都被他打死了。那你不嫁不就成了？我爹欠了别人很多钱，实在没有法子了。臭男人，我替你做主，别难过了啊！你一个小姑娘，能有什么法子啊？可是小姐，不好意思啊，我们要赶路了。起轿。不行，你们让开！你们没看见新娘子在哭吗？她根本就不想嫁给那个克妻鬼。我命令你们，现在原路给她送回娘家去。哼，送回去？你一个小丫头片子，算老几啊？跳出来管人家的闲事？我算老几？我可是……哼，不跟你计较。哎！你一个小丫头片子，算老几啊？我算老几？我可是……哼，不跟你计较。啊！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一座城，一声情，一曲相思锁一心。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姑娘，你没事吧？没事。光天化日之下，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欺负人家弱女子，丢不丢人？就是。英雄，饶命啊！滚！是。多谢姑娘出手相助。可今日我已上了花轿，是非嫁不可了。就算逃回娘家，也是一个被退婚的嫁娘，今后没有颜面做人。这是我的命，我认了。姑娘的好意我心领了，请回吧。哎，新娘子。姑娘，
别勉强了吧。为什么要乖乖认命啊？明明是我们女儿家自己家人，凭什么不能自己做主？真是好不公平。女儿家真可怜，婚姻大事，连自己的夫君都没法选择，难道不应该挑一个自己心爱之人吗？心爱之人？呀，我还有急事要办，姑娘，你先多保重。我先赶路了。你叫什么名字呀？后会有期，掐！哎，乖女儿，乖女儿，乖女儿。哎，那个白马少年何许人也呀？这紫袍小将真是又俊俏又威风。紫袍？嗨，什么紫袍绿袍的？你都跑了这么多路了，快上脚歇歇吧！啊，不行，我正高兴呢，我还没玩够呢。哎，公主，你不是呸！我的乖女儿，你等等我！哎，跟上，乖女儿。紫袍小将，你别看这地儿挺荒的，这风景是真不错呀。真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年。公主啊，你慢点儿，累死老奴了。老头啊，还在磨蹭呢。我告诉你们，今天晚上之前不把这果树全都给我砍完，我就把他带走。县令大人，求您行行好，再宽限我们几天，我们尽快把这儿腾出来，耽误不了您盖别院的。你个老不死的，跟我谈条件是吧？抓走！县令大人，求求您了，他还是个孩子呀！县令大人，住手！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小娘们儿啊？你是什么人？口气这么大！我就是本县的县太爷，我让你见识见识。哎呀，县太爷，我今儿倒想见识见识。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根葱啊？你是县太爷，那你霸占这个地方就是为了盖别院？是啊。他们不肯，你就抢他们闺女？对呀，这么着吧。这还有没有王法了？什么是王法呀？天高皇帝远，在我这县的境地里，我说的话就是王法。呸！一个小小的县令啊，竟敢如此口出狂言，还把当今圣上放在眼里吗？我呸！在本县的境地内，我就是当今圣上。我说这日头是从西边升起的，就没人敢说是从东边升起的。谁要是敢不听，我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这小娘们长得还挺带劲儿皇上金牌在此，竟敢如此撒野！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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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皇上饶命！哎呀，我错了，公主饶命啊！你这狗官根本就不配戴这个帽子。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长成一棵树，结出小花儿。等，
我看这么办吧，你呢，就在这个坑里待上个3天3夜，不许出来。这样的话呢，你还要给这对妇女种50克，不对，500克果树。种500克，还要天天浇水。哦，对了，最后呢，你要写一封劣迹恶行的奏折递给父皇，让父皇处置你，然后你一定写。还有啊，胆敢在这个地界上对所有的百姓再进行欺压，公主立刻处死你！不敢！公公，哎，我今天累了，我们先回去休息吧。那上轿，公主。告诉公主。走吧，爹。走。别过来！他们还没走远。退回去，退。到了。哎呦，这一路给我颠的，我这把老骨头啊！哎呦，您就是京城来的客人吧？是啊，你是？我是定北侯府上的管家刘若谦。哦，刘管家，好，我们正是侯爷请来的客人。啊，路途颠簸，快赶紧休息吧。请稍等。女儿啊，该下轿了。搀着点儿，你这没眼力劲儿呢。姑娘，早点休息。刘总管，刚才你看到的就是昌平公主。那您是？我是跟随皇上多年的宫中内家呀。哦，公公到此，失敬啊。免了。哎呀，刘总管，我年纪大了，奉皇后之命啊，陪公主啊到灵山。哎呦，这一路上叮铃咣啷的，把我这把老骨头都快颠散了架了。现在啊，保护公主的重任就交给你了。公公，那您今日就和公主早些歇着，明日用过早膳之后，便可以去行馆会见定北侯了。这行馆那我就不用去了，到时候你来接公主就行了。刘某遵命。下去吧。我美吗？公主好美，真的好美。小姐，你们怎么待在这儿？奉命保护小姐，好让小姐可以安心休息。你们待在这儿，我反而休息不好。赶紧走。小姐，
我们不能走，是公公命我们站在这儿的。公公，天天都是公公。你走不走？那你走不走？行，你们两个都不走，那我走。气死我了！公主，您喝点水，消气儿。哎，好了，不要，下去吧。哎呀！哎，人在吗？在。哟，公主，这一路上玩的可开心呐？哼，哟，这是不开心呐。不过，比在皇宫里，那还是开心多了。是吗？好啦，公公，我不生气了，走。哎啊，这合适吗？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合适。哎，那我就合适了哈。我说公公，哎，你明天是不是要带我上灵山，去南天门玩啦？怎么是我带你去呢？你忘了，这次您是来见驸马爷，要去玩，也是驸马带您去灵山呐。驸马啊，就是皇上的女婿，您的官人，定北侯袁不屈呀。我现在还不知道那个驸马到底是个什么马呢。哎，公主啊，今后说话千万不要口无遮拦呀！啊，我怎么口无遮拦了？我觉得我自己挺好。哎呦，我这胡子是不是？哎呦，这没掉。公主啊，那个明天用过早膳呐，驸马爷会派刘总管接你过去啊。见驸马爷时，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显示出我皇家公主的风范。行，知道了，公公。公主啊，那早点休息。哎呀，明天知道了，别啰嗦了，快点下去吧。那老奴下去了。对吧？落轿，有请公主。公主，将军已恭候多时，请。走。公主，您看，这前庭呢都是些奇石异草，后庭呢就是一些假山。还行，你们选的地方还挺不错的嘛。公主，请。好。这边。好。你们几个一定要保护好公主周全，如果她有任何需要，必须要随叫随到。是当初解救我的那个紫袍小将，他怎么会在这里？前院，你们安排5个流动岗；后院，至少给我布置5个守卫。难道他就是公主？公主啊？刘总管，那位就是袁大将军吧？他不是。哦，走吧。
挺胸。他要是圆不曲就好了。如果公主要出去散步的话，必须要向我汇报，听明白了没有？明白。公主，公主，公主。哦，总管。袁将军已经在屋中恭候多时。嗯，你们回去吧，不用跟着我了。这边请。公主请。他人呢？哦，将军就在内堂。我都来了，他怎么不出来见我？将军现在有要事要办，等事情办好之后，他会亲自出来迎接公主的。哦，在下告辞。嗯。什么呀？刚才跟你们说的，一定要记住。是。走吧。哎，评委，舅妈，哎，你刚才有没有看到谁在看你啊？啊？谁啊？傻外甥，这个嘛，天机不可泄露。舅妈，你给我卖什么关子呀？才。这将军神神秘秘的，莫不是在做什么法事吧？哎呀，看着他，这胡子怎么这么长啊？真邋遢！这母后还跟我说他是又威武又俊俏，这明明长得又丑又老，一点儿也不俊俏。他都死了2个老婆了，他莫不是一个克妻鬼吧？公主，怎么了？刘总管，你快去看！你看看出什么事儿了？你看他怎么了？将军，这恐怕是祭奠亡妻，入定游梦了呀！什么？救命！哎，公主，公主，公主莫怕呀！公主。怎么了？怎么了？别哭，别哭！怎么回事？怎么了？你哭什么？有话说呀！我不要嫁给袁
我不要嫁给袁不去。哎呀，你看看，刘总管，这出什么事儿了？怎么回事啊？公公，公主不小心撞见将军祭奠2位死去的夫人。受了点惊吓。哎呀，公主啊，别哭了，有话好好说好吗？我不要嫁给那个又老又丑的才行。在这园府里，只有那个紫袍小将看起来气度非凡。哎，我说公主啊，您说的是云里雾里的，这紫袍小将是袁大将军吗？紫袍小将就是那个为我路见不平，还替我出头的少年。哎呦，这都什么紫袍绿褂子的？那个紫袍是不是袁不屈？他要真是袁不屈就好了。哼！大哥，我是真想不到，你还能装神弄鬼。我也是身不由己啊，没想到这一套架势下来，比上战场杀敌还辛苦。你这可不是身不由己，你这叫听夫人的话，还不是我干女儿冰燕的好主意。的确是冰燕的妙计。哎呀，人家都是夫唱妇随，你这可好，是夫随妇唱。真是想不到啊，我大哥竟然对嫂子如此的言听计从。举其如此，夫复何求？袁不屈我倒是嫁了，可是他又老又丑，穿得那么邋遢，什么大将军啊，那胡子拉碴的，简直就是一个脏兮兮的莽夫。我怎么那么倒霉啊？不是，你是瞎说啊！我还听说他已经克死了2个老婆了。我要是嫁过去，搞不好也会来克我，那我不就成第3个了？公主啊，别哭了。可是我们这样算不算是欺君之罪啊？冰燕早有谋算。我干女儿其实早就想到了，她说不算欺君之罪的原因有3。这第一嘛，袁将军曾经确实有2位妻子，并且已亡，这个大家都知晓。其二，袁将军祭拜亡妻也是真，情深梦游却含糊不清，谁也无从考证。其3，男子征战沙场，几日不刮胡须，且非常事。原来如此，我嫂子还真是思虑周全啊。来，我左等右等，心心念念等了那么久的驸马，原来就是那么个家伙。还有啊，当大将军有什么好的？成日里打打杀杀，刀光剑影的。若是打了胜仗，那得豁出命来；若是打败了，父皇怪罪下来，还是得要了他的命。公主啊，你别再哭了，你哭的老奴都伤心了，我都想跟你一起哭了。你别哭了，你哭的声音难听死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你也别哭了啊。刘总管，哎，公主说的可否属实啊？这……都怪你！那天我说要去寺庙求一个签，你非不让，把我拉了回来。若是那天我去寺庙求了个签，说不定有神明指引，给了这下签，那我就不用来这一趟了。哎呦，公主啊！公公，我看呐，皇后娘娘未必知道定北侯的情况如此不符合公主的心意啊。对呀，北方边关大捷，皇后一时高兴，就向皇上请了旨啊。公主啊，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今天就连夜返回京城，禀报皇后，请皇后给你另选东床，告袁不屈恭迎公主有失礼数，让皇后给她治个不敬之罪，怎么样啊？这个主意不错，
冰燕的计划避开了欺君之罪，却不成想，公主这娇嗔的性子，惹出了将军不敬的嫌疑。需尽快化解此事。哎，公公，哎，你还记不记得你要带我上灵山玩啊？去看东海日出，你都忘了？公公，求求你了，你就带我去吧，公公。公主，公主，公公，您和公主到此地长途跋涉，实属不易。就算是回京城，也不要这么仓促吧。我看今日就养精蓄锐，明日上山，去碧霞祠求个签，再登上那灵山之顶，让公主散散心，看看景，再回京也不迟啊。此事就这么定了。我累了，我要休息了。啊。哎，让一让。评委，舅舅，哎，舅舅，公主那边怎么样了？这大街上的嚷嚷什么呢？这边，舅舅，那你快跟我讲讲，将军装神弄鬼之后，公主回到驿馆，是个什么反应啊？评委，这么说吧。这第一招算是成了，昌平公主现在已经不愿意招袁不屈为驸马了。哦，咱这就算是成了是吧？挺好。哎呀，不过听那老太监说，要给袁不屈定一个不敬之罪。不敬之罪？凭什么？你小点声。可这明明是皇后自己强压着人家当驸马的，谁欺负谁啊？是，将军先装神弄鬼，把公主吓跑了。可是这不嫁给将军也是公主自己选的呀，又不是咱们当真不恭敬，哦，强压着人家硬选的。再怎么说，这罪行也怪罪不到将军头上吧？话虽这么说，但是现在想要他们改口的话，咱们还得有第二个方法。哇，咱还有第二招？这第二招嘛，我已经算好了。公主出身于帝王之家，性格孤傲，但她却十分有主见。也许她自己就会让这个老太监改口的。舅舅，你这既精通医术，又能断凶吉的样子，就越来越像那种仙风道骨的人。哎，舅舅和神仙呢，尚无缘分。不过呢，我小的时候啊，在你舅母家学过一些方术，我对阴阳五行、医术还有相面略有研究。这么说吧，如果我呀见到一个人的相貌，便可以断一断他的人生起伏和命中的福祸。那你怎么不给我算一算啊，舅舅？舅舅早就给你算过了，只不过是还没有到点破之时，不可说，也不能说。你不会是想说我有大祸吧，舅舅？你早就有祸了。行军之时险些丧命，还牵连了袁大将军受了敌方的冷箭，这还不算是祸吗？不过呢，这福祸相依，你虽然闯了大祸，但是却牵出了袁不屈与杜冰雁的这段好的姻缘。那这算是将军的福分吧？对于我来说，也确实是祸呀。这也说不定啊，没准你小子马上就要大福临头了呢。舅舅，你给我好好算一算，你看我这手相是不是？哎，跟面相会不会有点不太一样啊？好吧，那我就给你看一看。谢谢舅舅。哎呀，评委啊，掌纹如人，就如那木纹如鼠。仔细观察呢，方可评出这才智的优劣。我看你这掌纹，
直耸粗长，显示你忠诚有余，但心智不足啊。不过你这面相不错，浓眉润泽，轻浮易得呀。是挺滋润的。月之午中极土，日之又坐在财地上。你小子命中有贵人相助啊！对了，评委，你今日入行馆时，见到昌平公主的时候，是否穿了一身紫袍？好像确实是紫袍。天意，实乃天意啊！紫气东来，紫气东来呀！评委，你的命格是大器晚成，你的转运之际不在别处，就在灵山之上。明儿一早，你便身着紫袍，在日出之前徒步登上山顶，勿去别处，你就在碧霞祠前盘桓终日。时辰一到，你的贵人就会出现了。这个贵人呢，不但可以让你转运，还能帮助袁大将军脱离危难。不会是蒙我的吧，舅舅？哎，舅舅什么时候蒙过你啊？那碧霞祠前遇贵人，那个贵人是指谁呀？就是姓甚名谁，或者他长得什么样，大概说一下。这天机不可泄露。哎呀，舅舅，你说说吧，说说，跟我说说吧，舅舅。哎，这傻外甥啊，明天你要见机行事。牵你的马去吧。你不是逗我玩呢吧，舅舅？舅舅，真的假的呀？秀云，哎，热谦，给我放后面。哎，啊，对了，公主的事怎么样了？还需解决一桩难事，否则也是前功尽弃。什么困难的事？咱这干女儿的良策虽然打消了公主嫁给将军的念头，但是呢，当日却吓坏了公主，弄得公主哭哭啼啼。这张公公在一旁呢，一直安抚昌平公主，然后呢，一直在帮腔拿话，惹得公主啊，非要给将军定一个不敬之罪。啊？那你说咱这干女婿能逃过这一劫吗？能否逃过此劫，还要看明日是否顺利。哎呀，那你赶紧想办法呀！你得帮着将军平息此事啊！那是当然了，不过呢，此事光靠我一人之力很难完成，还需要请一位高人出手啊。那事不宜迟，咱俩赶紧去请。哎，我现在这不就是正在请呢吗？啊？请我啊？明日啊，就该你出场了。行，看在你送我花的份上，你让我干什么？咱们外甥这边呢，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就只剩下……其实我是这样的，这样就一举两得了。哎，不行不行，你这故弄玄虚的门道，我可干不了，我来不了，来不了。这叫临渴挖井。你这什么临渴挖井？你这叫……那是陷挖茅坑。哎呀！老爷，你醒醒呀！你这是怎么了？你醒醒呀！
哎呀，你们怎么了？快哭呀，快哭呀！还没死你们，我是个傻哈！过来摸一把呀！快来！老爷，老爷，走开！哎，我包子呢？老爷。老爷，你没事吧？老爷，我看你也巴不得我有事儿了吧？老爷，那咱接下来该怎么办啊？那个跋扈的丫头，我管她什么金池玉液啊，我管她什么皇亲国戚呀，什么御赐的金牌，我看见了吗？我就没看见，你看见了吗？我看到了。你看见了？哦，没有，我也没看到。你们看见了吗？对呀，这个小丫头片子，还想让我发芽，这谁发芽还不一定呢。横竖横是意思，我还不如跟他来个鱼死网破呢。过来，你们跟踪他们行动的踪迹。哇！出发！红妆披下佳期，放眼晴空万里。扬州桃李，飘小十里，满城共聚欢喜。相遇曲折离奇，就算跨越千里，共度风雨，只有你能懂我心意。阴差阳错相遇，定下姻缘不易。人海中遇见对到你，无人能比拟。欢喜来，停轿。公公，此处山路崎岖，您看是否要跟公主在此地稍作调整？哎呦，早该歇歇了，再这么颠下去，我这把老骨头都快散了架了，真是的。来，抓紧时间休息。公主可有看到前方的凉亭啊？啊，看到了。那里可是这半山腰的最佳观景地啊！哎，公主，可有兴致前去看看？好主意。哎，公主，你哪儿也别去，就在这儿歇息吧。啊！我不要，公公，我要到前面学学新风景。你们在这儿待着，不许扰乱本公主的好兴致。哎，不是，公主。哎，公公莫担忧，这儿很清幽，而且呢也无闲杂人等，您就让公主自己去玩吧。那，咱们一块儿过去吧。哎，公公，您就在这儿休息着。来，给公公按摩。哎，来，公公你就坐着啊。哎呦，那你可看好了啊，好，可千万要小心。哎，来，哎，累死我了。喂，请问山顶之处是什么地方呀？无上天尊，贫道不姓魏，你喊错人了。
哦，哎，师傅，山顶是何处啊？小信善，贫道姓苏，不是 A 师傅，是苏师傅。啊，苏师傅。小信善，你看这左边，这是飞龙岩；你再看那右边，那是祥凤岭。这岩岭之间林木隐约之处，便是南天门。啊，师傅，那我登上南天门，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天宫啦？肉眼凡胎岂能看见天宫？只有机缘相合之人，才能看到祥瑞之色，遇到有缘之色。苏师傅，那你看我机缘合不合啊？小信善，你眉清目秀，有王者风范，贵人之相，却有一丝晦气冲入天庭。把你的手给我看看。哦，女命的吉凶，也要看看夫星的福祸。你这个夫星，不该在这个位置啊。啊，那该在什么位置啊？这个位置的夫星，既克妻又克子，总是晦气。那我不要这个夫星不就行了？冥冥之中缘分天定，这晦气岂是你想避开就能避开的？那我该怎么办呀？姑娘，你今天这灵山来得好啊！为什么呀？这灵山之灵气可以冲掉你的晦气。哎，如何冲啊？且让我给你算上一算。牡丹雍容土芬芳，高堂定夺欠思量。紫气东来贵人到，碧霞祠前遇良婿。紫气东来贵人到，碧霞祠前。碧霞祠前遇贵人，遇贵人。你穿过南天门，直奔碧霞祠，给碧霞元君拜上3拜。碧霞祠前绕上几圈，直到遇见那个紫衣人为止。哦，对了，紫衣人是谁啊？天机不可泄露。公主，公主啊，咱们接着走吧。我要去碧霞祠。好，出发，碧霞祠。哎，道长，请问您知道碧霞祠在何处吗？哦，你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便是。哦，多谢。你们这一打滑，我就跟着滑下去，我就。公公说笑了。哎，落轿！来，落轿啊！落轿，这又怎么了？哎呦，磕死我了！公公您注意啊！公公，哎，我说我这一直坐着也不成啊，颠得我腰酸背痛的。哎呀，是啊，把我这把老骨头颠得都快散了架了。哎，我说公公，哎，这南天门就要到了，我要走一走，舒展一下筋骨。啊，哎，公主，不，你儿啊，那个
让爹陪你一起去好吗？公公，您老胳膊老腿的，就别走山路了啊！不是，你能走，我也能走啊！哎，闺女，哎，闺女，你等我呀！别跟着啦！公主，公主，你慢点儿，我这老胳膊老腿，我追不上你呀！哎，真是的，哎呀，公公，你还好吧？还好，多亏了你呀，刘总管。公公，哎呀，您这老爹当的可真够辛苦的。可不嘛，生命难违呀。公公，我看不如您和轿夫在后方歇息，我去前方保护公主，怎么样？哎，那好啊，多亏了你了，刘总管。放心。哎，好。公主，公主，公主。啊，刘总管，您能不能别老跟着我呀？真是坏了人家的兴致。你快去看看我那个爹爹，我要去碧霞祠求赐福。公主，这荒山野岭的实在是不安全的。怎么，本公主的话你竟敢不听？总之啊，你别像个尾巴似的一直跟着我，切记。这……紫气东来福禄到，碧霞祠前遇贵人，就是这个。难道他就是那个有缘人？请问小姐，这树上绑着的一根根红丝带，有何深意呀？祈求陛下愿君赐福。那敢问姑娘，是不是在等一个穿着紫袍的男子啊？怎么这么大年纪？什么紫袍男子？我是给自家夫君求平安的，哪儿来的毛头小子？小心我徐永夫君教训你一顿！哇，好！光顾着凑热闹了，正事儿都忘了，我还要去碧霞祠呢。刘总管，公主呢？公主说她要去碧霞祠逛逛。什么？你就这么让她一个人前往？这要有什么差池，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公主下了命令，不许我再跟着，我也不好违抗公主之命啊。快去找公主去，走吧！哎呀，您慢点。一定要保护好公主周全。是他，是他，真的是
是他。初次和他相见，他仗义相助；二次和他相逢，是在行馆之中。今日有缘，又和他相见了。难道师父说碧霞祠前遇良婿？难道那个人就是他？可是师父说了，不过你要引他与你说话，那样才可逢凶化吉，美事成真。可是我一个女儿家，怎么可以冒冒失失走过去呢？我得想个办法。哎，有啦！哎，姑娘，哎，姑娘，空念你的妙，清风落嘴角，吹来愁绪红尘飘，一地思念纷飞后人扫。我要在星夜出逃，借月光悄悄，目中怎么啦？哦，这是姑娘方才掉的香包，我想着这可能是要紧之物，所以物归原主。啊，真是太谢谢你了。不是，我看姑娘有点面熟，我们是不是之前在哪儿见过？你猜？这我猜不出。反正我来这儿呢，是因为有高人指点。我也是。真的假的？那个高人还给了我几句掐算的谶语：紫气东来，贵人到。不对吧？我记得是紫气东来，福禄到。碧霞祠前遇良婿。这也不对，这应该是碧霞祠前遇贵人。难道你是良婿？这可能就是上天给我们的缘分吧。姑娘，你不会生气了吧？对不起，我讲话太冒失了。我这个人，哎呀，我有的时候就是……啊，我没有生气。那个，我听闻这灵山风景秀丽，只是山路崎岖难行，不如你我二人结伴，一同去欣赏这灵山风光，如何？行，全听姑娘的。这么高的一个女孩子，穿绿衣服的，你有看到吗？你有看到一个女孩子吗？哎呀，我说刘总管，你算是闯了大祸了。给我来3支。哎，老板，客官，麻烦您见到一位穿一身绿衣服、非常漂亮的姑娘了吗？没见过。哎呀，你瞧瞧，哎呀，公公，哎，大爷，您说的那位姑娘好像跟一个穿紫色衣服的公子走了啊！你看，这跟个男的。公公，你就放心吧。我能放心吗？他跟个男的走了，有了我放得了心吗？快去找找吧，走吧，快点去找去。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这个穿紫衣服的男人是原部区的部下沙平威。沙平威，功夫了得。那我也不放心呢，咱还是去找找吧。公公，走，哎，公公，快点，哎，不行，我说呀，
依我看呢，咱们就在此处等他们。好吧，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儿等，真是气死我了！哎，嘿，咱们就在这儿等这姑奶奶。你身手挺不错呀。确实，我很小就参军了，我那些身手都是在军营里学出来的，在战场上都能保命的。但听起来很凶险。不会，我跟我大哥勤练武功，我在战场上能杀10个。哇！而且我特别机灵，能随机应变。你哪里机灵啦？我看你呀，就是一个小傻瓜。我确实是有点傻，我大哥、我舅舅、舅妈平时都叫我小傻子，傻小子。但我觉得你为人侠肝义胆、行侠仗义，是个大丈夫模样。哎，你爹会不会等着急啊？我爹要是着急了，他自然会来找我的。哎，我们去那边看看吧。好。哎呀，这是气死我了！这，长官，这，吁！将军何在？在里面。边城又起烽火。是。这样，你到外面吃点东西，准备车马。我给刘先生他们留一封信，说明原委，即可启程。是。这些果子看起来好诱人啊，一定很好吃。这些都是野果子，也只有在这野外山上才会有。我摘2个给你尝尝。好啊。给。哦，尝尝。涩。涩。我尝尝。骗你的，可甜了。姑娘，芳名啊？你就叫我阿兰吧。阿兰。好听。你叫什么呀？我叫沙平威，是定北侯军中的校尉。那你一定认识袁不屈了。认识啊，他是我们将军，我管他叫大哥，平时对我可好了。那个克死妻子的将军，你还叫他大哥？我不吃了。你认识他？我不认识啊，我就是听从边城回来的人说的。啊，我手帕。我帮你捡。哦，小心一点。飞哪儿去了？还行，没脏。阿兰，阿兰，阿兰，
阿兰出事了，这里只有一条路能下山。若阿兰真的被歹人绑架，定是下山了。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姑娘下山啊？姑娘？没。那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可疑的人？哦，有。刚才我看见4个人抬着一个大木箱往山下去了。哎呦，那4个人全都是穿着黑衣服，蒙着面，一看就不是好人啊。蒙着面的人？啊，估计现在啊到山脚下了。多谢。走了。二位慢走啊！哎，好嘞。这，慢走。这，这公主去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回来呀？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刘总管，咱们再派一些人去找一找吧，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咱们就全玩完了。快点儿啊！大家分头去找，不能错过每一个角落。快！是，快走，快去！公公，哎。去了，公主，你在哪儿呢？你快把我急死了！评委，评委，刘总管，咱们怎么样了？公公，您可否觉得此事有些蹊跷啊？你说，你们来灵山的路上，可有向其他人暴露过你们的真实身份吗？住手！你是什么人？口气这么大！我就是本县的县太爷。皇上金牌在此，皇上饶命啊！你这个武官根本就不配戴这个帽子。公主，立刻处死你！哎呦，我想起来了，在临县的树林边，我们惩治了一个贪官。哦，公主啊，用皇上那金牌收拾了那家伙。处死了吗？没有啊，就图一时痛快来着。八成就是此人啊！那怎么办呢？您先别着急，公主身边有杀校卫在，她一定会竭尽全力去保护公主的安危。您带着兄弟们上山细细查找。哎，我速速下山去请袁将军。哎，快去，刘总管！快去呀！老板，有没有看到4个黑衣蒙面人抬着一个大木箱子下山？箱子早装上车了，恐怕这会儿早到山脚下了。多谢了。撤！哎，站住！这是我的马！撤！站住！这是我的马！站住！撤！袁将军呢？边城战乱又起，大将军已经带着随行将士回去了。这里有封书信，还请过目。你在等啊！
看来只有我们夫妻二人去救评委和公主了。撤！哎，救你的人来了！阿兰，我来救你了！狗东西，你快给我放下来！哎，狗东西，快给我放下来！快点！英雄救美啊！啊，感人呐！就是脑袋不太好使呀！小伙儿，年轻人，你敢喷我？哎呦哈！这是军中惯用的标记，一定是评委留给我们的。走。放开我们！评委，你的手没受伤吧？放心吧，阿兰，我没事。阿兰，瞎了你的狗眼！那可是当今的公主。你是公主？嗯。无论你是阿兰，还是公主，我都会竭尽全力的保护你。大胆狗贼！你绑架公主，罪不可恕！你放她走，千刀万剐冲我来！冲你来？你替她死吗？评委，是我连累了你。阿兰，这是我杀评委从小到大最开心的一天。上一次也是你为我出头。上一次？嗯。新娘花轿前也是你？是我。哎呦，真是感人呐！对你们这对苦命鸳鸯，我就随了你们的意吧。来，把他们埋了，先埋一半啊！我要让他们3天之后再死，我要看你们是不是会发芽啊！在身边，我一点都不觉得怕。你放心吧，公主，我一定会保护你的。你给我站住！我还会回来的，我还会回来。舅舅，评委，公主，哎呦！
公主饶命！公主饶命！这次你跑不掉了吧？我让你，你没事吧？对不起。评委，没事吧？那个评委，把他押回京城，留待父王处置。舅舅，这次多亏了您跟舅妈了。幸亏你留下记号，我们才能及时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公主怎么样？我这大外甥又帅又威武吧？我要把他带回去养伤。舅舅在呢。没事儿。评委，拜见公主。免礼。你们在这儿等着吧。评委，你的伤好点了吗？哎呀，没事儿，我就是喜欢你，我想关心你。沙小将，公公，小将使不得。此次若不是沙小将、刘总管舍命相救，不但公主凤体临危，就连我这老奴的命啊，都得搭进去呀。公主发话了，请沙小将回京城去养伤。这公公，什么沙小将啊？是驸马。不是驸马，是驸马，是评委啊。驸马就是评委，评委就是驸马。嗨，怎么跟绕口令似的？那个公主，我暂时还不能跟你回京城。为什么呀？你先坐下，咱们先坐下说。不，我就要挨着你说。哎呦，你是我的驸马。孩子长大了。舅舅，舅舅，一起走，来，走。驸马，你是我的驸马。公公您喝茶，压压惊。谢谢。哎呀，我跟你们说呀，这些日子我跟着公主，哎呦喂，是一经未了，又添一经。哎呀，又好玩，又惊险，又讨厌。只是我们家公主这孩子呀，从小就娇生惯养。我们外甥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都是孩子嘛。评委，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我喜欢。公主，我还是叫你阿兰吧。好啊。阿兰，我昨天晚上辗转反侧，我根本就睡不着觉。我就在想，我沙评威，我何德何能，已经有幸跟我大哥在外面驰骋沙场，竟然还有幸能跟金枝玉叶的公主在灵山巧遇，生死一场。我不是在做梦吗？评委，这哪里是梦啊？这明明看得见，摸得着，这一切都真真切切的。我堂堂本朝公主，见过的那些达官贵人够多了吧？要么就是跟父皇一样，一天到晚忧国忧民，古板正经无趣的很；要么就是跟哈巴狗一样，阿谀奉承惹人嫌。和你相遇，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好儿郎。虽然我们相处只有短短的一天，但却胜过人间无数，让人心心念念，欢喜得很。何况评委，危难之时，你肯为了我赴汤蹈火，甚至不惜舍了自己的性命，这样的真心
是任何荣华富贵、达官显贵都换不来的。我虽是个公主，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如此真心待我的，你还是第一个。评委，跟我一起回宫吧，好不好？阿兰，你是公主，你该配的就是圣旨上的驸马爷。现在是我大哥袁不屈，他虽然已经娶了一个新的夫人，但是圣旨难违啊。他是名正言顺的驸马爷，我就是一个小将。就算我死缠烂打的跟你回了京城，这又算怎么回事啊？好了，你别再说了。哎，公主，你一提那个袁不屈，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听说他都克死了2位夫人了。照你这么说，他要迎娶第3位新夫人。他这样的男人怎么能当我的驸马？我母后真是的，乱点鸳鸯谱。幸亏我自己像驸马，不然我就上当了。哎，要不这样，你让你娘她把……劳烦皇后娘娘把我大哥袁不屈的驸马身份给取消。啊，改为驸马沙平威。哎，对，你想的可真周到。不过最近边关又起战火，军务紧急，我大哥身负重任，我身为他的左膀右臂，本来就应该义不容辞的回营助阵，所以我需要先回一趟边关，然后再进京，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还请公主恩准。大丈夫保家卫国，威武得很。本公主准奏。谢公主。鸟语花开春空尽，为一缕香追忆。一色流烟30里，竟无人怜惜。清尽出身风雨息，雁归落汤溪。一叹不知你归期，而叹忆往昔。两情纵难饮哭泣，时怪相思已无药可治。难忘当时为爱的坚持。两情纵难饮哭泣，时败在一念之间消失。你别说，这傻孩子真是傻人有傻福啊！要我说呀，你这外甥比你强多了，比你温柔。嗯。公公，里边这……哎呦，我说不出口。我说啊，我一定向皇后面保，公主的这段美好姻缘。哎呀，舒大娘，谢谢2位对我们的关照，我们走啦。跟我过来。
这是什么？明珠在此，静候佳音。好，你等我。我走了。公公，我们走吧。哎。沙小将，后会有期，京城见。好了，我们也要速速赶往林州，去帮玉狐和天磊。是啊，也不知道天磊他们那边怎么样。师傅，怎么样了？天磊，正如你所料，下的是相克的毒药。这些人真是丧心病狂！我们这才刚走了几天呀，就发生此等恶事。师傅，我们将师太藏好，为的就是等师傅回来，看师傅有没有法子将师太医治好。如果治好了，他就能去奶奶面前揭示柯世昭的恶行了。我记得肘后救足方中有一古方可解此毒，放心吧，我一定会将它治好的。那太好了，师傅果然是神医。等师太痊愈之后，就可以向奶奶禀告，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哎，对了，天磊，你的那些汤药，可有按照咱们相约之法测了一测？师傅放心，徒儿早有筹谋。天磊，天磊，你快看，慢性毒药，果然是他的惯用伎俩。还说什么祖传秘方？我大哥天祥就是这样被他害死的。天磊，你别太难过。柯世昭那个大坏蛋实在是太可恶了，但天网恢恢，我相信邪不压正。再说了，柯世昭在汤药里下毒的证据，我们不是已经找到了吗？还有师傅也在帮我们医治瞎眼师太呀。等师太好了，我们就把师太和这些证据一起带去给奶奶看，她一定会相信的。天磊，我们一定可以给你大哥，还有被柯世昭害死的人报仇的。平时风风火火的玉狐女侠，竟然也有这样心思缜密、耐得住性子的时候。那也是给你这个
万事考虑周全的公子待久了，照猫画虎也能下个3分。少爷，少爷，您交代我去扬州办的事儿，我全都办妥了。人呢？人已经被我从扬州带回来了。在哪儿呢？客厅呢。这个杜老爷吧，原本忙于生意，本没有时间外出，但小的用这3寸不烂之舌，不但把杜员外给请来了，而且还把3少奶奶的哥哥这杜公子也一块给请来了。你去衙门找几个官差过来，一会儿我去找他们。是。哎，小巧姑娘，您把3少奶奶的父亲和兄长请来干什么？小巧啊，再过不了多久，这继承心愿之中就会发生一场好戏，而现在，我们就期待这场好戏开始吧。什么好戏啊？这3少奶奶根本不是杜小姐，她叫李玉湖，会武不会文。我就说我看的。嘘，你也不早点告诉人家。我是怕你沉不住气，走漏了风声。但现在呀，已经万事俱备了。门外是谁呀？进来。奶奶好。奶奶好。天磊，你们2个这个时候到我的房间里来，有什么事吗？奶奶，孙儿和冰燕今日有要事向您禀告。哦，那坐下说吧。是。冰燕啊，你也坐吧。多谢奶奶。坐吧，坐吧。湘云，你先下去。是。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奶奶，之前带您见过一个少年，叫季敬堂，您可还记得？记得。不过当时我跟你说，不要管他的事。孙儿那个时候还担心，会不会是柯表兄常驻江州，把江州地界的晦气恶习带到了咱们齐府里来。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要瞎猜，不要瞎想。孙儿这也是关心则乱，为了咱们齐府着想嘛。我也希望咱们齐府上上下下平平安安，奶奶您长命百岁。天磊啊，我看你这阵子啊，身子骨也挺强壮的。当然了，这也有冰燕的一份功劳。这最大的功劳，还应该是柯表兄的呀。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柯表兄费了9牛2虎之力，找到了一位名医的祖传秘方，还搞到了18味名贵药材，让方小巧每日按时送到我的房里来。柯表兄为了咱们齐家这独苗，还真是尽心尽力的。也许吧。不过，这名贵药材熬出来的味道却有些奇怪。孙儿每次喝的时候，确实难以下咽。如若不喝，又仿佛愧对柯表兄的一片心意。所以，孙儿也只能将药慢慢的倒掉。倒掉？为什么将药倒掉啊？说是倒掉，其实孙儿还稍微留了一点，给我的一位朋友替我代喝。日复一日，喝到今天，果然出奇效了。什么朋友？就是他。
是奶奶，每日一小口这名贵之药，这小鼠便一命呜呼；每日一大罐这名贵之药，若不是您的孙儿悄悄倒掉，岂不是就跟这小鼠一样，一命归西了吗？这小鼠服了此药，浑身瘫软，精神不振，不久便全死掉了。这不跟我大哥当年一样，身子一天比一天虚弱，精神一天比一天萎靡，年纪轻轻便去了一样吗？奶奶，为什么我大哥去世不到1年，二哥便被毒蛇咬死？为什么我原本活泼可爱的燕生妹妹，竟一夜之间成了哑巴？看来，咱们齐家大院并不是来了什么江州晦气，而是有一位人面兽心的奸邪之辈啊！奶奶，还有一位故人要您相见。故人？上次来家中拜会，突然发病去世的瞎眼师太。师太，他不是当晚就死了吗？当时情势所逼，师太被下毒。为了揪出幕后黑手，孙儿用了一招诈死之计，才保住了这位证人。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王奶奶，不要怪罪。你们进来吧。齐老太君，你要为我做主啊！我儿他死得冤呐！师太，起来，告诉我，都告诉我。柯少爷，外祖母，外祖母，老太君，天磊，世昭，拜见外祖母。哎呀，弟妹也在这里啊，那真是太巧了。老太君，扬州来人了。哦，什么人呢？来的是亲家公杜老爷和杜公子，到林州了。我爹爹和哥哥怎么会来？那现在人在哪儿？啊，我已经派了人把他们安顿在客厅了。天磊啊，你这亲家公可真是思念女儿思念的紧呐，这一进门就要找冰燕。冰燕，我也还没见过岳父大人呢，咱们回去换身衣服吧。世昭，哎，我也要换身衣服，你先到客厅去陪客人，不可怠慢。我随后就来。是，外祖母。那世昭先去招待了。你们两个好好的安顿师太，切不可走漏了风声。奶奶放心。走。这个柯世昭真是坏透了，肯定是他想方设法
把杜家人从扬州弄过来的。这可怎么办呀？我换什么衣服，李玉虎也变不成杜冰雁啊！你先别着急。什么别着急？火都烧到眉毛了，还不着急？这样，你先把小喜叫过来。小喜？对。对哦，他可是货真价实的杜家人。这个事情，不知道老爷。接着说，说下去。我们齐府的三少奶奶原本是扬州杜之强杜老爷的千金杜冰雁小姐，可是万万没想到啊，一个叫李玉湖的江湖女贼，竟冒充杜小姐，瞒天过海，混进我们齐府。据小人推测，真的杜小姐有可能是被他给杀了，或者被他绑到别的地方。那你为何不早点到官府告发他？为何要拖到今天才来请我们呢？老爷啊，我们也是被蒙在鼓里，与那假的三少奶奶相处数日，才发现丁点破绽。啊？那这么说，有证据了？这证据啊，今日便会出现，定让那顶替之人露出马脚。当真？千真万确。老爷，我们柯少爷吩咐了，您只需要派4名手下带上家伙事儿，您瞧啊。你这是干什么？本官是这样的人吗？大人，您肯定不是这样的人，就是我们柯少爷的一点心意。一点心意。那就全当是柯少爷的恩义，捐助衙门的吧。啊，是老爷。不过下不为例啊。是。哎呀，杜老爷、杜公子，二位一路辛苦了，世昭有失远迎。客气了。阁下就是柯公子吧？是，在下正是世昭。来，杜老爷，请坐。杜公子，请坐。柯公子啊，这些日子啊，我们杜府生意繁忙，那可以说是忙得不可开交啊。要不是你派人送来消息，说小女在灵州患了重病，那我们是无论如何也离不开扬州的。哎呀，杜老爷，实在劳烦您大老远多跑一趟来林州，世昭深表歉意。不过这好消息啊，事请名医已经诊治过了，冰雁现已痊愈，还请杜老爷和杜公子尽管放心。啊，好好好。哎呀，柯公子啊，冰雁此时在哪里啊？我已经差人去请了，马上就到。二位稍坐片刻。欢迎欢迎啊！外祖母。哎呀，欢迎亲家公到访寒舍。哎呀，见过亲家老太君。哦，见过老太君。杜公子真是仪表非凡，温润如玉呀！亲家公，好福气，好福气呀！哎呦，老太君过奖了，过奖了。请坐。好，您请。哎，总算是见到面了。是。依我看，这事儿啊，可以这么办。我是杜家人，我若说什么，杜老爷不会怀疑的。我就去跟杜老爷说小姐您啊，突然听闻父亲到来，欣喜若狂，情难自禁，一时间晕了过去。然后说您需要休息，我去请杜老爷来寄畅心愿探望。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他们一来，我肯定会露馅的。小喜，就按你说的吧。玉虎，
你先回去躺着，等杜老爷一来，你就用被子蒙住头，我跟小喜见机行事，替你打掩护。先蒙混过关再说吧。三少爷说的是啊，小姐，那我先走了。快去吧。玉壶，我们也走吧。亲家公，哎，请喝茶。哎，好好好。老爷，哎，小喜，哎呦，小喜啊，你们家老爷和公子来探望冰燕，人呢？公子。老太君啊，正在陪扬州来的客人，等会儿那个假道三少奶奶先过来，几位官爷先别声张。待他在杜家人面前啊露出马脚之后，几位官爷便可行动了。好，咱们以拍手为号，几位官爷便可进去给他上枷锁。放心，放心。小喜，这多日未见，你可伺候好了我的妹妹冰燕呢？小喜，拜见少爷。免了。小喜啊，这个小姐呢？小姐。啊。哎呀，小姐她。老爷，小姐听说您来了，欣喜若狂，先是大笑，笑着笑着又哭了。小姐自从来到林州，十分记挂您和夫人。小姐她，到底怎么了？小姐她一时情绪激动，晕过去了。啊！快，带我去看看。老爷少爷，小心脚下。来。哎呀，慢点儿，慢点儿。你们又不知道地方，跟我来。哎，在这儿，哎，这儿。冰燕呐，冰燕！老太君，您慢点。开手。冰燕，奶奶，天雷，冰燕她怎么了？她妹妹。妹妹，你们是谁？三少爷的院子岂敢乱闯！滚开，不长眼的狗东西！妹妹，妹妹，是我呀！哎呀，妹妹，哎呀，妹妹，妹妹，是哥哥。哥哥，好妹妹。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难道连爹都忘了？
爹。哎，你是从哪儿来的呀？我呀，是从那天上掉下来的。哥哥，爹爹，我真的太想你们了，我想回扬州，我想回家。哎呀，别哭了，我和爹爹这不是来看你了吗？哎呀，好孩子，别哭了，别哭了啊！什么江湖女贼？什么假杜宾眼？你看看，人家父女兄妹相见，一家人亲热的很呢。不是大人，误会啊，误会！你真是在戏弄我们官差，你好大的胆！哎呦，大人，小的不敢欺瞒大人啊。得亏先付了银子，兄弟们走。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天磊啊，你还不赶紧拜见你的岳父大人？小婿拜见岳父大人。哎，贤婿，不必拘礼，不必拘礼呀。亲家公，你们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晚上我备上酒席，为你们接风洗尘。哎呀，老太君，您太客气了，多谢多谢。世昭，哎，外祖母，我看冰燕的身体也无大恙，我就放心了。你赶紧去通知厨房准备酒席，晚上我们齐杜两家要好好的聚上一聚。是，那世昭先去准备了。哎，去吧。哦，小喜呀，你带你们家老爷和少爷早点去安顿休息吧。是，老太君。老爷，少爷，请。哎呀，你快别笑了，你快告诉我怎么回事啊！这听得我云里雾里的。你平日里不是说自己火眼金睛吗？这都看不出来。偷偷告诉你吧，我那个哥哥是个女孩子。啊？哎，她呀，就是真的杜冰燕。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太好了，上天保佑！真的杜冰燕从天而降，假的杜冰燕转危为安了。可是这杜冰燕不应该在荆州袁大将军那儿吗？她怎么从扬州过来的？对啊，这是为何？难道是荆州那边出现了什么状况？一会儿得好好问问他。玉壶，今天晚上晚饭的时候，你还是得假戏真做，假扮你的杜冰燕呢。你呀，就放心吧，这个假的杜冰燕，我是会好好扮下去的。哎，来来来，这太丰富了。天磊娘亲和二娘他们出门上香礼佛去了，只好由老朽一人出面，为的是给远道而来的亲家公接风洗尘呐。老太君，祝您安康喜乐，
长命百岁。好，那咱们一起，好，干了这一杯，来。好酒，好酒。坐，坐。亲家公，贵公子文采博长，仪表堂堂啊，你真是好福气呀！儿女双全，都是人中龙凤啊！亲家老太君呐，您过奖了，过奖了。不瞒您说，我呀，本是老来得子，这好不容易才有这么一个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真是神明保佑。来，吃。好，大家趁热吃。来。来。老太君，这冰燕妹妹乃是我们家二老的掌上明珠。自从她嫁来了灵州，二老是无一日不再思念着她。这前几日，贵府派来消息说，我这妹妹忽然病重，急得家母当场就晕倒了。母亲她……妹妹你放心，母亲无碍。今日我和父亲来到灵州，看你恢复得不错，我们深感欣慰。等我们回去告知母亲你的情况，她一定会高兴的。来，小妹，为兄敬你一杯。你我久别，为兄时刻挂念着你。兄长，我也很想你。我陪一杯啊，陪一杯。对了，兄长，你是听哪位长舌妇说我生病了呀？妹妹，你难道没生病？我来灵州之后，身子可好得很。那这事倒是奇了怪了。应当是去扬州的人信口胡言了。此事我一定会仔细查问。到扬州拜访亲家公的是谁呀？是账房的王胡子。王胡子？外祖母，是这样的，我听闻扬州有2艘商船要出售，于是特意命他去把这笔生意给抢过来，顺道去亲家公那边道个平安。可谁曾想，这王胡子竟然信口胡言起来。真是……哎呀，罢了，要不是这下人前来送消息，我们还真是难得前来拜见亲家老太君呐。来，大家敬老太君一杯啊！祝老太君这个身体健康，喜乐满堂，永远的荣光焕发。好，干！岳父大人是不是喝多了点？没事，我酒量大着呢。来，女婿，我女婿喝，再喝一杯。我这酒量大。我不喝了，喝多了。爹爹，您是喝呛着了吧？你不是说会有好戏看吗？你不是说三少奶奶不是杜冰燕吗？现在倒好，人家父女相聚，兄妹相见，亲热得很。咱们呢，白忙活一场。当初你撺掇老太君跟三少爷冲喜，倒是给他出来个贤内助，给你出来个克星。好了，你把嘴给我闭上！
去把王胡子给我找来。王胡子那个废物，什么都办不好。我让你去你就去，哪儿这么多废话？我是要问清楚李玉湖的事情。小喜，小姐，小姐，快让我看看你还好吗？小姐，小喜，我可想你了呢。好消息，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那就好，那就好。小姐，我那日在老太君堂上看到你女扮男装，可开心了。还好小喜你聪明，才没有坏了咱们的筹谋。我们小喜呀，可机灵得很。要不是小喜每日在齐府提醒我要端庄要温柔，我这个狐狸尾巴早就露馅了。小喜，你先下去忙吧，我也有些话要跟冰燕姐姐说。你可是在笑我的扮相？我哪敢笑你呀？我呀是在笑我自己。笑什么？笑我自己。刚来这院子的时候，可是出尽了洋相，把这寄唱心愿念成了寄踢心花。那可有人听见？唉，让齐天磊听见了。他这个人呐，机敏得很，立马就察觉出我不是大家闺秀杜冰燕，又设了一些圈套，把我李玉湖的大名给套了出来。那引出来之后又如何了？我就承认啦，我就说我就是李玉湖，你能拿我怎么样？我就是代替冰燕姐姐来你们齐家受罪的，等你一死啊，我就回扬州去。那你这么说，齐三公子难道不生气？他这个人啊，平日里就爱恶作剧逗我玩，对我千依百顺的，也是拿我没办法。那齐三公子，他的身体到底如何？他这个人虽然在外人面前表现得病殃殃的，身子也很清瘦，但其实健壮得很。这就是你办的差事，说什么杜冰燕是李玉湖，让我闹出这么大的笑话来。不是，少爷，当时三少奶奶确实说她就李玉湖啊。这可是小的冒着生命危险给您套出的消息，要不是小的最后灵机一动，给他最后撒了一把灰，小的肯定是栽在那儿了。废物！他怎么会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告诉于你？他透露说自己是孙玉湖、赵玉湖、叶信。不过，这杜家的千金又怎么会武功呢？谁说不是啊？少爷，你说有没有可能是杜老爷为了自家财产，偷偷的让杜小姐和杜公子学武，然后对外秘而不宣？你说有没有这个可能？有没有可能？绝对有这个可能。倘若真的是这样，那就唯恐是后患无穷了。少爷，您说的太对了。滚！冰燕姐姐，听若谦师傅说，你在边城替我吃了不少苦，我实在是有点内疚，觉得对不起你。你千万别这么说，玉湖妹妹。虽然你在这儿是锦衣玉食，可是齐府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况且，在边城，虽然日子苦了点儿，
可我的心却安定得很。那是谁让冰燕姐姐的心如此安定呢？哎，你不说我也知道，是袁大将军。还害羞？其实你让若谦师傅把水晶液送给我，我大约就能猜到你和袁大将军是情投意合的。那个时候，天磊还说了一句傻话呢。他说了什么？说歪打正着，鱼配鱼，虾配虾，乌龟配王八。下面一句实在是太傻了，我改了改。英雄配才女，青蛙配蛤蟆。来林州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我爹我娘他们怎么样了。虽然上花轿的时候恨死他们了，但后来我才明白，他们也是不得已来到祈福，经历了这些事情。我终于发现，我那个时候太不懂事了。你不用担心，我来之前已经去见过他们，把我们上错花轿的事情也告诉了二老。二老也很担心你，交代我转告你，让你好好照顾自己。真希望这些不好的事情能够快点过去。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怎么还不睡啊？我等你呢。等我干嘛？我和冰燕姐有好多话要聊，要不是她赶我，我还不想回来呢。那我岂不就独守空房，可怜死了？你可怜？有我这个假冰燕，现在又来了个真冰燕，可怜什么？可我不要那个真的杜冰燕，我就要你这个假的杜冰燕。她原本就是你的新娘子啊。可是现在，她是他的。他和他遇到麻烦了。怎么了？皇上已经下旨，要招袁不屈当驸马爷，让他娶昌平公主。那这下可就麻烦了。不过冰燕姐想出了一个好法子，或许能够让皇上回心转意。袁不屈正按照他的法子实施呢。那就好。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还是他的，你也还是我的。他不会是我的，你也不会是他的。什么你我他呀？就你贫嘴，睡觉去。哎，你等等。你怎么了？我就要定了你这个假的杜冰燕。
这位是真度冰雁，假李玉壶。这位是真李玉壶，假度冰雁。这阴差阳错，将错就错，还真是奇妙啊！对，妙得很。冰雁姐，你可以把它写成戏本子呀。每天为了演示，处处作假，吓都吓死了，哪还有心思写什么戏本子呀？你们那边是真刀真枪，惊心动魄；我们这边是暗流涌动，诡计多端。不过，好在大家都找到了各自的归宿。哎呀，小巧姐，你怎么来啦？探子来了。小喜啊，哎，老太君让我来送些点心。小巧姐，老太君大夫人那边的事都得你张罗，这里啊有我小喜呢，就不劳你费心照顾了。是老太君非要让我来的，瞧，让我来送些点心，说兄妹妹夫在一块聊天，得好好聊聊。小巧姐，把东西交给小喜就好。是。三少奶奶，可是老太君吩咐了，说是你们年轻人在一块聊天，她来不了，就让小巧我呀在一边伺候着，好好照顾您和杜公子呢。哎，兄长，此次你来林州，我跟冰雁都没能陪你好好玩玩。哎呀，妹夫不必客气，此次来林州行程匆忙，能见到妹妹一面，已经是不枉此行了。冰雁可是在我这儿经常提起你，今日一见，果然仪表非凡啊！那是当然，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见他从学馆里回来的时候，我就比了比，我兄长可是一表人才。哎，冰雁呢，不要乱说。天磊兄，我这妹妹自幼就心直口快，你呀多多包容她。冰雁呢，你昨晚不是跟我说，这天磊兄虽然出生在富贵之家，却毫无骄奢淫逸之气吗？这可是你的福气啊，你呀要好好待他才是。我可没这么夸他，他这样子还是因为他那仙风道骨的师傅。说的倒是，也多亏了我那师傅的谆谆教诲。怪不得天磊兄眉目之间有一股正气，果真是妹妹的良配夫君呢。可我这位良配夫君总是让人欺负。兄长，你可真是见微知著，说的话都是金玉良言啊。我呀，也有一位师傅，他跟我说，这人世间姻缘最重要的就是情字。我看天磊兄和妹妹情意绵绵，实属是天作之合呀。兄长不愧是才女。才女们各自思量，人人爱慕的睿智男儿。兄长，希望你早日和你的心上人相聚。冰雁，兄长还未向老太君辞行，咱们也还没跟岳父大人好好的聊聊天呢，要不咱们就到这儿。请。老爷请。好，好，好，来，都来请。好，你也请。
老爷喝茶。杜老爷辛苦，请用茶。好。哎呀，小喜昨天把你们齐家的事情都跟我说了。哎呀，李小姐啊，你替冰燕到林州冲喜，真是太难为你了。不，杜老爷不辞辛苦从扬州赶来林州帮助我们，我们才感激不尽呢。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啊！哎呀，我跑这一趟，你们也没有让我做亏本的生意。你看啊，我嫁出去1个女儿，收回2个女儿，还带回2个女婿，我这里里外外啊，可是翻了一番呐。爹爹这讲的可是生意经呢。小女见过爹爹。哎，请起，请起。那小婿也叩见岳父大人。哎，好，请。哎呀，我这真是唱了一出精彩的好戏呀！哎呀，只是不知道我那将军女婿事情解决的如何了。岳父大人请放心，师傅师娘他们回来之时，已传来消息，危机已经解除，现在静待圣旨即可。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定北侯原不屈，此番平定边城战乱，功不可没，实乃我朝栋梁。朕本欲招为驸马，但原不屈已有婚约，故撤销前旨。校尉沙平威少年英武，救助公主于危难，故沙平威晋升为副将，命你2人即刻准备，于下月初10之前回京，商议与藩邦议和一事，事关重大，不可耽搁。钦此。臣接旨。恭喜2位将军，老臣告退。评委，你先赶紧去京城，我去扬州把你嫂子接上，咱们京城见。好。大哥，我在京城等着你和嫂子。好。撤！哎呀，天磊啊，在府上住了多日，多谢你们的关照啊！哎，不麻烦。好了，那我们就先告辞了啊！爹爹保重。岳父，恕不远送。好。玉虎妹妹，一定要记得，人之内心皆从书中来。你跟天磊兄定要照心相伴，恩爱相合才是。我知道了，你也是。和你家那位有什么，记得告诉我。我会的。告辞。保重。保重。
两位有什么事情吗？请问这是杜志祥杜老爷家吗？是杜老爷家，可我家老爷出门了，不在府中。你们改日再来吧。哎，杜老爷不在，那不知你们家小姐可在？也不在。老爷和小姐一起出门了。那不知道杜老爷和你们家小姐何时回来？何时？这我也不知啊。我家老爷去林州了，好远呢。林州？那杜小姐去林州是去做什么？去林州还能做什么？去了林州的齐府。我们杜家跟齐家可是亲家。哎，走吧走吧。不对，林州肯定有大事。冰燕上错花轿，可嫁对了郎，不可能平白无故去林州。莫非齐家那边发现那个杜冰燕是假的，不肯罢休，非要冰燕嫁去林州？将军，那这可如何是好？走，去林州。将军不可，皇上的圣旨要求您下月初10之前进京，现在离初10只剩下3天时间了。若咱们快马加鞭，日夜兼程赶路，还可在3天之内到达京城。可若再去林州，怕是要误了议和的大事，万一皇上追究下来，担待不起啊。可是夫人，将军，夫人去了林州不一定就有问题，不如我们给夫人留下一封书信，将您进京之事详细告知，夫人也可安心。只能先如此了。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一座城，一身情，一曲相思锁一心。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夜雨伴随扬州行，一人撑伞两肩并，花瓣飘零，是你满天深情。夜雨无声人有情，老爷、小姐，你们回来了。老爷，刚才有人找过你们，跟着他的人叫他什么将军？将军？嗯。那他人在哪儿？嗨，我把他赶走了。什么？你这个不长眼的东西！你知道那是谁吗？那可是原部区袁大将军，你小姐的夫君，本老爷的女婿。老爷，我不知道，老爷，你也没早点和我说。你快去打听！我跟你说，不把将军给我请回来，我饶不了你！是。哦，老爷，这是将军命人送的信，说是接个小姐的。女儿啊，我那将军女婿信上说啥了？将军说，圣旨命他出10之前进京。他来不及见我，便入京了。走了。哎呦，我这还想跟他喝一杯酒呢。爹，我要去追他。公主，你们先下去吧。是。怎么了？怎么闷闷不乐的？生气了？你说，你刚刚出去那么久，干什么去了？嗨，我去马厩喂马了。喂马？你为什么要去喂马呀？
那是下人做的事情，不是驸马做的。我现在又不是驸马爷。再说了，马最通人性了，在战场上，他就是我最亲密的伙伴。你爱他，他就爱你。我不管，反正你不许爱马，只能爱我一个人。我就是实话实说嘛。你是金枝玉叶，那我也是堂堂男子汉啊。大不了你就怎么着？我就先回军营了。你敢？你要敢这样，我就找人砍了你的头。哦，砍头啊！我真不怕砍头。我小的时候10几岁就跟着袁大将军在外面驰骋沙场，几十次出生入死，随时都有可能掉脑袋。但是，我说句真的，如果我的性命真能丢在你手上，那确实比死在敌人手里强得多。为什么我说砍你的头，你一点也不怕呀？因为我这说不出口啊！啊？什么话说不出口啊？你说。因为哎呀，这种话怎么能随便说得出口？说不出口就是说不出口。不行，你必须说，今天你必须说。因为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喜欢的睡不着觉，我心里都是你。我现在清风落嘴角，吹来愁绪红尘飘，一地思念纷飞后人扫。我要在星夜出逃，借月光皎皎，捕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举上夜色千万飘，和着思念熬，熬出缕缕情丝之间绕。奶奶，您找我。来来，坐下坐下。小巧，这没你的事了，你先出去吧。是。记住，把门关上。是。奶奶，您是有什么事要吩咐我吗？对，天磊啊，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您说。我记得你曾对我说过，要把齐家的大事抓在自己的手里。我想了想，不无道理。你说眼下我们最应该把什么事情先抓在手里？奶奶，孙儿认为最应该收回的便是那14家商行的账。天磊啊，奶奶近来看你的气血日渐旺盛，精神也很好，所以我想让你和世昭共同经营我们齐家的商铺，可好？奶奶，孙儿认为眼下不宜与表哥一同理财。为什么？表哥是个精明的人，奶奶若是要管账，表哥定有所察觉，只怕他会做出一些其他事情来。他还能做出什么其他的事情？奶奶，这些年来，咱们齐府的人死的死，哑的哑，病的病，就连孙儿喝下的药里都有人下毒。孙儿其实什么都不怕，最怕的就是那人，那口蜜腹剑、佛口蛇心的人。奶奶若真想收回那14家商行的账，咱们就必须先把那伪善的恶人揪出来才行。停！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
给奶奶点时间吧，让我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少爷，你找我啊？坐。我站着挺好的。我让你坐你就坐，男子汉大丈夫，如今这什么德行啊？少爷，小的事儿没办成，有脸没处搁啊。王胡子，我如今有一个能够让你将功折罪的机会。打开。只要你能够将此事办成，这些你全部拿走。少爷，你说真的？千真万确。嘿，小的为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既不会让你赴汤，也不会让你捣火，这是一件极其容易办的事情。什么事儿？我需要你去齐天磊他们的房间，把这毒针插在床上。少爷，他那个房间的门锁的可严实，根本进不去。没事，好办。这个盒是……别动，仔细着点，否则连大罗神仙都救不了你。这是我花了大价钱买的，剧毒无比。王胡子，此事你要伺机而动，切不可肆意妄为，万事要仔细点儿，记住没有？记住了，放心吧，少爷。喂，老太君让你协理管账，这正好可以夺回齐家的财权，你为何不干？等抓住那豺狼再说。抓住豺狼可以啊，但这账你也得管呀。玉虎啊，你不是说你以前最瞧不上那钻进钱眼里面的那些人吗？那我齐天磊定然是跟你想的一样的。那你不管谁管啊？我呢，已经有看上的人了。谁啊？明日带你去见他。燕生，来的正好，快来帮我。我跟你说的那个人呢，你自然是见过的。是谁？你又不告诉我。到了你就知道了。走。那我不去了。走了走了，到了你就知道了啊，一会儿就到。那你快说呀。到了你就知道啦，快快快，走走走走。我不去了。听话。走了。
看见了。哦，燕生，小心些。哎，燕生，你怎么在这儿啊？三少爷，三少奶奶，你怎么到这儿捣药了呢？爹娘走后，店里没有帮手，燕生就过来帮忙了。哦，怪不得平时在府里见不到燕生，原来是跑到这儿来捣药来了呀！原来是跑到这儿来了呀！哎，燕生别走啊！害羞啦？这丫头，小姑娘，小姑娘，你不去办柯少爷交代的差事，来我这儿躲什么闲呀？这不是正办着柯少爷交代的事吗？柯少爷总是交代了，如果有什么不明白，就来找小巧姑娘。我这不是来找小巧姑娘帮忙来了吗？这里边到底是什么呀？这里边是毒针，可以弄死人的。快收起来！这，小巧姑娘，你帮帮我吧，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帮帮忙啊！哎呀，好了，我知道了。谢谢小巧姑娘。小喜，你怎么在这儿啊？小巧姐，我找你半天了，走，到我屋里去一趟。啊？什么事啊？我这绣花呢。我就是为了绣花这事来的。那个老太君让我绣一幅《富贵花开》，我说让人小喜绣吧，人家扬州来的，是刺绣高手。可是老太君硬说我是想偷懒，非得让我来绣。你说我这手艺，绣出来的东西哪能上得了台面呀？你这回可一定得帮帮我呀！你哪怕在旁边指点指点我也行啊。现在不行，我啊还得帮三少爷和三少奶奶看屋子呢。哎呀，一会儿就回来了。哎，你瞧，哎，这门都锁着呢，能有什么事儿啊？走吧，走吧。小喜，我可就指望着你了。你又聪明又能干，我不向你请教，向谁请教啊？快走吧。
您的药。敬堂，哎，公子，若我是客人，我把药单弄丢了怎么办呢？没事儿，我有账单。不瞒您说，公子，我还从来没有记错过账呢。您看，这是这个月的大宗账单，这是这个月的小宗账单。哦，对了，小喜上个月也来这儿买过药。哦，小喜，对，上个月的账单你都记得清楚，这么厉害。您看，敬堂，哎，我让你去管一家更大的药铺，怎么样？若是公子信任我，敬堂一定好好打理，细心经营。这上面的字可都是你写的？对，是我写的。那你再写几个字我看看。好。叶生小姐，公子，这字写的的确好看。嗯，的确比你写的好看。实话实说。哎，叶生，你怎么来了？哦，你是问你哥哥和嫂嫂的去向？他们刚刚走了。哎，燕生，燕生，燕生！这季敬堂办事沉稳，心细如发，我看真心不错。哎呀，三公子回来了！哎呀，二位请请请。哎，等会儿就送你们去见阎王。哎呀，累死我了，我睡觉去了。哎，等等，这哪有大白天就睡觉之理啊？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我想让季敬堂来咱们祈福理财，咱们祈福事务较多，也需要一把好手来打理，你觉得呢？嗯，他是能担事儿的人。那我先睡觉啦。唉。
么不能躺啊？床上有东西。叶生，你会说话了。你别哭呀，燕生，有什么话你慢慢说。燕生别哭，哥哥和嫂子都在这儿，有什么话慢慢说。我刚才看见王胡子从门外拿东西往床上放。把手帕给我。毒针，我精明了一辈子，没想到老了，我引狼入室啊！他先是坑害姬敬堂一家，然后又毒哑了师太，现在竟然算计到我和天磊头上。奶奶，如果我们齐父也让虎狼称霸，蛇蝎作祟，那我们家的家命就是真的走到尽头了。我真是老糊涂了。奶奶，可这眼下还来得及啊。什么来得及？我想将计就计，让柯世昭再做一次恶。再做一次恶？我们一定要让他暴露自己的真实目的。先说这毒药，他从来只送汤药不留药渣，一定会一口否认。再说毒针，我们没有亲眼抓到他布置，王胡子也会一口否认，还会说燕生是看花了眼。所以我们一定得抓到柯世昭人赃并获，才能戳穿他。燕生，你找我有事？哟，刘师傅，您回来了，好久不见。刘师傅，在下还有急事，就先行告退了。燕生，奶奶，这些年我一直都在装哑巴。快和老太君说出你的难言之隐。那是3年前的事了。那年夏天夜里下了雨，我从院子里经过。
站起来说话。叶生妹妹，既然如此，为何不把此事告诉老太君，反倒自己装哑呢？第二天，我本来要向老太君禀告此事，谁料方小巧见我神色慌张，便让我留在暖阁。没一会儿，柯世昭就来了。他几番试探我，我都咬紧牙关，不肯说漏了嘴。柯世昭心生怀疑，威胁暗示，说自己在齐家已经是一手遮天，大哥哥和二哥哥也已经命丧黄泉，三哥哥也危在旦夕。我和我娘若是想在齐府活下去，就得听他的。实在是太过分了，竟然用这种事情威胁你。后来，柯世昭虽然不知道我当晚所见，却也明里暗里威胁我，说我娘身体不好，要我好好看护她，别管齐府里的事情。我怕我若说出实情，他又会对我娘下毒手，所以我记得二哥死后没几日，你高烧不退，醒来变成了哑巴。所以燕生，也是为了打消柯世昭对你的顾虑，保护自己和你的母亲，才故意装病的。我真是老糊涂了呀！我竟然听信了一个狡诈之人，让他害死了我的2个孙子，还让我的孙女遭受到如此的劫难。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天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齐家的列祖列宗啊！奶奶，您不必感到自责。你如今既已经看清楚那人的丑恶嘴脸，那就一切都还来得及。奶奶，我们还在您身边呢。好，有你们在我身边，我能撑得下去。依我之见，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逼他狗急跳墙。天雷，弟妹，终于，你们俩终于死了。来人，来人！少爷，去把王胡子叫来。是。少爷，您叫我？怎么
怎么已经过了这么久，还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不是毒针我确实放进去了，会不会有可能他们还没回房间呢？是不是你办事不力，出了什么纰漏？少爷，你放心，我王胡子办事绝无任何纰漏。说，你在放毒针的时候，有没有被旁人看到？绝无第三个人看到。这个事儿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无第三个人看到，绝无。过来。你还不去三少爷房间盯着，就看看到底有没有张氏。是。那边捞一下，捞仔细一点。好。哎，你去那边捞，那边捞。哎，对，那边有没有啊？右边，对，就那儿。你看，我就说这王胡子会来吧。你说咱俩现在要出去，不得把他吓死？他肯定以为我们俩是诈尸呢。那边看一下有没有啊？哎，你去那边捞一下。哎，你去那边捞一下，仔细一点啊！那边捞仔细一点，你俩有没有啊？哎，在这儿，我找到了！快！走！捞到了！三少爷，捞到了！救命啊！救命！王胡子，你在水中作甚呢？摸鱼。他呀，真是愚蠢至极。这王胡子可是又蠢又狠，要不是燕生提醒，你我二人还差点就一命归西了。玉壶天雷，这招守株待兔终于奏效了。可能连王胡子自己也不知道，他现身的那一刻才是他暴露的那一刻。前段时间冰燕姐姐来府中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要警惕柯世昭，这不，他就露馅了。冰燕姐姐可真是我们的福星。冰燕来过这儿。天雷，她为什么会来祈福？师傅，这可又是天大的一件巧事了。这柯世昭派人偷偷去扬州，请杜老爷来咱们祈福，利用杜老爷来戳穿玉壶的身份。可谁曾想，这个时候杜冰燕偏偏从边城回到了扬州便女扮男装，跟着杜老爷一同来到咱们祈福。一个真的杜冰燕叫这个假的杜冰燕，杜冰燕妹妹。你别说柯世昭被弄得晕头转向，就连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呢。你别说，冰燕还真是及时雨，助力你们二人。天雷，冰燕是何时到的林州啊？5月初4。又是几时去的扬州？住了2个晚上，5月初6。哎呀，坏了，他们帮了你的忙，却坏了自己的大事。什么大事啊？这袁不屈本来是受杜冰燕之意办事的，办完事情之后，便急匆匆地赶回了扬州，去接杜冰燕回去。算起来，恰巧是5月初4的前后，看来他要扑空了。扑空倒不至于，袁不屈将军应该会等冰燕姐姐回去的吧？就怕他不会在扬州多待，选驸马的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万一皇上召他回京呢？那他也会留口信给冰燕姐姐吧？这边巧了，就怕那边没那么凑巧啊。小胖，这边看看去。军爷，请问袁大将军住在这儿吗？不知道。
那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不知道。好吧，多谢。多谢君爷。小姐，咱们找了这么久还没找到啊！这么大的地方，这简直就是海底捞针啊！哎，小胖，啊，你可知这市井之地哪里的人最多？哦，天桥，那儿有杂耍的，还有说书的，热闹得很。京城来的人都爱去那儿凑热闹。没错，你呀，去帮我寻一个最会说书的说书先生来。说书先生？哦，那我去了。去吧。多谢大家捧场，多谢大家捧场。各位看官，今日啊，咱们继续说京城独一份传奇故事第6回，定北侯大战边城，黑豆记再破敌军。好，多谢多谢。先生这几日说的故事是越来越精彩了，大家伙说是不是啊？好，多谢多谢多谢各位捧场。先生说的讲特别好，真是就是爱吊人胃口。话说定北侯在边城，戍守边疆数日。就是这位说书先生，说咱们将军守卫边城的故事说的可好了，一件一件的事儿都跟他亲身经历一样。这京城里好多人都来听，都传开了。真的假的？一个京城说书的能知道咱们打仗的事儿？真的。话说这定北侯在边城戍守边疆数月，这城池固若金汤，敌军狗急跳墙，围攻边城。定北侯巧施妙计，以黑豆诱食敌军马匹，再取大捷。各位看官，为何小小黑豆竟能立下奇功？且听老夫慢慢分解。谢谢谢谢啊，感谢感谢。各位看官啊，书节到此，咱们明日再说啊。诸位军爷有礼了。先生，您怎么会对我们边关打仗的事情了解得这么清楚？小老儿结识了一位亲历战场的公子，他说的那都是真实的事情。军爷，您要不信，可以亲自去问他。看来这位公子一定是我们军中同胞啊，这我得去看看。那先生知不知道他现在在何处？哎呦，那可太巧了，他呀就住前面的客栈。到了客栈啊，一问店小二便知。多谢。杜公子，有人找您。我去开门。大人，评委，杜宾，我可算找到你了。哦，我明白了，你是特意让说书人说出我们营中的遭遇，好让我过来找你。你这也太聪明了吧！我那也是没办法了吗？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回府里说。回府。走了，小胖。好嘞，杜宾，请。坐吧。少夫将请用茶，公子请用茶。你们先下去吧。是。你这个当了驸马爷的人，是和以往不一样了，风度做派都大不相同呢。哪有啊，嫂子你就别取笑我了。
我可能是在京城待久了吧，总不能一直像之前在军营那么肆意散漫，对吧？哎，嫂子，这还不都是因为你？之前我跟舅舅舅妈串通一气，帮我大哥解了围，结果给我自己弄成了这副模样。怎的？你还不乐意了？倒也不是不乐意，就是你说我杀平威，何德何能，能摊上娶公主这种好事儿啊？你呀，这个驸马爷，那叫憨人有憨福。这赐婚圣旨还没下来呢，什么时候当上驸马爷还不一定呢。哎，你倒是跟我说说，你何时来的京城？为何又是这身打扮？这件事可说来话长了。这前不久啊，你大哥他突然……公主驾到！评委，待会儿见了公主就说我是依图，别说我的身份。哦，行。公主，这位是杜宾，我当时在兵营的军医小兄弟。军医杜宾见过公主，免礼免礼。啊，评委，你有这么俊俏的小兄弟，我怎么才知道啊？早知道我就不找你了。你说什么？逗你玩儿，别介意啊，快请坐。我这个人啊，喜欢开玩笑。哦，对了，你此次来京城，为何是这身书生的打扮呀？哦，边城战事结束之后，我便回乡探亲，于是换了这身打扮。那除了探亲，你还做什么呀？此次来京，说是办公务，其实更是办我的私事。私事儿啊？私事儿有趣吗？这件事说来话长了。之前原部区袁大将军在打仗的时候，曾经中了一支毒箭，当时他生命危在旦夕，幸亏我的师傅传授了我一招解毒的秘方，这才让他渡过难关。但是他伤还没好，又不听劝阻，重新上阵杀敌，这才给他自己留下了祸根呢。什么祸根？100日之后必定复发。真的吗，评委？对，我大哥平时生性比较鲁莽，所以给自己留下了祸根。而且公主，这个病一旦复发，就算华佗在世，那也无法挽救。我在家乡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件事，于是便来到京城，到处寻找将军。只要将军能在100日之内服下我的药，便可安然无恙。我算了算时间，我必须今日就见到他。若是将军真的在京城，找到他也不难。这样，你稍等片刻，我去叫个人打探好将军到底在何处，回来立刻告诉你。多谢公主。客气。小傻瓜，我走啦。谁是小傻瓜？你。走啦。走。快到了，在这儿。杜宾，你们先在这等我，我先自己一个人进去看看。大哥，我可找着你了。品威，你怎么找到这儿的？你来京城，为什么瞒着我？我这不是病了吗？那你都病成这样了，怎么不找个大夫好好瞧瞧？这有病不看可不行啊！也不是什么大毛病，歇2天就好了。哎，我特地给你找了一个名医。不用我看了，让他们走吧。
你可是未来驸马爷，来，快请坐。哎，大哥，你坐，你先坐。你不要再这么叫我了。好，好，好。你知道我这次给你请的是什么名医吗？什么名医？它是轰动整个京城的扬州名医。扬州名医。扬州还真是人杰地灵啊！你知道它有多神吗？一根线搭在病人的手腕上，不用面见病人，就能直接推断病情。看看，怎么样？哦，公子，你好聪慧啊！嫂子，我跟大哥都说好了，你只要一直站在这就行。咱们就这样。大人请，你请。大哥，这就是神医的学徒，小的郭海，拜见将军大人。免了，免了。好了好了，赶紧给大哥看病吧。将军大人，您坐着呢，千万别乱动。先生有什么话，我替您传达。好。特别准。将军，我家先生说了，您这病起自南方，犯病于扬州。先生还说了，您这次害的是相思病。行了，你别在这儿来回传话了，赶紧去先生那儿把药方拿来吧。大哥，就凭这一条红线号脉，就能给你说的这么准，这个先生是不是特别神？将军，去吧去吧。月已明，花已放，事悠悠，人和和。子任。夜雨伴随扬州行，一人撑伞两肩并，我伴飘零，许你满天深情。夜雨无声人有情，不负真心不负语，不负人间亦不负情。山高水远情不离，良辰美景透出深情相依。夜雨柔柔人有意，姻缘作对须惋惜。郎情妾意，此情不移。郎
冰燕啊，你什么时候给我生一个重孙子呀？啊！奶奶，快了，快了。好，好。这个柯世昭，奶奶，放心吧，奶奶我不是那种心软的人。他柯世昭在咱们齐府做了那么多恶事，是时候让他自食其果了。奶奶，我们的计划一定会成功的。好。这么多金银财宝，你要去做什么？我当然是要去做重要的事了。这一次，你怎么舍得不用那个王胡子呀？最近这家伙晦气，这么多件事，没有一件是我信的。我早就说过他是一头蠢驴，你就是不信。好了好了，不说他了。我此次叫你来是有重要的事情。来，你是要告诉我老太君的事？正是。快说，那个老太婆的金银财宝藏在什么地方了？她的金银财宝就藏在她的卧室里。不会的，那房间能藏金银财宝？我每天都打扫，每个角落有什么我都知道。她的卧室里一定还有另外一个房间。你意思是，老太君屋里另有密室？我伺候了这么多年，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曾经多次送大笔的商行货款去他的卧室，你曾有见过他把银子往外拿？没有哎。那你打扫房间，可又曾看到过银子？什么值钱的都没有。这就是老太君的厉害之处，他的卧室当中一定有一间密室。可是，这间密室的门究竟在哪里呢？小角，在此事上，你一定要多加留心。如果看到任何蛛丝马迹，要立刻告诉我。好。你妥善行事，我去就回。想要这银子，就把我说的事干净利落的做好。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把他们都给我杀了。没问题，少爷放心。事成之后，这赏金多加一成。好。柯少爷，小小，如何了？没关系，反正要弄清此事，也不是1-2天就可以的。对了，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就盯紧老太君，记没记住？
这一次，就让我们自己来制造机会。外祖母，您看看，这是本月14家商行的利剑，请您老过目。好，就放这儿吧。世昭啊，辛苦你了，去休息吧。好，外祖母，那世昭就先行告退了。去吧。我伺候他那么久，我竟然不知道那神龛上面有机关。我和你说过呀，这正是老太婆的厉害之处。对了，那个神龛是怎么移过去的？机关又在何处？你可看到了？我正看着呢，不小心踢到一块石子，发出声音，吓我一大跳。再抬头的时候，那个老太婆就不见了。小蒋，我们俩将来的荣华富贵，可全部都在你手中。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知道的。小巧，神龛昨天不是擦过了吗？怎么又擦？啊，回老太君，昨天是用湿抹布擦的，干了之后有水印，今天用干抹布再擦一遍。哦，哎呦，哎，我的头簪是不是少一个呀？赶紧给我找，你这个小糊涂虫！是。老太君，您的金簪好像在这儿。哦，是吗？让开。行了，我知道了，你们下去吧。是。快点下去。
天磊，这柯世昭的罪行都一清二楚的了，直接把他送官不就行了吗？为什么奶奶还要演上这么一出啊？不是不报官，是因为时候未到，得逼到狗急跳墙之时，再抓他现行。那狗怎么样才会急？天机不可泄露。你不相信我？啊，你还说我？你说你啊？你就是嘴太快。哎呀，你就告诉我嘛。行，那我就告诉你。好啊，你这个坏蛋！我让你告诉我，今天占我便宜。我说，你先放下。我说个屁！你这个人，言归落汤心，一叹不知你归去。那金簪就是钥匙，密室的机关就在佛头底下的一个角落里，我亲眼看见的。那老太婆年纪大了，忘性也大，近来总是丢三落四的。她定是昨天晚上把银子放进去的时候，那金簪忘了拔了，这才让咱们得来全不费功夫。太好了，小巧，你如今可是立了大功一件，只要找到这金簪，我们的事情就成了。可那金簪在老太君头上戴着，我没法往下拿呀。你白天拿不了，你可以等他晚上睡了之后再拿呀。可他睡着了，我也进不去呀。你可以让他当着你的面儿睡过去。你是说给他喝让他昏睡的药？我是说，让他喝一觉不醒的药。你是说把老太君给毒死？话怎么能这么说呢？年纪衰败的老人最怕被病痛折磨而死，我只不过让他不知不觉一觉睡过去，也少了日后受罪，安然长眠安乐死去，这不也算是享福吗？怎么，你不愿意？她不是你的亲外祖母吗？若无破浪扬波手，怎取离龙汉下注？我只是个下人，你吟诗，我不懂。此不能掌兵，亦不能守财，你懂吗？花枝叶下犹藏刺，人心怎保不怀毒？你懂吗？我不懂。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下你应该懂了吧？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小巧啊，我呢，毕竟比你多喝了几桶墨水。我说的话，你就乖乖去做。知道不知道？
我说，这读书人，要么不干坏事，要么干起坏事来，比谁都快。没错。你干嘛傻笑？你每日让我读书识字，就不怕我以后跟你斗心眼啊？不怕。我跟你说啊，这书，它也分2种。第一种是说得讲仁义，与人为善的，这第2种便是引人为恶。不过你放心，这第2种书已经被我扫地出门了，你想看也看不了了。按你的意思，那柯世昭虽仪表堂堂，却满肚子坏水，是因为看了作恶的书？没错。你干嘛又傻笑？我说了，你可不能生气啊！是你自己说的，你说你们齐家的男人长得都不太成形，特别是你2位哥哥，只知道吃喝玩乐，就你还马马虎虎。我在想啊，那些歪瓜裂枣，难道是因为看了作恶的书？那你如此聪明，是因为看了引人向善的书？我在观景阁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这个人怎么是记性好，忘性大呀？好吧，好吧，那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人生在世，犹如浮游一瞬，转眼间便乌发换白头。若是心存善念，坚持本心，那便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毅力。若是生在贫苦之家，周遭没有那些引人为恶的诱惑，那便还好些。可他们有些人生在富裕之家，周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诱惑，自身定力又不足，便会给自己找个借口，谎称及时行乐，便吃喝嫖赌样样都沾，实则就是下作。哎呀，为戒习武之人，你说那些话我都听不懂。我这可说的都是大白话，你这都听不懂？不懂。行，我的意思是，富家子弟切勿奢华，你可懂了？不懂。我的意思就是，人要心存正念，切勿饱暖思淫欲，你可懂了？不懂，不懂，不懂。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我是真不懂。行，你不懂没事儿，你不懂，我就来给你开开窍。哎呀，还想跟我动手？谈正事呢，我们应该进行哪一步了？都由你说了算。按照我的意思呢，我们该防他一招。老太君运筹帷幄，请君入瓮。女侠鲤鱼湖，黄雀在后，一老一少，让他插翅难飞啊！你们都清楚，国无2君，家无2主。我说的话，如果你们不听，不想听，或者是阳奉阴违的应付我，那我齐府是不会容忍他的。我早就说过，在我齐府做事情，不许有私心私利，不许勾心斗角。虽然我人老了，但是我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
现在有人在齐家做善事，也有人在做恶事。做了善事的人，拼命的想让人知道，哼，我看就是一个伪善。做了恶事的人，又拼命的隐藏，不想让人知道。我看，真是大奸大恶。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外祖母，奶奶，奶奶，奶奶，我喘不过气。奶奶，来，赶紧坐下。慢点啊！奶奶，小喜，快去把刘先生请来。怎么办呢？家业呀，谢家的家业可怎么办呢？刘师傅，老太君在这边。师傅，刘先生，这边说吧。老太君大概是中风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大家不必担心，此病尚有救。这样，我开个药方，让小喜去抓几副药回来，让老太君服下，便可缓解。多谢师傅。燕生小姐，老太君刚才已经把药服下了。好，这锅应该也快好了。没事儿，不着急，你呀就慢慢熬。刘师傅说了，明天还可以再加一副药，这样老太君就可以好得更快了。太好了，二夫人，我来吧。这有我们呢。还是我来吧。忙你的去吧。这有我们呢，你去吧。是。怎么样？
大夫人、二夫人轮流守在床边，根本不让我插手。金簪呢？还压在老太婆枕头底下。小巧啊，这如今老太君中风，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要借着这次机会把金簪拿到手啊！我没法靠近床边，大夫人、二夫人在，我怎么伸手去拿金簪？这金簪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可以想办法呀。我想不出办法，你有办法，你说好了。我的乖小巧，你别生气嘛。你可以从二夫人那儿想办法，她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你等她在床边伺候之时，想办法把她给支走。你就说柯少爷找她，她一定害怕。到时候你就见缝插针，把金簪从房间里偷出来。可那老太婆虽然说不出话，脑子却清醒得很。她若是识破，那我不就……一个将死之人，你怕他做什么？趁人不备，把此药放到老太君的药罐里。等老太君喝了药，两眼一闭，你就可以放心的把金簪从老太君的枕头下面偷出来了。钱归你一半，以后你就再也不需要做丫鬟了，你可以做少奶奶，做老太君。巧巧姑娘，哎，少爷，这小巧姑娘她是不是生气了？你还有闲心关心别人啊？你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放蛇、下毒、撒毒针，桩桩件件，哪件不是要杀头的？是，少爷。小的对你可是忠心耿耿啊！这2日，带人去收拾刘若谦，就赶紧回来，记住没有？记住了，小的马上就去办。小巧姐，小喜啊，我还以为是谁呢，吓我一跳。哎，小巧姐，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是有心事的样子啊？我在想老太君的事儿呢。哦，你说她平时身子骨挺好的，精气神也足，怎么说中风就中风了呢？刘师傅不是说了吗？老太君的病啊，没事儿，过2天就好了。这不，我们正要去熬药呢。哎，以前老太君病了，药都是我熬的，要不还是我来吧？不用啦，还是我自己来吧。啊。哎呀，燕生啊，熬药我是老手，还是让我来吧。小巧姐，燕生小姐连我都不用，你看我都没上手呢。你呀，就先去忙吧，啊，去忙。可是，三少爷、三少奶奶，
他有没有朋友？没有，我们没有让他碰。看来师傅说的没错，果然是想在药上打主意。天磊，你跟刘师傅说，就说他守外，我守内。我担心有人会害老太君，我先走了。小姐小心，嫂嫂小心。你把剑带好，自己也小心谨慎。嗯。老太君，快！他们已经来了，快！准备好了，来，慢点啊。来，二夫人，老太君睡着了。好，我知道了，你先回吧。好，这有我呢，去吧，乖。二夫人，我突然想起来，刚才柯少爷说让您过去找他一趟。柯少爷找我干什么？我还要照看老太君，你帮我回了他吧。二夫人，三少爷让您赶紧去一趟呢。三少爷？哦，对，三少爷，我刚才把三少爷说成柯少爷了。这样，我把药晾凉了，等您回来再喂。二夫人，咱们赶紧走吧。真是，好好照看着啊。哎呦，三少爷可真用心，给老太君带了些小酥点心。二夫人，药已经不烫了，您趁热给老太君喂了吧。好，我来吧。哎呦，你瞧瞧我这脑子，那厨房里的炭火我忘给灭了。小巧啊，你去帮我给它灭了，这炭火可要小心着点儿，万一要烧着了别的东西，那可就不好了呀。快去啊！好。柯少爷，小小，成了，我亲眼看到他把那药喝下去了。你下毒了？下了，这下子金银财宝就都是我们的了。
王虎子，你们先下手。是，快！二夫人，你回去歇着吧，由我来伺候老太君。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外祖母。外祖母啊，你说说你，欺负变成如今这个样子，还不是因为你自己识人不清？当初可是你把我带到齐府的。一只黑手，外祖母，你竟敢加害于我！没有，外祖母，我没有啊。世昭啊，当初我是真心的怜惜你，才把你带到齐府的。你刚才说什么？说我做错了？你这个六亲不认的孽种！祖母我什么地方亏待过你吗？你竟然要害我！外祖母，你喝了我的毒药了，你活不了多久，你很快就会永远闭嘴了。你拿来的毒药，我没喝。方小巧下毒的那一碗药，早就给倒掉了。什么？老东西，你耍我！你想跟我斗，太嫩了点儿。嫩了点儿，嫩了点儿。你老了，我可比你狠，老东西。你还要动手啊？啊！孩子，你怎么变得这么狠，那么毒了？我是狠，我是无毒不丈夫。放开我！放开我！你这个不孝的子孙，竟敢跟我动手！别急啊，外祖母。我已经派人去收拾你的好孙子和孙媳了，很快，你们一家子就会在地府团聚。孽种！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奶奶，您没事吧？暂时没事。你怎么出来了？赶紧藏回去！我不躲了，我把那个畜生给宰了。你等一下。现在还不是时候，他手下的人正在外面找你呢。你现在出来太危险了。等这个恶官把他的奸计全部都实施出来，官府的人来了，正好抓他一个正着。可万一他……你听我的，赶紧藏进去。放心，我这不是有你保护呢吗？听奶奶的话，
快藏进去，藏进去！把他们2人给我找出来！去。是。走。停。分开追。王胡子，我早就料到你会来。这儿没王胡子。上！你想干什么？我已经派人去收拾你的孙子和孙媳了。畜生，你有没有一点人性啊？什么叫人性？齐府家业这么大，我凭什么只能当个管家？我要做的是齐府的当家人。齐府老大碌碌无能，老二呢，没有一丁点志向，只知享乐。老三就是个病秧子。这是老天爷让我取而代之，这叫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你这是贪婪生恶性！你少给我啰嗦！你一辈子积攒这么多财富，反正是要留给子孙后代的，不如就留给你的好外孙。退下！退下！不要！不要！不要！放开我！世昭，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你罪有应得，自作自受啊！我不过是棋差一招罢了。人为财死，
你要为十王，我没错，我没错。啰嗦什么？快走！走，快走！老太君，小乔，老太君，老太君，我错了，老太君放过我吧。真是死不悔改，死不悔改呀！奶奶，天磊，天磊，你还好吧？奶奶，你没事吧？没事，没事，你们都在呢。来，奶奶坐。老太君，您受惊了。这是这么多年苦了我的2个孩子。真没想到啊，这大户人家的内斗比那战场还激烈呢。刘师傅、刘夫人，非常感谢你们这次帮了大忙，感谢感谢。哪里哪里，八角还是沉得香，姜还是老的辣。冰燕啊，谢谢你，当时要不是他眼疾手快，我这个老骨头早就一命呜呼了。谢谢你啊，冰燕。奶奶，其实我不是杜冰燕，我是李玉湖。湖？我叫李玉湖。啊？是的。你不是杜冰燕。老太君，确实如此。对不起，奶奶，是我骗了您，都是因为仙女庙的那场大雨，让我上错了花轿。但嫁对了郎。原来这件事情，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就蒙着我一个人。真是的！老太君，杜冰燕北上荆州，也促成了他和袁大将军的一段美好姻缘呢。对呀对呀，反正现在也是皆大欢喜嘛。你有喜了？奶奶，您不要生我的气了。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我高兴，都还来不及呢。你为我们齐家除去了恶人，还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啊！是啊。公主，
公主大喜呀！公公，喜从何来啊？自然是您的婚事啊！皇上已经下旨给您赐婚了，这不，奴才紧赶慢赶的把喜服都给您送来了，想讨杯喜茶喝喝，沾沾喜气。赏你啦！哎呦，谢谢公主。哇，公主是皇上的新尖尖，公主相中的驸马，那皇上自然欢喜。这不，正和皇后娘娘商量筹备您的婚事呢。皇后娘娘甚是欢喜，紧赶着慢赶着，让我把喜服送来了。恭喜公主，贺喜公主，咱们的小公主要成喜娘了。祝公主和驸马白头偕老，举案齐眉，永结同心。赏，通通都赏。谢公主。别跪着啦，快起来吧。公主，奴才出来的时候，这皇上和皇后正在商量您的喜事呢，说是要请袁大将军和沙副将一同赴宴，这不，想请公主一同前去商量呢。评委也去啦，那我也去。将军，快穿上试试，这是我特意为你裁制的。今后定北侯要主持议和大局，将军定要打扮得风度翩翩才是。你这么盯着我干什么？本将军自己的夫人，我还看不得呀。将军，我要试试看。那若是今后你要带兵出去打仗，我要回扬州娘家呢，你岂不是要把我日日拴在身边，同进同出？要是让旁人听见了，岂不是要说你这个大将军是个妻管严？妻管严就妻管严吧。你可知晓，我去扬州找你，得知你被岳父大人带去林州了。我还以为错嫁之事出了什么岔子，你要被迫重新嫁给那个齐府公子。我是满心懊悔，我当初就不该让你一个人回扬州。我那是替玉壶妹妹解围去了。我征战数年，刀光剑影从未怕过。可前段日子，我是真怕了。你这个堂堂大将军，怕什么？我怕你这千里入冰云的小意图消失不见了。那我们日后就再也不分离了。好。大哥，你还要跟大嫂腻歪多久啊？皇后娘娘还等着咱们开席呢。催什么催，臭小子！就知道着急见公主。哎，我跟公主也多日未见了。没想到平日里像脱缰的野马似的沙平威，如今竟也得了相思病。嫂子就别取笑我了。这次宴席上啊，便会宣布赐婚圣旨。待这圣旨一下呀，这小子可就是名副其实的驸马爷了。咱们以后见了平威，还得毕恭毕敬的行个礼才是。哎，不敢不敢，我可不敢让大哥大嫂给我见脸。这日后大哥必定找个由头，把我这2条腿打断了不可。嫂子不会还不知道吧？前几日公主跟我说，皇上让她回京城任职，把禁军和兵马司的兵权都交给她来掌管。从今以后，她就是天下5官之首。我这驸马官虽然也不错，但毕竟是个副将，之后还得在定北侯的手下讨生活。子任，是真的吗？
皇上是曾与我说过这个事，可现在圣旨还没下，一切就还有变数。太好了，若你今后不用再上战场打仗，那我也不用再担心你会受伤了。嫂子，你现在是不用担心我大哥了，你担心我吧。这小子马上升为副将了，待我回京城之后，便由他驻守边关。评委，以后边关的安定可就靠你了。太好了，评委，你也要升迁了。那看来今天是3喜临门。那你们俩赶紧收拾收拾，别误了时辰呢。嫂子，这大喜的日子咱们就一起去呗，就当是为了我和我大哥一起欢喜欢喜。可是这宫中宴席，我怎可擅入呢？无妨，反正这次宴席就是我和嫔妃的庆功宴，也无关朝廷要职。不如你假扮成侍女，同我们一同入宫。皇后娘娘驾到！拜见皇后娘娘。都起来吧。谢皇后娘娘。今日是袁大将军的庆功宴，不必多礼，坐下说话。是。此次边疆大捷，多亏袁大将军英勇奋战，想出了奇谋，这才大败敌军。黑豆退敌之计，乃军中谋士所想，臣不敢居功。将军立下如此大功，皇上特封你为定北侯，可见陛下对你的器重。谢皇上隆恩，臣鞠躬尽瘁。本宫身为皇后，也该论功行赏。本宫特地为将军准备了封赏，来人！本宫的封赏是封袁大将军为驸马爷，迎娶昌平公主。母后，你是不是记错了？母后，我是要和嫔妃成婚，不是袁不屈。你堂堂一朝公主，怎可下嫁一个无名小卒？他现在已经升为副将了，他日后定能成为大将军。宦海沉浮，没有确定的事，还是莫说了。杀嫔妃，她不过是袁不屈的马前卒。可父皇已经赐婚了。圣旨呢？圣旨，本宫绝不允许你毁了自己的一生。本宫已经禀明皇上，你的婚事由本宫做主。母后，袁不屈，皇后娘娘，如今日你领下这套喜服，安心的与昌平公主成亲，日后你便是金尊玉贵的驸马爷。如若不然，那你就饮下那杯毒酒吧。
请恕末将无法从命，不能娶公主。你当真是要违抗本宫的懿旨？末将几个月前刚刚娶了新夫人，怎么能再娶公主？休了便是，这有何难？难道你的新夫人比本宫的公主还要尊贵？请恕末将无法从命。大胆袁不屈！在灵山的时候，你装神弄鬼，愚弄公主，你可知道，你已经犯下了不敬公主的大罪？现在，你又忤逆本宫的懿旨，你可把我皇家放在眼里？本宫念你抗敌有功，是本朝的功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是福是祸，看你大将军的造化了。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一座城，一声情，一曲相思锁一心。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烟雨伴随扬州行，一人撑伞两肩并，花瓣飘零，是你满天深情。烟雨无声人有情，不负真心不负语，不负人间亦不负情。不要！嫔，请皇后娘娘恕罪。你是何人？民女杜冰燕，见过皇后娘娘。你就是袁不屈的新夫人。抬起头来，让本宫瞧瞧。看着，倒是个倾国倾城的美女。听闻杜小姐不但貌美，还冰雪聪明，才名在外。既然杜小姐是个聪明人，那应该晓得利害关系，好好劝劝袁大将军吧。嫔，皇后娘娘，我们夫妇二人早已起誓，今生今世，绝不辜负彼此。那本宫倒是要瞧瞧，你们的誓言能够坚守到几时？来人！在。袁不屈在民间装神弄鬼，愚弄公主，现在又忤逆本宫懿旨，实乃大不敬之罪。将他们二人抓起来，关入大牢。是。侯爷得罪了，我自己来。两情走难饮苦尽，是怪相思已无药可治。难忘当时为爱的坚持。两情走难饮苦尽，是败在一念之间消失。情恨至此都不舍一世。两情总难饮苦尽，是怪相思已无药可治。
后，我不要嫁给袁不屈，我喜欢的是沙平威，我要他当驸马。您这是棒打鸳鸯，把女儿往火坑里推。愈加放肆！你现在还小，所以你会把这些情情爱爱看作一生最重要的事。终有一天你会长大，你会知道那些情爱早晚都会消失的。一个女人，唯有夫君高官厚禄的身份，才可以护你一生。平威因战功也被父王封为副将，他也能护着女儿。虽是副将，可是你父皇命他继续戍守边关。倘若再打起仗来，战场上那可是刀剑无情，他职责在身，那必然是生死悬于一线呢。你说你嫁给这样的人，终日提心吊胆，倘若他再有一个好歹，丧了命，难道你要一生守寡不成？母后，那就让父皇把平威调回皇城来。胡言！戍守边关，有关朝堂社稷，岂能儿戏？你父皇要顾全大局，岂能说调回就调回？袁不屈就不一样了，他立下了军功，你父皇已经封他为定北侯，日后还会把京城的禁军令交付给他，让他成为朝堂的武将之首。他既有重权在手，同时又不用去驻守边关，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你的最佳人选。母后，可我就是不喜欢他嘛。你也是女人，难道你就不能体会女儿的感受吗？我不管，我就要跟沙平威在一起，我喜欢他。你跟年轻时候的母后一样，傻傻的，相信喜欢这种事。不过终有一天你长大了，才会知道，这些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是靠不住的。如果母后能早一点悟透这些道理，母后，您常常看着这幅画像发呆，您当年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呀？伤心的往事罢了。母后日日观瞻，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再像当年那样感情用事。母后，可是我就是想知道。母后累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母后，此事莫要在意，就这么定了。那女儿告退。皇后娘娘，那袁不屈军功卓绝，皇上又要把禁军和兵马司交付他，你如此逼迫，不怕他反了？那虎符兵权不是还没有交接吗？况且今日那酒也并非是真的毒酒，只不过是本宫一箭双雕的计策。一来于私情，昌平是个小孩子心性，我要以此事勘验这孩子与那沙平威是否真的两情相悦。二来为社稷，
当初那袁不屈在戍守边关时，却曾拒绝婚邀。今凯旋回朝，他若此时为了前程迎娶公主，抛弃舅父，那便是个无情之徒，又怎堪皇上的江山重任呢？皇后娘娘思量周全。冰燕姐姐前些日子假扮成了杜家兄长，帮了我个大忙，我呀得准备份礼物好好谢谢她。听冰燕姐姐说，她那个时候嫁到将军府，将军府在边关，大将军都没为她举办婚典呢，现在要为她补办一个，还算大将军有良心，没有辜负她。我呀要为她绣条抹额。都怪我平日里不好好学手工刺绣，本来想绣一对成双成对的大雁的，现在看起来怎么像胖鸭子？你说，冰燕姐姐都是将军夫人了，带这个东西出去，别人会笑话她吧？小姐啊，还是让我来吧。你呢，心思赤诚，这里呀，也都是你的心意嘛。也对，这布是我裁的，这个花也是我绣的。对，我家小姐肯定喜欢。这，京城传来了杜冰燕的消息。什么消息啊？听闻他们二人已在京中重逢。本以为是皆大欢喜，皇后娘娘定要让袁大将军与公主成婚，袁大将军抗旨不从，也被下了大狱。怎么会这样？冰燕姐也太倒霉了吧！冒出个公主，现在又半路杀出个皇后来。要是那将军要休了小姐，娶那公主，我家小姐可怎么办呀？他敢！这袁不屈要是为了当破驸马，辜负我冰燕姐，我宰了他！不会的。据说当日，袁大将军参加了皇后娘娘的鸿门宴，公然违抗了皇后娘娘的懿旨，誓死不从。杜冰燕化身侍女，跟在袁大将军身旁，要与袁大将军夫妻一体。这样看来，姐姐是要跟大将军生死相随了。好了，你也赶紧收拾收拾吧，我们即刻出发前往京城，设法救人。师父与师娘也在路上，到时候在京中会合。一起想办法。天磊他们来了。天磊，师父，师娘，快进来。公主，我舅舅舅妈来了。拜见公主。免礼免礼，都什么时候了，不用拜了。听评委说，你们跟袁大将军相熟。我之前在袁将军的军营中做军医，这二位，一位是齐家的三少爷，一位是齐家的三少奶奶。我是冰燕姐姐的结拜妹妹。哦，对了，你们有没有去牢房探望过姐姐？她怎么样？有没有被欺负？那是秋官狱，除非有皇上和皇后娘娘的手谕，否则谁都别想进去。我也找父皇哭闹过了，可父皇说母后是为了我好，不肯插手。我这父皇母后真是棒打鸳鸯。没想到你还是个讲道理的。大不了我这公主不当了，我随嫔妃私奔去，看我父皇母后能把我怎么着。只不过连累了袁大将军和你姐姐，
得想个办法混进邱关玉，与他们二人见上一面。此事，我们身居局外，不知内情，想要破解，恐难找到其要害。或许他们二人会有什么线索。说得对，我们在外头跟没头苍蝇一样，得快点见到姐姐，跟她商量。阿兰，你是公主，你就没有什么办法带我们进邱关玉吗？我已经找了母后哭闹3次了，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哭闹有什么用啊？小时候爹爹不准我干这个，不准我玩那个，我都是跟他斗智斗勇周旋着来的，得智取。你刚才说，要见姐姐得有皇后和皇上的手谕。那我们就偷一个，抢一个，伪造一个也成。这，我觉得这个办法好，要不就这么定了吧？啊？那我们就分头行动。我与师傅先行查探，去看看邱关玉的巡逻状况，再想办法。娘娘倦了，快歇歇吧。人都说啊，血脉亲情最是神奇，奴婢看可不就是这样。公主和娘娘真像，娘娘年轻时性子也是拗得很。那个时候我也是又哭又闹的，不顾父母的意愿。帮我把金箔莲花拿出来。过了这么多年，这金箔莲花还和过去一般，仍旧光彩熠熠。当年他送给我这朵金箔莲花的时候，我像做梦一样，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可以托付终身的意中人。为了他，我不顾颜面，违背父母的意愿，想跟他私奔。我们约定好，他到京城郊外的竹林里来接我，可是他并没有出现。我从晨曦等到了日落，也没有见到他的踪影。天下男子皆薄情，他一定是听闻我要入宫选秀女，怕得罪了皇家，所以才临阵脱逃。我当年感情用事，将真情错付，如今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公主再错一次。本宫一定要替公主找一个靠得住的驸马。
绝不允许他被感情冲昏了头，毁了一生。原来母后是怕我被男人骗，被男人抛弃，是我误会母后了。有位，舅舅，怎么样？这是母后的令语，我偷偷拿出来了。挺有法子嘛你？还得是我们家阿兰。有了令语，事半功倍。公主，请留步。大胆，瞎了你们的狗眼，连本公主也敢拦？卑职不敢，只是邱官玉这重地，无诏不得入内，卑职也是奉命行事，请公主莫要怪罪我等。我是奉母后之命来看望原不屈大将军的。多有得罪，公主请。都怪我冰燕，没能保护好你。我们是夫妻，本就该共患难。万一皇后娘娘怪罪下来，将军，你是为了我才受到皇后娘娘的迁怒。将军如此待我，冰燕必定生死相随。但愿我们能闯过这关。姐姐，玉壶妹妹，你是如何进来的？公主带我们进来的。你过得怎么样啊？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会不会冷啊？都好。这狱中的人都敬佩将军，给我们送了很多食物和被褥呢。多谢公主，待玉壶妹妹与我相见。快别谢了，好端端的二人，被无辜打入了大牢。就算我们夫妇二人难逃此劫，我们也绝不分开。原本我还做了母额发带，带着送给你和将军当做大婚礼物，没想到竟在这大牢里相见。妹妹，你送我的礼物，快拿出来给我看看。在这儿给你。只要是你送的，不管在哪儿收到，我都很开心。我一直带在身上，我很喜欢。对不起，冰燕，我本来是打算将后父处置妥当之后，给你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可世事难料，委屈你了。我想请3位做个见证。今日，我想给冰燕一个婚礼。夫人，你可答应？正好，这儿也有烛光，虽然不是红烛，却也温暖明亮。今日高堂不在，我们就以窗外日月为鉴。玉壶妹妹，我就将你送我的这个礼物带上，就当是个喜庆。
拜天地。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一座城，一声情，一曲相思锁一心。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奉日月。夜雨伴随扬州行，一人撑伞两肩并，花瓣飘零，是你满天深情。夜雨无声人有情，夫妻对拜。真心不负雨，不负人间，亦不负情。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一座城，一声情，一曲相思锁一心。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夜雨伴随扬州行，一人撑母后真是糊涂，硬要生生拆散相爱之人。哎呀，我们快点想些办法，把姐姐和大将军救出去吧。哦，对了，我去偷母后令语的时候，听到了她和嬷嬷的谈话，好像是母后当年的旧事，我们可以从此处下手。什么事啊？母后年轻时也有一个相爱之人，母后为了和他在一起，不惜违抗父母之命，他们约定好一起私奔，可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男子竟然抛弃了母后，根本没有赴约。那我们就把那个负心汉找出来，让皇后娘娘出出气，不然她把怨气撒在你们还有姐姐头上。你还挺聪明的。你快想想那个负心汉的线索。线索？哦，那个男子送给了母后一件定情信物。什么信物？是他亲手打造的金箔莲花，我偷偷看过一眼，做工十分精美。可是好像只有一半，另一半不知在何处。金箔莲花。干爹，今天我看到了这个。这是一对痴男怨女的信。你说的金箔莲花，可是并蒂花瓣的花样。你怎么知道？皇后娘娘之前可曾有一位医者故交？医者故交？我想想。哦，我记得儿时生病时，母后总是亲自查验太医的配方。后来我就追着她问，她才肯跟我说，是她的一位老朋友，是一个郎中，药性针砭之术也是跟他学的。太好了，子任，我有法子了，咱们应该可以安然无恙。什么法子？你快说啊，姐姐！上刀山下火海我都能干。玉壶妹妹，此事的确需要你助力。等你出去之后，将此事告诉干爹，之后他自会有定夺。金箔莲花，你们确认是此物？公主亲眼所见，定是此物。这世间的缘分，还真的是奇妙。什么缘分啊？师父，您说清楚。哎，师父，咱们要去找皇后娘娘的负心汉，干嘛带个小药盒啊？不是应该带些工具？如若那家伙不跟我们走，我们就把他绑回去。娘子稍安勿躁，师父自有打算。
18年了。风师兄，你在此地孤零零地等了这些年，终于把人等来了。两情相悦，世事无常，生死相隔，诚不敢欺，以待故人归。当年，东南沿海地区发生瘟疫，师兄奉师命下山，前往瘟疫地区，济世救人，救助灾民。来，慢点。师兄在写给我的书信中说，他有了心上人。那女子随父兄游历东南，恰逢瘟疫爆发。那姑娘虽是富贵人家的大小姐，却心地善良，也帮着救助当地的灾民。二人一见倾心，私定了终生。师兄决定，待完成师命回山之后，便去女子所在的京城求亲。为师诚意，师兄亲自打造的金箔莲花，与那心上人一人一半，作为定情信。可惜，世事无常。你来了。我亲手做的金莲，以后作为你我的幸福。你看，喜欢吗？小姐，小姐，你快走！怎么了？保重。那女子的父亲接到了京城选秀女的消息，要逼迫自己的女儿入宫选秀，期待有朝一日女儿能成为帝妃，便可换来整个家族的荣华富贵。可那女子性情桀戾，认定了师兄为其良人，便不会回头。离别之时，她与师兄约定，等师兄处理完瘟疫之事，在约定之日让师兄前往京城郊外，带着她一同私奔。风师兄深爱那女子，决定赴约。他也为二人筹谋了后半生的日子。他曾与我说，他夫妻二人以后要行遍大江南北，救助天下病患，闲暇之时便游山玩水，过那自由自在、神仙一般的幸福日子。当年两人便相约在这片竹林里再会，要一同私奔离去。后来呢？发生了什么事情，让风师伯没能去赴约，害得皇后娘娘伤了心，进宫去选秀？后来呢？发生了什么事情，让风师伯没能去赴约，害得皇后娘娘伤了心，参加了选秀？距他们约定的时间还差半月之时，疫情卷土重来。风师兄为了将瘟疫彻底解决，换了无数种药方，并亲试药性，先后尝试了几十种不知药性的草药，终于找到了破解瘟疫之法。可没想到的是，药毒一体，用好了那是救人的草药，用不好那便是杀人的毒药。赴约3日前，人还未上马，便吐血晕倒。
竟是毒入骨髓，命不久矣。师兄临走前，将这半朵莲花交给我，让我赶往京城的郊区，狠心告诉那女子，说风师兄有愧于他的厚爱，不敢前来赴约，让他另寻良人，莫可自误。风师伯这是何苦呢？想来风师伯亦是了解那女子品性，知道她与女子情深意切，若是告知她真相，说自己命不久矣，那女子定不独活，要与他一同殉情。所以风师伯宁可背负一个负心人的名声，让他记恨一辈子，也要让他活下去。那您当年见到皇后娘娘了吗？师兄毒发，第2日便去了。我带着这半朵金箔莲花，赶往京城的郊区。可那时我还是个半大的小子，不熟悉路，耽搁了时辰。等我赶到这片竹林时，早就已经过了他们之前的约定时间。师兄虽然告诉我这女子的名讳，可偌大的京城，找一人如同大海捞针。等我寻到了这女子府上之时，却听闻这女子的父母早已将这女子送往京城选秀去了。见不到这女子，我也没了方法，就一直将这半朵金莲随身携带。这女子被封了妃，不再用娘家的名讳了，竟然是如今的皇后。没想到，如今冷酷无情的皇后娘娘，也有如此痴情的时候。不过，这样想起来，她也挺可怜的，竟从不知道风师伯对她的深情从未变过。造化弄人！我按照风师兄的意愿，将他埋葬于他们约定好的这片竹林，也算是了却了师兄没能赴约的遗愿吧。袁将军，吃馒头了。冰燕，是柳小姐和七三公子的资料。没想到，皇后娘娘竟是如此刚烈之人。既然如此，我们就帮她解开心结。儿臣拜见母后。起来吧。母后，母后，日日在宫中，天天跟着他们大眼瞪小眼，闷都要闷死了。不如我们微服出宫吧？不可以啊！你前日偷了我的令语，去了秋官狱，你当我不知道呢？
罚你闭门思过3月，不可出门。哎，母后，我那不也是好奇嘛？我想看看我那个驸马他到底服软没有。当真？母后，这几日您因为女儿的婚事受累了，所以女儿想陪着您散散心、透透气嘛。哎呀，母后，走嘛走嘛。哦，对了，我听闻京城外有一座名山，风景甚是秀美，我们就去看一看嘛，好不好嘛？母后，你最好了，求求你了。母后，好了，服了你了。平儿，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母后，您一会儿就知道了。您看，外面的风景如此秀丽，您日后可以多出来走走嘛。你呀，一出来就像脱了缰的小野马一样。母后，出来散散心也好。此地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有特别的，母后，你再仔细看看。本宫累了，该回去休息了。母后，来都来了，您再好好看看吧。啊，母后，你看，这亭子下面怎么会有一座孤坟啊？看起来好凄凉啊。风车。是他师父跟尸体里的丁丑年，丁丑年，不可能，这一定是谁在弄虚作假。他怎么可能是那年死的？不可能，不可能！母后。这裙子是风车跟我一起补的。皇后娘娘，这曲子是风师伯和您一同谱的，就连这金箔莲花，在他死前也一直带在身上。你是何人？这半朵金莲
你从何得来？皇后娘娘，民女李玉湖。这金莲是我风师伯的心爱之物，之前一直由我师父保管着。我这次寻来，就是为了完成师伯的遗愿，将这金莲还给他真爱之人。好大的胆子！母后，哄骗公主出来，竟连本宫也敢戏耍！皇后娘娘，我们没有骗人，您仔细看看这金莲，就是风师伯为您亲手打造的那一只。皇后娘娘，请息怒，我们将您叫到这里来，是想告诉您当年的真相。风先生他并不是负心之人，他也没有忘记你们的约定，只是当年他为了救助灾区，身尝百草，草药相克，身中剧毒，还未上马便毒发身亡。当年我便劝过，莫要亲自尝药，此事凶险。可你却说自己配的草药，若是有差池，也应该是自己承担。我没想到，竟被你一语说中。他临死之时，可曾留下只言片语？风先生的师弟刘若谦师傅说，他宁愿让你误解他负心薄情，也不愿意让您知道真相之后赴死殉情。娘娘，自始至终，您都是风先生的挚爱之人，他不是负心之人，他对您用情至深呢。风师伯死后，我师父按照他的遗愿，将他葬在这里。他到死都想完成和您的约定呢。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半月明，夜雨伴随扬州行，一人撑伞两肩并，花瓣飘零，是你满天山。你骗我变得好苦，你知道，18年了，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夜雨蒙蒙扬州行，山高水远情不离，良辰美景透出深情相依。夜雨柔柔人有意，姻缘作对须惋惜，郎情妾意此情。我亲手做了金莲，以后作为你我的幸福，你看。公主，公主回去吧。
让娘娘觐见。娘娘不会有事儿的。本以为富贵迷人眼，情深不堪负，没成想那杜冰雁和袁不屈生死难分，竟情比金坚。看来这人间真情，只是本宫无福消受啊。罢了，来人，传本宫懿旨。哎呀，这计策到底行不行啊？怎么还不放人啊？那日回宫之后，母后一连几日都没有出寝宫，也不知道打开信笺没有，肯不肯下懿旨放人，真是急死了。但我看那日皇后娘娘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就算是个外人都被风世伯感动了。皇后娘娘的心就算是石头做的，也该融化了。不着急，再等等。袁不屈、杜冰雁接旨。袁不屈一案现已查明，当日灵山之行实乃无奈之举。大将军为我朝忠臣良将，着本宫旨立即释放，命大将军袁不屈出狱后立刻进宫面见皇上，领禁军和兵马司虎符。袁氏夫妇伉俪情深，本宫特许挑选良辰吉日再办婚典。臣遵旨。月色太寂寥，一曲两人之俊俏，一阵相思，空念你的妙。恭喜大将军，此番灾祸虚惊一场，日后定然前程无量。多谢公公。我要在今夜出逃，借月光皎皎，捕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举上夜色千万飘，和着思念熬出缕缕情丝之间绕。我要在今夜醉倒，半月光皎皎，想念你的好意地动山摇。喝一口美酒良宵，和着相思谣，梦里和你一起灯破晓。妹妹，月色太寂寥，一曲两人之俊俏，一阵相思，空念你的妙。没事吧？我没事。我袁某今日能够逃过一劫，还要多亏诸位在外奔波，请受袁某一拜。将军大哥，姐姐，从上错花轿以来，我们一路跌跌撞撞，就算我是个胆大的，也都怕了。哎，虽然我们上错了花轿，但是我们也各自找到了如意的郎君，而且皇后娘娘还特意下旨，让我和将军重新准备婚礼呢。要我说呀，你们这歪打正着的两对小鸳鸯啊，就该好好迎迎喜气，好好的重办一场婚典。
我也正有此意。我们夫妇二人就顺着袁将军和杜小姐的机缘，再办一场婚礼，再闹他一场，如何？我与齐兄不谋而合。啊，我们也去，我们也去。正好人多热闹。这样的话，往后定能准了我们的婚事。这个我来筹备，然后热闹个3天3夜。好，姐姐，我们去仙女庙拜拜吧。感谢仙女娘娘给了你一个威武的大将军，给了我一个俊俏公子。好，就按你说的办。走。师父师娘，干爹干娘，干娘，恭喜你们啊，都能如愿以偿。承蒙皇后娘娘亲自赐婚，日后你们定能夫妻恩爱，琴瑟和鸣。这当然也多亏了师父和师娘的帮助，否则此事也不会解决得如此顺利。是啊，干爹干娘有我们是大恩。哎，这是老天爷的安排。10日后啊，你们便要重新举办婚礼了。你们将要嫁给自己心爱之人，虽然这过程曲折了些，但总归是皆大欢喜嘛。干娘，你说的是，当时出嫁之时，我和妹妹曾在仙女娘娘面前祈愿，希望能嫁得个如意郎君。没想到仙女娘娘真的显灵了，让我们上错了花轿，嫁对了郎君。那这么说来，这仙女庙还真灵验啊！一会儿啊，我得好好的瞧一瞧，给我那傻儿子敬堂好好拜一拜。哎，敬堂。爹娘，哎，启赞公子。所以啊，在这大婚之前，我们定要来仙女娘娘面前祈福还愿。对的对的，但是还有一件最重要的，这次可别再上错花轿了。参见公主，参见驸马，参见驸马。不必不必。哇，这边是仙女庙啦，我也要去祈福。希望今后能够跟驸马恩恩爱爱。公主，别说了，这么多人看着呢。怎的？大家伙来此处，不都是为了祈福还愿？这有什么不能说出口的？能说能说。来，快，来，我一躲。我们快点，快走，进，走，慢点啊，我给你挡着。你淋着没？你没淋着吧？好大的雨啊！我给你弄弄。这雨下的可真大，这房子都漏雨了。怎么说下就下呀？这个雨。哎，我可算知道了，这仙女庙的雨啊，是说下就下。不过也对，如果当时没有那场雨的话，哪来的上错花轿嫁对郎啊？又何得你们二人的好姻缘？也是啊。你等我一下，姐姐，我们进去看看吧。
我一会儿就回来。好，去吧。这里呀，还和以前一样。是啊，可是我们经历了这么多，我们都有些不一样了。是不一样了。来，我们今日一同来向仙女娘娘还愿祈福。仙女杜冰雁今日特带妹妹李玉湖前来还愿。之前我们姐妹二人在仙女娘娘面前祈愿，希望我们各自能够觅得如意郎君。幸亏仙女娘娘显灵，让我们姐妹二人虽上错了花轿，却嫁对了人。信女感念仙女娘娘的显灵。多谢仙女娘娘，让我在这里结识了冰雁姐姐。也感谢您赐给了我齐天磊这个郎君。请仙女娘娘日后保佑我和天磊、冰雁姐姐和袁大将军能够开开心心、幸福美满。玉湖在这里给您磕头了。今后我们就是姐妹啦。你们不会将错就错，把我送到荆州去吧？这齐府的龙潭虎穴，我就替冰雁姐去了。姐姐可是比以前漂亮不少呢。胡说，你呀才是越来越好看了。姐姐，你现在可是将军夫人。你呀，现在可是堂堂齐府的三少奶奶。我问你，你现在可还觉得自己是跳进火坑了？我现在每日啊都过得十分自在。妹妹，你可是有喜了？才没有呢，我只是来之前吃多了。哦，是吗？希望是个能文能武的小家伙。姐姐莫非也吃多了？希望他们俩能跟我们俩一样，关系这么的好。她们二位女子有着如此奇特的经历，连带着你我二人也有了此番造化。能遇上她们，是你我此生之幸。是啊，也真是这仙女妙显灵，让你我二人都找到了彼此真心相爱的人。那这也算是缘分天定。原来那次在灵山，是袁不屈故意装神弄鬼吓唬本公主的，是杜冰雁他们夫妻二人的计策。不过，幸亏他们出此计策，不然我就碰不上我那个傻驸马了。我这个傻外甥还是真有福气。他也就是个实心眼的，就你向着他说话。公主，我今天呀就跟你老实交代吧。其实我也参与了此事。你真没看出来？小姓单，贫道姓苏，不是 A 师傅。我就是那个给你算命的道姑啊。原来你也有份儿啊！哎，那平微呢？平微是什么也不知道，他呀就是被他那个舅舅给诓去碧霞祠的。我就说嘛，我那个傻驸马呀是个实心眼的。不过实心眼也有实心眼的好处。不瞒你说，我父皇母后给我挑了那么多人，可就那个傻瓜肯为了我豁出命来。他那是傻人有傻福。
雨停了，我们走吧。嗯。下假期，放眼晴空万里，扬州桃李飘小十里，满城共聚欢喜。相遇曲折离奇，就算跨越千里，共度风雨，只有你能懂我心意。因这样次相遇，定下姻缘不移。人海中遇见对到你，无人能比拟。欢喜缘这相依。怎么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新郎官们，快来迎接你们的新娘子吧！袁大将军、齐三公子，想要迎娶我们2位小姐，可是要经过考验的，请务必擦亮双眼，仔细瞧瞧。上一次是上错了花轿，机缘巧合选对了夫君。这次你们一定要选好新娘，否则日后夫人会怪罪下来的。这一样的红盖头，一样的红嫁衣，又都是龙凤呈祥，没有鸳鸯戏水。没错，2位姑爷，可务必要仔细辨认喽。这个有点意思啊。你说，这2个人一模一样，他们该怎么分辨呢？这你就不懂了，这就是要考验齐三公子和袁大将军的眼力心力。我们如花似玉的2位新娘子，岂能那么容易嫁出去啊？袁大将军，如何？猜不到。三哥，你快猜啊！玉红妹妹说句话呀！啊，齐三公子，不许问话，不然这就算犯规了。啊，对，犯规。驸马说的对。哎，都！将军，我有一个办法。既然2个新娘看起来外形一样，那咱们就想个办法，让他们动一动。
这位身手不凡，想必便是我家巾帼不让须眉的娘子啊。这位新娘端庄优雅，是我夫人没错。娘子，你这想的鬼点子可让我好找啊！用武功试我，是犯规。吉时已到，一拜天地。我想你好好活着，然后跟冰燕姐姐换回来，把你还给她。我不要什么大家闺秀的小女子，我只要李玉湖。二拜高堂。阴差阳错相遇，定下姻缘不易。人海中遇见对到你，无人。本将军的夫人犯了军规，本将军难辞其咎。袁不屈，军棍100。将军如此待我，冰燕必定生死相随。末将几个月前刚刚娶了新夫人，怎么能再娶公主？今生今世，绝不辜负彼此。夫妻对拜。红妆披下佳期，放眼晴空万里。扬州桃李，飘香十里，满城共聚欢喜。相遇曲折离奇，就算跨越千里。你是真的喜欢我？你难道真的看不出来我齐天雷满心满眼都是你？我宁可辞官回家，也绝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我不要什么荣华富贵，我只要你和我能够岁岁平安。启程！恭喜呀！好啊好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这就是上错了花轿，嫁对了郎。恭喜恭喜！恭喜！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低鸣。一座城，一身情，一曲相思锁一心。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烟雨伴随扬州行，一人撑伞两肩并，花瓣飘零，是你满天深情。烟雨无声人有情，不负真心不负雨，
扁舟轻骑，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低鸣。一座城，一声情，一曲相思所依稀。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半月明。夜雨伴随扬州行，一人撑伞两肩并。我伴飘零，许你满天深情。夜雨柔柔人犹疑，一愿作对须惋惜。浪情且意自弃。